我身为世间唯一一条金丹期黑龙，却在苏醒后发现自己被8根铁链死死钉在井底，不仅一身通天修为被抽得10不存1，寿命更是只剩可怜的32天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憋屈死在臭水沟时，眼前突然弹出一块幽蓝色的光幕，系统告诉我只要开启人生模拟就能活命。我毫不犹豫点下开始，可荧幕上跳出的第一行字却让我瞬间破防。第1天，你身处古井，拼命挣扎；第14天，你还在继续挣扎；第19天，娇躯崩溃，你倒下了；第20天，你死了。我堂堂神话生物，居然活生生把自己累死了。视线扫过3个奖励选项，生存经验、僵尸蛟龙的爪子，全盘否决，果断选择20天体魄。一股暖流瞬间游走全身，干涸的肌肉涌现出一丝气力，体力恢复了。我迫不及待开启第2次模拟。第31天，你还在挣扎；第32天，你寿命耗尽。临死前，听到井外有人声，选生存经验，海量记忆瞬间砸入脑海。我听清了那2个人类的对话。这里是锁龙井，大明黑衣宰相姚广孝镇压恶龙之地。原来我就是那条恶龙，从内部打破死局根本不可能，必须引起外界注意。开启第3次模拟。第6天，你疯狂挣扎，躯体受创，黑夜扩散，井水气息极度恶化。第10天，恶劣气息引来人类，铁链被扯动。第13天，你被拉出井外，阳光刺眼，热武器对准了你，你挣脱束缚，力量大增，天空猛然降下天罚，雷霆贯穿，生命清零，达成成就，困龙升天。系统提示音疯狂爆响，提取成就奖励，100年修行瞬间灌注，白光融入8、9米的郊区，无力感烟消云散，狂暴的力量在体内复苏。我意念一动，井水如臂10指，这才是真正的蛟龙之力。身躯猛然翻滚，粗壮的铁链如纸糊般寸寸崩碎，洞穿骨血的倒刺被生生逼出。我彻底脱困，但我不敢出去，出井就被天罚锁定，必须苟住。次日模拟点刷新。第3天，你趁夜色出井，与人类对视，天罚降临，生命清零。为什么又被批？我盘踞井底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头顶突然传来人声：“大舅哥，这井里真有动静。”专家都说是假的了。我探出硕大的胶头，屏息倾听。长辈说见过龙，但每次现身都在抗击雷电，龙不能被人看到，见人必遭天谴。我茅塞顿开，原来是这该死的规则。次日模拟开启。第7天，暴雨倾盆，你借雨势掩护冲出古井，无人察觉。你一路向南，抵达原始森林，占据湖泊。第57天，天地气息异变，空气中多出未知物质，你情绪逐渐失控。第66天，你彻底暴走，冲出森林展开无差别攻击。一道遮天黑影掠过，意识瞬间掐断，选体魄，100年修行再次叠加，必须弄清异变真相。再次模拟，你犹豫23小时后出井，抵达森林湖泊。第52天，领悟天赋，控水控风融合，兴风作浪。第65天，你再次失控，黑影掠过，你被秒杀，又是那只杂毛鸟。我咬紧后槽牙，选天赋奖励，海量信息涌入，兴风作浪彻底成型，念头通达，就是现在，我要真正出井。巨口怒张，狂啸震天，天赋发动，乌云瞬间笼罩天穹，狂风呼啸，暴雨倾盆，方圆30里化作水泽国度。我腾空而起，借暴雨掩护，直入云霄，一路向南狂飙。地平线尽头，原始森林映入眼帘，庞大郊区轰然砸入林海，巨木折断，木屑狂飙，百兽惊恐四散。我直奔水源，锁定水底那条5米巨蛇，巨力倾泻，大蛇生机溃散，鸠占鹊巢。我成了新霸主，必须疯狂捕猎，转化模拟点数，锁定岸边喝水的野猪，前行突进，水面炸裂，惊涛骇浪，尾部横扫，死死缠住目标，锁喉发力，野猪停止挣扎，拖入水底，能量吞噬，获得2点模拟点数。我如法炮制，再次拖拽一大一小2头野猪入水，可系统提示却让我愣住，获得0.0001点数。同种生物只有第1次吞噬才给高分，这破系统也太抠了。想要点数，必须扩充食谱。次日模拟开启。第9天，你跟随兽潮，发现森林外围一株古树。第12天，古树结出花苞，方圆100里的猛兽全部集结，甚至连梅花鹿都赶来送外卖。第14天，银色果实诞生，双翼猛虎威压全场，你横空出世，震杀猛虎，吞下果实，独角蜕变，长出双脚，体型暴涨。第56天，领悟天赋，呼风唤雨。第57天，天地异变，你未受影响。第66天，血月当空，你被召唤升空，黑影掠过，你再次被秒杀。杂毛鸟，你给我等着！选天赋奖励，呼风唤雨融入灵魂，种族传承记忆随之开启。几百年前的蛟龙，动辄100米。大明洪武年间，刘伯温斩尽99条龙脉，龙族气运断绝，难怪我如此孱弱。滔天恨意在心底翻滚，继续模拟探索。第28天，你探索大山，偶遇游玩人类，天罚降临，生命清零，选体魄，暖流疯狂冲刷，水底炸开恐怖漩涡，8、9米的躯体迎风暴涨，骨骼暴鸣，鳞片重组，30米巨蛟横空出世，眼眸如水缸，双脚似利剑，极度恐怖的威压横扫水域，万千水族瑟瑟发抖。我冲出水面，将岸边鹿群、羊群尽数锁定，它们被威压彻底震慑，连逃跑的本能都被剥夺，无情吞噬，疯狂收割模拟点数，余额飙升至32点。潜回水底，我清点着猎物种类，一只2、3米的巨型鹤龟映入眼帘，没见过的品种。我刚想张口，它竟如潜艇般飙射而出，几秒内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跑得比我还快。开启模拟，巴尼底库。第13天，你掀翻森林，在隐蔽洞穴救出老龟，他口吐人言，祈求臣服。第15天，你被人类机器拍到，天罚降临，生命清零，选经验，洞穴坐标到手。我身形如电，直扑隐蔽水洞，血盆大口直接对在龟壳上。龙君饶命！老龟吓得魂飞魄散，果然能沟通，臣服于我，饶你不死。老龟疯狂点头，龟丞相归位，继续模拟。老龟统御水族，你欲上岸探索大山，老龟疯狂进言，极力劝阻，你被他说服，决定苟住。第55天，天地异变，老龟竟靠对你的
恐惧，硬生生压制了失控。第76天，九尾狐登门，怒斥你不响应昆仑妖令，狐狸暴起发难，你负伤反击，水域变色，黑影掠过，你与狐狸双双殒命，玄体魄，修为飙升至近2000年。我死死盯着模拟面板，昆仑妖令，九尾狐狸。60天后的世界彻底乱套，但这只老龟居然比我还狗，硬生生把我带偏了整整几十天。我猛然转头，30米的庞大郊区缓缓游动，水底暗流汹涌，猩红的双眼死死锁定正在巡视水族的老龟，极度危险的气息瞬间封锁全场。我倒要看看这只狗出天际的千年王八到底还藏着什么惊天秘密。湖底深处，我盘踞在泥沙之上，30米长的黑色蛟龙之躯，浑身黑鳞森然，双脚指天。对面是一只2、3米大的老龟。我刚结束一次系统模拟，试图扭转这老龟狗到极致的心思，结果它死不承认。龙君，我绝不可能狗在后面。老龟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气得我差点一尾巴抽飞它。比我还狗，还死要面子。我准备向森林外探索。我用身躯自带的语言发声，修行之妖即便语言不通，也能完美传达意思。这湖泊还不够大吗？老龟吓得脑袋蜷缩进龟壳。我们就俩大妖，地盘太大守不住啊！这老龟狗的离谱，出去走一步跟要他命一样。你修行1000年，全靠狗。我盯着他，这叫不问世事。老龟探出半个脑袋，活得久才重要。敌人我都熬走了。他刚想继续说教，抬眼看我，瞬间愣住，小绿豆眼瞪得滚圆。他记得我之前才1000多年修行，怎么一转眼快2000年了？妖类修行极难，这座火箭般的速度让他怀疑归生。我懒得理会他的狡辩。你1000年修行遇到过什么奇事？老龟瞬间打开话匣子，滔滔不绝讲了一堆废话，我头都快炸了。好在捕捉到了一条关键信息：人族洪武年间，天地曾发生过变化，妖类修行一度变得极度简单。我将老龟赶走，他看到我眼底的含义，立刻老老实实开溜。我梳理着关键线索：洪武年间天地变化，刘伯温斩龙脉，55天后天地再次变化，昆仑妖令进攻城市，背后绝对藏着惊天秘辛，必须继续模拟。这次我决定狗到底，狗得越久，奖励越丰厚。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，当前模拟点数30。又过了1天，只剩54天了，必须在天地变化前化龙。3000年修行，拼了！我点开系统面板，模拟开始。第11天，古树之果诞生。深明狗一的我，压根没出门，直接派老龟去抢。老龟轻松镇压群兽，果子到手，我吞下，力量微涨。第54天，天地异变，湖水与空气中多了一股能量，我吸入后，血脉狂欢。我继续苟着修行。第75天，九尾狐找上门，我在湖底装死，九尾狐无能狂怒，轰击湖面后离开，成功糊弄过去了。姬某人，狗道至尊。第80天，天地巨震，天空中传来无法抗拒的召唤，我心神失守，被迫飞出湖泊。抬头瞬间，头皮发麻，一根巍峨天柱支撑着苍穹。没等我回神，一头遮天蔽日的黑影掠过，眼前一黑，生机瞬间断绝。你已消亡。我选了80天的体魄，暖流涌入郊区。当前修行1985年，快2000年了。但那根天柱是什么？那头杂毛鸟到底什么来头？每次模拟99%都栽在他手里，必须干掉他。我杀意沸腾，整个湖泊的水族瑟瑟发抖。消耗2点模拟点，开启模拟。第1天，我决定出门磨砺战斗技巧，老龟死活劝不住，只能无奈跟上。第3天，我呼风唤雨隐匿身形，在老龟的指路下，我们成功迷路，一头扎进了人类城市，行踪暴露，天雷轰顶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你已消亡，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1000年老龟加2000年蛟龙，居然迷路了，这老龟太不靠谱了。选了3天体魄，再开模拟，这次绝不带他。第2天，我独自向东飞行。第26天，我发现一座山神庙，庙里供奉的居然是一只猴子。我现身试探，一只300年修行的金丝猴吓得求饶。他告诉我，东边有巨大山脉，里面藏着恐怖大妖。第33天，我飞到巨山边缘，突然感觉极度不对劲。巨山之上高挂着一轮小太阳，而西边同样有太阳升起。天有2日，巨山上的太阳突然飞出一根羽毛，热浪扑面，我瞬间化为灰烬。你已消亡。天有2日，太阳里飞出羽毛。我看向4个奖励选项，果断选择最后一项，不知名生物的羽毛。一根黑色羽毛凭空出现在湖底，周围湖水瞬间沸腾，水温直线飙升。我被烫得连连后退。飞禽、太阳、金乌，神话里的东西居然真的存在。岸边的动物喝着温水发猛，湖底的水族快被煮熟了。老龟急得团团转，我无视老龟，紧盯羽毛，这玩意怎么处理？一口吞了。开启模拟尝试。第1天，我一口吞下羽毛，恐怖的火属性能量爆发，内脏瞬间碳化。你已消亡。我吓得又退后几十米，太猛了，绝对不能吞。再开模拟。第4天，湖水沸腾，水族扛不住了，老龟求救。我击沉旁边地面，引水造新湖，把水族全赶过去，自己留在这口沸水锅里。第27天，高温淬体，我惊喜地发现，沸水居然在淬炼我的娇躯，修行速度1日千里，羽毛简直是修炼神器。第75天，九尾狐再次上门，他攻击湖面，我怕羽毛受损，直接冲出水面。他质问我为何不遵昆仑妖令，我懒得废话，当场发难。高温淬体后的我力量暴涨，几十分钟便将其彻底抹除。击溃九尾狐后，我极度膨胀，抬头看向天空的黑影，主动飞上苍穹挑衅。黑影掠过，我再次被一击毙命。你已消亡。我选了75天的体魄，当前修行2432年，庞大的力量在郊区内轰鸣。我发出低沉的咆哮，威压让湖底泥沙翻滚。2400多年的修为，难怪我会膨胀，但我必须稳固到心。我立刻喊来老龟，跟他深入交流了一番狗道，膨胀的心瞬间沉静。我闭上交眸，开始打盹适应力量。这一觉直接睡了6天。我猛然惊醒，湖水早就沸腾了，水族全灭了。老龟
龟火急火燎地游过来，龙君，我快护不住他们了。这老龟居然用自身修为保住了水族，不逼他一把，永远不知道他多强。我冲出水面，击沉大地，引水造湖，强行让老龟带着水族搬家。安顿好后，重回沸水湖，继续模拟。第二天，高温效果大减，修为太高，羽毛没用了。第69天，九尾狐现身，我龙威出城，一击将其彻底压制，直接逼问昆仑妖令。九尾狐惊恐交代，那是昆仑山天池的指令，灵气复苏后，妖类必须攻击人类城市，违令者群妖共讨。谜团解开了，48天后就是灵气复苏。第72天，九尾狐带群妖围剿我以一敌17，力竭倒下，你已消亡。临死前，我看到老龟暗中出手，一击终结了重伤的九尾狐。这老龟真是个合格的老六，选了体魄奖励。当前修行2523年，羽毛彻底失效了。我冲出湖面，巡视领地，30米郊区腾空，龙威浩荡，百兽匍匐。我呼风唤雨，洗礼森林，让老龟留下气味标记地盘。回到湖底，模拟涨价，需4点，黑心系统开启模拟。第5天，我把古树之果赏给老龟，老龟吞下后陷入沉睡。第48天，灵气复苏。第58天，我独自前往人类城市，城市安然无恙，没被妖类攻击。一个人类提刀砍我，连片鳞都刮不破。他反手掏出一卷画像展开，金光爆射，我瞬间失去意识。你已消亡，居然爆出了第4个选项，未知画像。我果断提取，一卷渺小的画卷漂浮在湖底，水晶不湿，透着极致的诡异。开模拟测试，第1天，我打开画卷，金光一闪，直接毙命，连3秒都没撑过。这到底是什么阴间玩意？我不信邪。再开模拟，这次我死撑着直视画卷，看清了里面的人影，身穿官袍，面容肃穆，旁边写着2个字：魏征。魏征梦中斩龙，难怪我会有源自血脉的恐惧。这画卷简直是龙族克星，但我脑海中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：驱虎吞狼。开启模拟，第74天，天柱召唤再现，我抓起画卷冲上天穹，遮天蔽日的黑影准时袭来，我迎面将画卷砸了过去。画卷展开，金光万丈，狠狠轰在黑影身上，黑影发出凄厉惨叫，显出真身，是一头斩翼蔽日的金色巨鸟，大鹏金翅鸟，专以龙为食的恐怖存在。金翅鸟负伤逃遁，画卷合拢坠落，变得残破，撑天之柱也随之隐匿，成功了。第82天，金翅鸟洒落的血液造就群妖，森林彻底大乱。第85天，我出乎平乱，刚一露头，一张遮天巨会当头照下，我瞬间溃散，你已消亡。这老阴货居然蹲草丛引我，堂堂大鹏金翅鸟居然玩老六战术，提取体魄奖励。当前修行2599年，距离3000年化龙越来越近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昆仑山在西边，天池的秘密就在那里。我把老龟喊进高温湖泊，这里修行1日千里，赏你了。老龟本想装死喊热，听到这话瞬间变脸，多谢龙君赏赐。看着老龟感激涕零的背影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忠诚度在狂飙。新的一天，开启模拟，目标向西。第1天，我直接跑路，不给老龟任何挽留的机会。第7天，遭遇10米巨鳄。第19天，搏杀体魄异变的猿猴。第32天，终结20米巨型金雕。越往西，修行之妖越密集，我一路横推，疯狂搏杀。第47天，灵气复苏降临。第57天，我领悟蛟龙搏杀术，战斗力产生质的飞跃。第58天，我逼近极西之地，一招秒杀3头2000年虎妖，抬起硕大的蛟头，视线尽头，一座气势磅礴的撑天之山撕裂云层，昆仑山到了。而在那雪白的山巅之上，一双冰冷至极的巨大眼眸正死死盯着我。湖底，我盘踞在这里，瞪着灯笼大的蛟眸，盯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。第58天，我继续西行，击杀3头2000年修行的虎类，隐约看到前方出现撑天之山，昆虚山要到了。我聚精会神看着模拟内容。第59天，我抵达撑天之山脚下，却找不到登山的缺口。我不是真龙，只能短暂借风飞行，没法高飞跨越山脉，只能在附近打转找入口，一连找了好几天。到第68天，我在西南侧山脚下发现一片池塘，上面浮着朵银色莲花，池塘周围围着数十头修行妖，明显是有宝物要出世。我立刻躲到附近山丘上暗中观察，我心里又好奇又心动。昆虚山下的宝物肯定价值连城，本来昆虚山就是神话里的万神之乡，传说还是天帝的人间都城，能抢到这宝物绝对稳赚。第70天，莲花上盘旋起数十道青光，神异不已，周围聚集的妖已经超过50头，还有不少跟我一样藏在暗处的，我按到棘手。第71天，莲花上青光越来越盛，宝物马上要出世，突然一道黑影冲出来发动攻击，那是头1米多长的生物，似鸟似蜂，尾部长着毒针，被他折到的妖当场毙命。没一会儿，周围的妖就死光了，他守在莲花边等待，我看愣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蛟龙金乌都存在，有这种奇怪生物也正常。第72天，青光散尽，莲花上长出一根缠满青光的银灰色小草，宝物终于出世，藏在暗处的妖纷纷跳出来抢夺。那似鸟似蜂的生物出手毫不留情，一折一个死。我见状立刻冲出去，呼风唤雨使出蛟龙搏杀术跟他对战。我本来想靠狂风逼退他，抢了宝物就走，谁知道他速度极快，一下就冲到我面前折了我一口。我感觉生命飞速流逝，临死前发狂，用蛟尾死死捆住他，反复砸向地面，硬生生把他砸死。之后我又把剩下7头3000年修为的妖全部斩杀，一痕染红了池塘，我也无力倒下。你死了，3个选项，你死了，3个选项弹了出来。72天的生存经验，72天的体魄，蕴含清源剧毒的蛟肉，我都看呆了。我这么猛，中毒情况下还能反杀那怪物，顺带宰了7头
头3000年修为的妖。等等，青猿！我猛地反应过来，那似鸟似风的生物是青猿。神话里记载青猿折鸟兽，鸟兽死；折树木，树木枯。难怪我被折一下没多久就死了。这玩意还是昆虚山上的异兽。那昆虚山难不成真的是天地的人间都城？我要是就这么上去，搞不好都得给人当坐骑拉车。一想到这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不过昆虚山去不去是以后的事，那宝物我必须抢。青猿是神话生物又怎么样？我不也能干掉它？现在我得先想想3个选项选哪个才好。我明明是靠蛟龙搏杀术才打赢的，这次选项里却没这个。那第一项的生存经验会不会就包含了蛟龙搏杀术？我陷入了沉思。算了，试试，说不定有蛟龙搏杀术在里面呢。就算没有，这生存经验也不吃亏，一路上可是杀过去的，战斗经历绝对会存在的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选了第一项，72天的生存经验。紧跟着，一大股记忆就涌入我脑海，一路西行，逞凶斗狠，灭杀了沿途不少修能之妖，一幕幕战斗经历就在我眼前回放，最后定格在我自我领悟的瞬间，无数战斗技巧浮上脑海，蛟龙搏杀术、龙战于野、奇色玄黄，这些技巧刚好教我该怎么战斗。蛟龙搏杀术居然真的在生存经验里，它着重教的就是荒野里的战斗方法。之前我只会借水性在水下打，现在居然能在岸上、天上战斗，不用靠地力也能斩杀对手。好一个蛟龙搏杀术，我惊喜不已，战斗力直接提升了一大截。我忍不住发出低沉蛮荒的咆哮，身上缠上恐怖的凶煞之气。模拟里杀的妖等同于我自己杀的，我本身煞气就重，两者一结合，活脱脱就是从深渊爬出来的凶兽。我也不在乎什么神兽凶兽的，能有力量活下去才是真的。龙君旁边传来颤抖的才是真的。龙君旁边传来颤抖的叫声。我扭着焦头看过去，就见老龟整个脑袋都缩进龟壳里，小心翼翼瞅着我。老龟，你怕什么呢？我都无语了。湖里又没敌人，缩什么壳？龙君，您为何生气？我定能为您解忧。老龟吓得够呛，只觉得我身上凶威太恐怖，修为还长得飞快，说我有3000年修为他都信。我没生气，你好好提升实力就行，别想那么多。我随口敷衍了一句，赶紧把身上的气势收了回来，毕竟咱是懂狗道的蛟，不会收敛气息怎么稳健？收了气势我就盘踞下来思考，总觉得灵气复苏不对劲儿，哪有灵气复苏冒出这么多神话存在的？大鹏金翅鸟、金乌、魏征画像、K 山的青猿和天池势力，还有龙不可陷阱。洪武年间也有过灵气复苏的传闻，全是摸不透的秘辛。算了，想也想不明白，等我变强了自然都能知道。我晃了晃焦头，想起接下来的模拟要以抢那件宝物为主，我有种预感，抢到宝物我大概率能直接化龙，就是得小心青猿。我选的是生存经验，等于已经跟青猿交过手了。我掀起的风流能直接掀翻高楼，可青猿居然能逆风冲到我面前，我就是这么被他折中的。正面打他不用毒的话，根本不是我对手，但我俩都是一击必杀的类型，他打到我死，我打到他死，下次最好找机会直接秒了他。我琢磨完就准备继续模拟，得赶紧抢到宝物化龙才行。刚要动，我视线突然落到旁边飘着的画卷上，不对，我可以把魏征画像带上啊，说不定能直接秒了青猿。我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，直接开启了模拟。模拟开启，消耗4点模拟点，当前模拟点剩余8。第一天，你身处湖泊之中，你没有犹豫，在嘱咐了老龟一番后，用胶尾卷起画卷，朝着西方而行。轻车熟路的你，没有在意路上的其他东西，一直往西而去。湖底，我看着面前不停闪动的湛蓝色荧幕，模拟提示我连续向西飞了18天，才终于抵达 K 山。我默默记下这个时间，莲花上的宝物8天，才终于抵达 K 山。我默默记下这个时间，莲花上的宝物还有54天诞生，这次我必须抢到。我压下杂念，注意力放回模拟内容上。第47天寻找登山口时，我发现越靠近 K 山，复苏的灵气浓度越高。第56天，头顶的月亮慢慢变成暗色，正朝着 K 山靠近，上面传来的召唤感让我心悸。稳妥起见，我没敢靠近查探。我越想越错愕，难不成 K 山真的是传说里的万神之乡？我赶紧收了思绪，抢宝物化龙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。第70天，我找登山口无果，便守到了 K 山西南的池塘边，那里果然聚满了等着抢宝物的修能之妖。第71天，青猿果然现身，几下就折杀了池边所有妖。我果断丢出魏成画像，金光炸开，瞬间秒了青猿，画像也跟着灰飞烟灭。我看得心头一喜，这宝物稳了。第72天，银灰色小草正式出世，我独占起势头妖，交身残迹进暗了池塘，拼尽全力杀光所有对手，抢到了宝物。我刚要吞服，就看见几百只青猿黑压压朝这边飞过来，我直接懵了，这玩意居然是群居的。我赶紧把小草吞了，转身就跑，还是被青猿追上折中，最后死在了池边。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跳出4个奖励选项，我本来还在头疼怎么对付群居的青猿，一眼瞥见第4个选项居然是我刚吞下去的那棵小草，我瞬间乐开了花。这次模拟赚翻了，我果断选了第4项，这宝物小草能拿到，谁还选别的？刚选完，我面前就冒出一根银灰色小草，它落进湖里，表面浮着一层淡银光膜，挡住了湖水。我一靠近，浑身都透着股从心底冒出来的舒适感，瞬间就明白这草比古树之果贵重多了，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吞了它，直觉告诉我，吞了这草我就能凑够3000年道行，直接化龙。我刚要张口，突然就愣住了，转头瞥了眼角落调戏的老龟，不对，我怎么这么忙？万一这草里有古怪能量，我阴沟里翻船怎么办？之前吞金乌羽毛被啄晕的事还历历在目，万一这草里有古怪能量，我阴沟里翻船怎么办？之前吞金乌羽毛被啄晕的事还历历在目，不行，得稳。我赶紧稳了稳心神，晃了晃焦头，决定先开模拟试试，最多耗点模拟点，总比拿命拼强。模拟开启，消耗4点模拟点，当前剩余4点。第一天，你在湖里一口吞下银灰色小草，浑身发烫，阵阵眩晕，直接陷入沉睡。我松了口气，没死就行，就是睡一觉而已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，结果一睡就睡到第45天。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消化完所有能量，道行暴涨，摸到了化龙的契机。我当时激动的
郊区都忍不住扭动。蛟和龙的差距天差地别，只有化龙我才能超凡，才能跟金乌、大鹏、金翅鸟那些神话存在对抗啊！我压着激动继续看，化龙需要我掀起洪流，顺着水流去海口渡雷劫，成功就化龙，失败就灰飞烟灭。我接下来几天拼命呼风唤雨，把整个森林都淹成了汪洋，顺着江河一路朝南往海的方向冲，走蛟化龙有进无退，我根本不敢停。第53天的时候，我到了一座人类城市，无路可退，只能冲进去。结果前面桥梁下悬着一柄古剑，一股极强的威慑感扑面而来，我硬着头皮往上冲，刚靠近就被古剑射出的金光打成重伤，没力气再驾驭洪流，一停雷劫直接劈下来，我瞬间变成了飞灰。你死了！我那颗火热的心脏瞬间凉透了，本来还以为能顺利化龙，居然死在了斩龙剑下。我之前只听过古人修桥会在桥下放斩龙剑防蛟龙走蛟，我还以为是传言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，还直接用到了我身上。我那张黑黢黢的蛟脸顿时更黑了。我在湖底沉默着，本来都做好走蛟化龙的准备了，哪料到桥梁下挂着柄斩龙剑，直接把我这头走蛟给拦住了。偏偏我对此毫无办法。前朝名臣画像不攻击人类，我拿这斩龙剑半点辙都没有，也没别的手段能对付他。难不成换条河走？我陷入沉思。走蛟化龙需要3000年修为，还要有汇聚洪流的力量，聚集洪流顺江河水道直入大海，渡过雷劫就能化龙。走蛟时没法认去大海的路，只能顺着水道变方向，换条路说不定真可行。反正我有模拟器，遇事不决先开模拟就行。我也想过提前探路，可血脉里的信息告诉我，无论怎么取巧都躲不过化龙的劫难。这斩龙剑说不定就是其中一劫。走蛟化龙，九死一生。没事，幸亏我有模拟器。我盘踞在湖底，打算先用模拟器刷出100%成功率再行动，甚至想试试能不能把模拟里化龙的结果反馈到现实。反正我绝不会轻易涉险，狗命最重要。该选择选项了。我看向面前的湛蓝色荧幕，3个选项分别是53天生存经验、53天体魄、雷肌肉。我没犹豫，直接选了第2项。这里面包含吞服小草的增益，选这个我的修为肯定能暴涨到化龙的程度。刚选完，一股强烈的暖流流遍我的郊区，力量成倍往上翻。那瞬间我感觉自己一尾巴就能掀翻巨山。一看修为数值3125年，我愣了愣，那根小草直接给我加了500多年修为，越往后修为越难长，这效果简直离谱。这就是化龙的契机吗？我抬起硕大的蛟头，蛟眸透过湖面直视天空，体内流淌着巨力，冥冥中还有信息告诉我，时机已到，随时可以走蛟化龙。但我压根没现在就动的心思，得先模拟出100%成功率再说。刚想继续模拟，我又否决了这个念头。刚长的修为得花时间消化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盹，可我怕一睡就过去10几天。正犹豫呢，视线扫到角落吸纳能量的老龟，顿时有了主意，叫老龟喊我就行。老龟，我发出低沉的牛鸣叫声，老龟四肢像螺旋桨似的，哗啦一下就冲到我面前。龙君，我在呢，交给你个任务，1天之后把我唤醒。我打算只休息1天，熟悉力量。是，龙君，我一定按时叫醒您。老龟唯唯诺诺答应，小眼睛看着我满是恐惧。我现在胸威滔天，说是凶兽都不为过。行了，去吸纳能量吧。另外3天后森林去吸纳能量吧。另外3天后森林里有枚古树之果要诞生，你领着水族去抢过来。古树之果对我没用，但对老龟帮助大，能培养就培养。老龟连忙满口答应，我没再多说。蛟眸扫了老龟一眼，扭动身躯落到湖底，一脚开始打盹。老龟看着沉睡的我满是疑惑，我的气息隔3差5就疯长，难不成我躺着就能变强？他不敢问也不敢说，老老实实溜回角落继续吸纳能量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被一股紧迫感唤醒，一睁眼就看见老龟的脑袋都快对到我脸上了。湖底，我盘踞在此，暗色的蛟眸瞪着面前的老龟。你说你叫不醒我，所以我睡了7天。刚刚你拿脑袋对我眼皮底下，也是想叫醒我。老龟扒着前肢急的摆手，连连说真的已经尽力叫我了，不能怪他。我也知道不是他的错，是我实力长得太多，身躯在适应才陷入深度沉睡，醒得快才只睡了7天。我让他先下去。老龟突然连声叫住我，说我要的古树之果他抢回来了，就在旁边。我扭头看去，果然有枚散发淡淡荧光的果子飘在不远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里见到古树之果，不过这东西对我没用。我让老龟把果子服下，提醒他消化的时候可能要沉睡一段时间，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老龟当场就愣住了，不敢信这么珍贵的宝物我会给他。我没心思跟他墨迹，转身就游到湖底另一边。原地的老龟愣了许久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臣服，拿着果子去了湖底角落准备吞服。还有40天就灵气复苏，我必须尽快找到100%化龙的方法，才有底气应对后续的危险。我打算这次试试往东走蛟能不能成功，谁知道开一次模拟的点数又涨了，要8点。我暗自吐槽系统时间伤，好在我现在有18点，还能模拟2次，果断开启了模拟。湛蓝色的荧幕浮现，字幕不停跳动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剩余10点，模拟开启。第1天，我冲出湖泊，发动天赋呼风唤雨，森林里的动物吓得四散奔逃。接下来几天我一直积蓄水势。第6天，整片森林接下来几天我一直积蓄水势。第6天，整片森林变成汪洋，电闪雷鸣的天空催我走蛟。我一尾巴抽垮挡路的巨山，带着洪流往东去，一路顺江而行，什么都挡不住我的洪流。可我总觉得不对劲，结束还没到，我心里一直提着警惕。第9天，我路过一座人类城市，心里警铃大作，刚冲进去就看见岸边有座兽类雕塑，正闪着金光震慑我。我蹲在湖底，聚精会神盯着面前湛蓝色的跳字荧幕，荧幕显示我路过水道岸边的兽类雕塑时，雕塑金光闪烁想镇压我，却没足够力量，只能放我离开。我看清那雕塑是兽身，长着个扁平的龙头，我瞬间明悟，现在才第9天。
天还没灵气复苏，这些神异物件没力量伤我。之前斩龙剑能斩我，就是因为碰上了灵气复苏。灵气复苏后再化龙，简直是地狱难度，人类才是最恐怖的。魏征画像、斩龙剑，现在又冒出来镇水雕塑，我越想越头皮发麻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。第10天，我驾驭洪流往东走，一路呼风唤雨，裹挟的水量越来越恐怖。第11天，我离入海口越来越近，心里异常欣喜。第12天，我眼看就要到入海口，面前突然横出一座巨山，山头悬着一轮烈日，我瞬间心凉，忘了东边近海有金乌坐镇，这条路必须穿那座山。果不其然，模拟里我被烈阳烤的洪流不断蒸发，哪怕力量翻涌冲破压制冲上去，还是被活活烧死。荧幕弹出3个选项：12天生存经验，12天体魄，炭烤焦肉。我盘踞在湖底叹了口气，走蛟化龙本就九死一生，有结束很正常，要想成功化龙，怕是得模拟几十上百遍。我选了12天生存经验，一股记忆立刻涌进我脑海，大多是驾驭洪流的技巧，我熟练度涨了不少。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那座兽类雕塑，我一下认出来那是龙生9子之一的避水兽功夫，古人雕来镇水防洪的。以前我只当是古人迷信，现在才知道都是真的。我越想越沉默，灵气没复苏，这些神异物件只能震慑我。现在才知道都是真的，我越想越沉默，灵气没复苏，这些神异物件只能震慑我。要是等灵气复苏，这些东西肯定也会跟着醒。人类传承了数不清的神话物件，果然是最恐怖的存在，苟着才是硬道理。我当即定下目标，40天内赶在灵气复苏之前必须化龙。接下来在模拟直接排除东边，有金乌坐镇去了就是死，剩下东南、东北、南边3个选项。南边虽然有斩龙剑，但灵气复苏前神异物件伤不到我，可以再试试走南边。我犹豫再三，选了下次模拟往南走。东南东北情况不明，南边好歹知道最大的坎是斩龙剑，现在灵气没复苏，斩龙剑伤不了我，应该能轻松过。就是不知道南边除了斩龙剑还有啥，我准备模拟试试，大不了死一次呗。我刚要开模拟，视线一转就看见湖里飘的银灰色小草，差点把这茬忘了。要不要模拟前先吞了这草，说不定能长实力。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否了，万一吞完又沉睡，拖到灵气复苏可就亏大了。等摸出100%化龙的法子再碰它也不迟，反正草就在这也跑不了。我收回目光开口，开启模拟吧。面前瞬间凝出湛蓝色荧幕，模拟开启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当前剩余2。这次模拟完得去猎取些猎物补模拟点了。我抬着焦头盯着荧幕。第1天，你冲出湖泊呼风唤雨，森林里的动物都吓坏了。第2天到第6天，你把整片森林淹成汪洋，开始走蛟，驾驭洪流往南冲，沿途草木土石全被卷进洪流里。第7天，你汇入南下水道，水势越来越猛。第8天，你冲垮沿途人类城市的所有泄洪手段，继续南下。第9天，你到了挂着斩龙剑的城市，斩龙剑只敢震不敢动手，你直接冲垮桥梁，带着斩龙剑继续走。我松了口气，果然没灵气复苏，这些人类神异物件大多没用。不过我也没敢放松，毕竟前朝名臣画像这类东西没灵气也管用，还是得小心。反正我本来就是来攒经验的，也没指望一次成。第10天，你感觉到入海口就在前面，只要进了海就能借海势抗雷劫化龙。第11天，你快到入海口了，忍不住加快了速度。我看着模拟进度有点慌，这也太顺利了，顺利的不正常。走蛟肯定有结束，雷劫只是一部分，肯定还有别的坎。我刚想到这，就看见模拟内容变了。快到入海口时，前面挡着个全是老弱妇孺的小村子，改水道会耗大量力量，降低渡雷劫成功率，不改的话全村人都得死。你犹豫的瞬间，洪流已经冲垮了村子，你沉默着继续往入海口赶。第12天，你到了入海口，雷劫却比预想的恐怖100倍，漫天雷电像要灭世，你3100年的积累连第1道雷都扛不住，直接被劈成飞灰，你死了。可选奖励12天生存经验，12天体魄，腌制焦肉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这雷劫也太猛了，我积累了3100年，连第1道雷都接不住，就算修到万年也未必能扛过去啊。不化龙就没自保之力，可化龙的雷劫根本渡不过，我彻底陷入了沉默。湖底，我盘踞在这儿，蛟眸里全是错愕，我真搞不懂，走蛟化龙怎么就这么难？雷劫的力量强到离谱，我靠着3100年修为，借洪流海势，居然连第1道天雷都扛不住，雷劫可不止1、2道啊，这雷劫地狱难度的吧？我正绝望呢，面前湛蓝色荧幕闪了起来，提示我该做选择了。3个选项分别是12天生存经验、12天体魄、腌制焦肉。我毫不犹豫选了第1项，另外俩对我没用，还不如换点走蛟经验。很快一股记忆涌进我脑子里，看完我更绝望了。记忆里直面天雷的画面，让我觉得化龙简直难如登天，说不定就第1道天雷猛，后面就慢慢弱了。我沉默半天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。本想再模拟一次，可模拟点不够，开一次要8点，我只剩2点，得去补施攒模拟点。可这森林里我没捕猎过的物种没多少，同一个物种只有第1次吞才能拿更多点数。我焦眸闪过凶光，实在不行就把整个森林的动物全吞了，总能凑点。我全吞了，总能凑点。我扭着娇躯要走，忽然想起老龟，本来想叫上它，可看见角落沉睡的老龟才反应过来，它吃了古树之果正在消化。我没多待，直接冲出湖泊，旁边喝水的动物没反应过来就被我一口吞了。我这力量对付普通动物就是天灾，30多米的娇躯横冲直撞，巨口一张，野猪梅花鹿全逃不掉。系统提示的那点零散模拟点我根本没当回事，这次的目标是整座森林。我一半身子藏在湖里，一半露在外头，焦头盯着前方琢磨，要不要呼风唤雨开路。倒不是怕动物，是怕人类或者那头神出鬼没的杂毛鸟。稳健点总没错，我转回湖里拿了画卷，用胶围卷着，跟着就呼风唤雨遮着身形，化作一道黑光冲进了森林。我一进森林，直接掀起一阵捕猎潮，所有动物的天敌只剩我一个，什么猛兽在我眼里都是移动的模拟点。森林里狂风骤雨，电闪雷鸣，时不时有动物惨叫，残寂气味混着雨水散了又冒。这场天灾整整持续了1个晚上才停，大半森林的动物都没了。我藏在南边仅剩的深海
态凛凛，盯着过往的动物没再动手，吞了一晚上早就饱了。模拟点也攒了不少，查看模拟点，我调出系统面板，日常发了2点，现在总共有22点，距离灵气复苏还有39天。我之前剩2点，加上今天发的2点，合着清了大半座森林才赚了18点。这普通动物给的点数也太慢了，要是能吞了那些神话存在，肯定能拿好多模拟点。我刚起劲了下，想到自己连画龙都做不到，瞬间掐了念头，反正也没事，现在点数够了，不如回去琢磨下接下来怎么模拟。我刚要扭着娇躯走，忽然听见一声虎啸，我抬眼看去，一头浑身带伤的老虎正独占群狼，它身后还护着一只小梅花鹿。我瞬间来了兴趣，这梅花鹿是老虎的私生子，老虎怎么能生出梅花鹿的？我动了动庞大的娇躯，凑得更近了些。森林里正上演着惨烈的一幕，浑身带残疾的母虎护着幼小的梅花鹿，正和狼群对峙。母虎护着幼小的梅花鹿，正和狼群对峙。正常情况，狼群根本不敢招惹老虎，毕竟老虎是森林食物链顶端的猛兽，发起狠来能咬死几头狼再全身而退。可这头母虎受了重伤，伤势过重，已经到了生命尽头，还死不肯离开，才给了狼群可乘之机。没人注意到，不远处我正盯着这一幕，我卧在边上悠闲评价，这老虎都快死了，还护着个梅花鹿，这俩怎么看都不像一家子。我搞不懂老虎为什么要护着梅花鹿，但知道它肯定活不成了。原来是头母虎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搞不好是他自己的幼崽死了，把这小梅花鹿当成自己娃了。这种事我之前也见过，只是没想到今天能碰上。我本来没打算管，估摸着最多半小时，这老虎就得死。他要是自己跑还有活路，死守着梅花鹿肯定活不成。我正感慨这老虎有几分人性，狼群只剩兽性，准备回湖泊，突然愣了神，人性、兽性，我瞬间抓到了走蛟化龙的关键。蛟是凶兽，满身兽性，可龙是瑞兽、神兽，走蛟化龙哪光是身躯变化，更是要化掉这份凶性兽性啊！之前模拟时我冲垮了人类村子，满是凶性，天雷当然不让我化龙。民间那么多龙庇护村子的传说，搞不好就是蛟龙化龙前要明悟人性。我前身本来就是人，哪用特意去悟？我正激动要去开启模拟，转头就看见母虎撑不住倒了，狼群欢呼着围上去，小梅花鹿吓得瑟瑟发抖。好歹是他们让我悟了关键，就帮母虎完成心愿吧。我瞬间窜出去，一口把整个狼群都吞了，跟着用胶围卷了发抖的小梅花鹿，没一会儿就飞回了湖边，把鹿放下我就潜回了湖底。我盘踞在湖底，激动开启模拟，模拟开启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剩余14点。第一天，你冲出湖面，把小梅花鹿放到高山后，熟练催动能力呼风唤雨，很快淹了整个森林。第5天，你停止催动能力，整个森林成了蓄水池，比上次快了1天。应该是之前的记忆奖励提升了能力熟练度，你驾驭洪流往南走，沿途一切都成了洪流的养分。奖励提升了能力熟练度，你驾驭洪流往南走，沿途一切都成了洪流的养分。第9天，你途径人类城市，再见到熟悉的桥梁和斩龙剑，直接驾驭洪流冲垮桥梁，继续往南。第11天，你到了入海口前，面前出现那座人类小村子，你直接改了洪流方向，绕开村子劈出新路，虽然耗了不少力量，还是成功到了海里。来了，能不能化龙就看现在，只要不被第一道天雷劈死就不亏。我睁着焦眼死死盯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，湖底，我盘踞在一块巨石上，瞪着瘆人的焦眸，盯着只有我能看见的湛蓝色荧幕。荧幕里弹出模拟内容，我驾驭洪流入海，力量大涨，刚要感受变化，就感应到要渡雷劫。我没犹豫，操纵海势飞天，扭动娇躯做好接劫准备。漫天乌云凝聚，第一道雷猛地劈下，剧痛席卷全身。可我感觉身躯正在新生蜕变。看到这我愣了愣，许久才回过神，第一反应就是激动。我的想法果然没错，走蛟化龙最关键的一步是心性变化。我及时调整后扛过了第一道雷劫，说不定这次真能化龙。我满心期待，可又没底。走蛟的雷劫绝不止一道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全扛过去。模拟还在继续，我在天上接受雷电洗礼，浑身被劈得焦黑，疼得几乎昏厥，全靠血脉里的不屈凶性硬撑。第12天，我被劈了整整1天，身躯极度虚弱，却又有生机弥漫。我隐隐感觉雷劫结束，身体开始发光，就要化龙。刚松了口气，就看见海岸边来了好多人类，看见乌云里的我纷纷惊呼龙，我大惊失色。下一秒，一道远超化龙雷劫的恐怖天雷劈了下来，我无路可退，凶性大发，硬拼天雷。我3000年修为耗尽，生机全毁，无力坠落在岸边。人类纷纷拿桶装水泼我想救，我却连动都动不了。第13天我死了，遗骸被风卷过，只剩龙骨。人类把这是叫 H 口坠龙事件。随后弹出3个选项：13天的生存经验，13天的体魄，腐烂的龙骨。我看得憋屈的不行，我压根没料到海岸边3天的生存经验，13天的体魄，腐烂的龙骨。我看得憋屈的不行，我压根没料到海岸边会有人类。可也能理解，我走蛟仙的洪流是洪灾，人类肯定要来救灾，撞见我渡劫不奇怪。可明明都快成功了，就因为龙不可献祭，遭了天谴，换谁能不气？我终于明白血脉里对人类的种族仇恨是哪来的了，搞不好不止龙属，其他妖类也有这种限制，难怪妖类都仇视人类。算了，不想这么多了，这次能渡第一道雷劫，证明我方向没错。我盯着3个选项琢磨，选项2是13天的体魄，模拟里我已经渡完雷劫开始化龙了，只是中途被打断，选这个是不是就能接着化龙？我刚动心思，湛蓝色荧幕又弹了出来，专门解释选项2的体魄只有实力增益，不会局限当时的化龙状态。我愣了愣，才反应过来是自己想多了，直接选了选项1。片刻功夫我就消化完了13天的走蛟经验。寻常蛟龙走蛟只有1次机会，要么成要么败，哪像我能靠模拟器堆经验。现在走蛟成功基本能保证，可怎么才能避免渡劫时碰到人类？我头疼得很。这个世界毕竟是人为主，我先洪水肯定会被人类注意到，一被发现就必死，除非能缩短渡劫时间，在人类赶来前就化龙成功。等我化龙了，非得搞清楚龙不可献祭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洪武年间又发生过什么？这规则把我卡得太恶心了。可怎么缩短渡劫时间？我想破头也没辙。现在是现代，
人类发现我太容易了，不像古代交通不便，还能趁人没到就渡劫完，老龟还在沉睡，不然还能让他帮忙堵人。早知道就不让他那么早吃古树之果了，要不然我去拐几只妖，让他们帮我拦着来的人，总归是个办法。反正有模拟器当是错器，我多模拟几次，总能找到万无一失的办法。我向来是模拟冒险，现实稳健，打死也不会在现实里瞎试，稳得很。我在原始森林的湖泊底随意游动，重点围着黑羽毛、画卷、银灰色小草打转，正发愁怎么在人类赶到前走教化龙，这3样东西都派不上用场，我实在是没辙。龙不可献祭的规则太坑人，灵气复苏前它限制我不能露面，复苏后限制是没了，可走教化龙直接变地狱难度，人类那些神异物品随便来一件我都扛不住，难不成真要拐几只厉害的妖去堵人类？这办法我实在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用，太不靠谱了，万一放进来1、2个人我还是要完蛋。灵气复苏前被看见就死，复苏后难度爆炸，就不能取个中间值吗？我刚吐槽完突然愣住，整个人卧在湖底，取中间值好像真的行啊，我只要卡准时间就行。还有39天灵气复苏，到入海口要11天路程，我第27天出发走礁，第38天刚好接近入海口，第39天灵气复苏的时候正好入海渡劫，这不就刚好避开2个坑？我一下就激动了，这办法说不定真能让我化龙，当即就喊开启模拟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现在剩6点，等这次模拟完得琢磨怎么赚模拟点。我现在大部分心神都挂在模拟上，说不定这次就能模拟成功化龙。前18天我一直憋在湖里蓄力，哪怕走礁的感觉越来越浓也压得死死的，我忍不住暗喜，不愧是我，稳健型蛟龙。模拟还在继续，第27天我算准时间冲出湖面，把小梅花鹿送上高山后就开始呼风唤雨。第32天攒够了水，正式走礁，驾驭着洪流往南边入海口冲。谁知道我经验太足，走得太快，第37天就快到海边了，只能刻意放慢速度。第38天我压着洪流的速度，人类想泄洪根本没用，我躲在洪流里不停呼风唤雨补水。第39天我刚好挨到入海口，灵气复苏的瞬间我血脉沸腾，拐了个道避开路上的小村子直接入海。刚进海就感觉到该渡雷劫了，我看到这开心坏了。灵气复苏后入海，龙不可献祭的限制直接失效，我可以光明正大渡劫。之前模拟我都渡成功过，这次肯定能化龙。我盯着荧幕继续往下看，雷劫劈下来居然没之前疼，我琢磨着是不是灵气复苏前老天偏帮人类，对妖类雷劫加了成，复苏后万物帮人类，对妖类雷劫加了成，复苏后万物平等，雷劫就变弱了。第40天我扛过雷电洗礼，浑身疲倦，却有生机在体内流淌。渡劫时岸边不少人高呼龙，我没理会，专心扛雷。雷劫结束的瞬间，黑芒从我身上涌出，我直接退去郊区，化成数百米长的黑龙，在天空盘旋飞舞，张牙舞爪，真的成功化龙了。我当时激动的不行，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。从锁龙井出来，我见过不少神异存在，早就渴望化龙获取力量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。虽说这次是卡了灵气复苏的节点，算作弊，可我一点不气馁，有这次成功经验，以后我还能找更多方法走礁。我压下激动的心思，继续看模拟内容。化龙之后模拟还没结束，第41天我在天上腾飞许久，岸边聚了不少人朝拜，我没理会，专心感受新得的龙躯天赋，打算遁入海洋慢慢体悟。谁知道我刚要入海，一道身影猛地冲出来拦路，我被迫腾空看去，那是只几10米大的猿猴，白头青身，火眼金睛，浑身缠着煞气，明显是个大妖。他说这海河南边水脉都归他，让我臣服。我刚化龙信心正足，当然不肯，当场就跟他打了起来。第42天我俩激战1天，我占上风却没法快速拿下他，看得出来他实力衰退没到巅峰。我本想直接制服他，免得他恢复实力报复，就改了打法以伤换伤，谁知道他直接召唤上万水妖精怪助阵，我一声龙吟就把这些小妖全吓散了。他当场发狂跟我死战，我渡劫的伤还没好，扛到最后落败身死。你死了。面前弹出3个奖励选项，我看得一阵无语，从哪冒出来的水猴子？我本来以为我会死在跟杂毛鸟的战斗里呢，不过好歹成功化龙了，不算亏。一道龙吟就能遣散上万小妖，这龙的力量也太猛了，就是这水猴子好像更猛。等等，这猿猴白头青身，火眼金睛，掌控水脉，还能召唤水怪，这不就是传说里的无之启？大禹治水的时候他出来作怪，连天神都拿他没。传说里的无之启，大禹治水的时候他出来作怪，连天神都拿他没办法，最后是应龙出手才降服，关在了巨山脚下，甚至还有说他是石猴大圣原型的，难怪他能跟龙打，这还没到巅峰呢。我有点纳闷，无之启的 H 水不是在东边吗？怎么跑南边来了？哦对，东边有金乌在，这货是欺远怕硬，不敢惹金乌才跑南边来的，刚好撞见我刚化龙，想收服我当小弟，没想到我能打伤他。我数了数，金乌、大鹏金翅鸟、青猿、渭城画像、斩龙剑、功夫雕像、K 山，现在又多了个无之启，神话生物越来越多了，难不成灵气再复苏下去，所有神话生物都会现身？搞不好他们本来就存在，只是跟我一样被封了，现在才慢慢出来，谜团越来越多，我也懒得想，早晚能弄明白。我看向3个奖励选项，42天生存经验，42天体魄，生腌龙肉，肯定选第2个，那可是化龙后的体魄，说不定还带黑龙天赋，选了肯定实力暴涨。选择选项2，我快速做出选择，选择选项2，我在3个选项里选了第2个，紧接着我体内涌出一股电流般的触感，酥酥麻麻的，完全不像之前的暖流那样舒服，但我能清晰感觉到电流走过后，我的身体在快速变强，这不是常规境界带来的提升，纯粹是血脉升华的效果。我忍不住发出如牛的吼叫，在湖底扭动身躯，张牙舞爪，片刻后才停下来。电流消失后，我脑海里多了一大堆血脉传来的天赋信息，太多了，我一时半会根本整理不过来。好在系统主动弹出湛蓝色荧幕帮我整理。宿主新增天赋：龙威、腾云驾雾、鳞甲之长。龙威，龙类专属威压，血脉越高威压越强，对血脉低于龙类的存在有绝对压制。我心里一阵惊喜，虽然天赋本身对类
类生物为你所用，居然是3个龙类专属天赋，我心里一阵惊喜。虽然天赋本身对应实力提升有限，但血脉升华实打实增强了我的躯体力量。不过我现在还不是真龙，用这些天赋效果肯定会打折扣。我盯着鳞甲之长的介绍愣了愣，号令鳞甲类生物，怎么有种要我去当龙王建龙宫的感觉？太招摇了，绝对不符合我稳健的道心，我才不会干这种傻事。我又忍不住好奇，我现在到底算龙还是蛟？一半龙一半蛟，有龙的天赋，血脉也接近龙，可躯体还是蛟的形态。我本来想继续模拟走蛟化龙，找个100%成功的办法，可惜模拟点数只剩6点，开一次模拟要8点，根本不够。现在得靠吞食动物赚模拟点数，这森林里已经没什么活物了，只能往外找，但我又不敢随便出去，万一被人类撞见就完了。稳健才是王道。思来想去，我想到了刚得的鳞甲之长天赋，我不用亲自去啊，能号令别的动物去啊。我当即扭动蛟躯冲出湖面，水花溅得老高，这森林早就被我之前清场清得没多少活物，安静得很。旁边另一座湖泊就不一样了，我没怎么清理过，里面水族多的是。我冲着那湖泊发出一声咆哮，发动鳞甲之长天赋。一开始湖面没动静，我还以为天赋失效了，没成想下一秒整个湖面像开水一样翻涌，无数水族浮了上来，个个都敬畏地看着我，奉我之令去四方大山把所有动物都抓过来。我开心地下了命令，水族们应声而动，纷纷往岸上爬。可等我看清上岸的水族，当场就沉默了。鳄鱼、螃蟹、虾上岸也就算了，一堆鱼蹦蹦跳跳的，还有好多根本不能上岸的水族，都用奇奇怪怪的姿势往岸上挪。我也算第一次见识到鳞甲之长的效果，这不光能号令水族，还能把它们逼疯啊！我一半蛟躯泡在湖里，一半露在水面，漆黑鳞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硕大的蛟头盯着前方，面前是源源不断返回的水族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昆虫。我心里吐槽，早知道这些水族不靠谱，没想到能这么离谱。能上岸的水族还算尽力，抓了不少昆虫回来，只是没多少模拟点数。那些鱼类水族就过分了，一去不复还，估计是被吃了，真就是水族外卖员。我吃了不少昆虫，也才涨了1点模拟点，照这速度，到灵气复苏都模拟不了几次。不行，不能靠这些水族，我现在缺模拟点数，短时间拿大笔点数只有3个办法：一是亲自出去捕猎进阶妖，我向来狗得很，不可能去；二是吞了湖底忠心耿耿的老龟，也不行，老龟还能帮我稳心境；三是吃那根银灰色宝草，我又不太愿意，一来想留着反复刷模拟，二来怕吃了陷入沉睡浪费时间。我本来打算等第2天模拟点数到了再试，谁知道刚想到这，面前突然跳出湛蓝色荧幕，发放日常模拟点数2，当前剩余9，居然说到就到，又1天过去了，距离灵气复苏只剩38天。我眸色一沉，转身返回湖底，回湖底盘踞好。我看了眼沉睡的老龟，又看了眼发着银灰微光的小草，果断开启模拟。现在我血脉无限接近龙，就想试试不走巧，走蛟化龙会是什么结果。模拟开启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当前剩余。第1天，你吞服银灰色小草，只觉体力充沛，没有其他变化，也没陷入沉睡。你收拾好心态，感知到化龙契机，开始走蛟，把岸边小梅花鹿放到高山，呼风唤雨积蓄洪流。我有点后悔，早知道趁还是蛟龙的时候多刷这根草了。现在血脉接近龙，草居然没效果了。第2天，你只用1天就积蓄好洪流，整个森林变成蓄水盆，呼风唤雨能力大幅提升，你驾驭洪流南下走蛟。第3天，你继续南下，冲垮所有阻碍。第4天，你就抵达了入海口，路过人类村子时轻车熟路绕路进了海，我都惊了。4天就走完蛟，这就是血脉提升的好处啊。第5天，你感知到雷劫降临，直接冲进乌云里，雷劫对你半蛟半龙的身份迟疑了许久才落雷，劈在你身上只有酥麻感，根本没受伤，你干脆凑上去硬抗所有雷电，很快度完结，退下郊区变成数百米长的黑龙，我都愣了，居然真的赶在人类发现前度完结，硬抗雷劫都没事，这血脉也太强了。第6天，你正准备遁回大海，预料中的无知奇没出现，反倒有一道遮天蔽日的黑影朝你飞来。我盯着湖底荧幕的文字，满脑子都是猛的，这扁毛鸟怎么又来了？真就阴魂不散，都杀过我多少次了？我紧紧盯着荧幕，想知道化龙后能不能和他打，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拼了命也要击败这鸟，就算耗尽全力也要打倒他。我和他的仇从锁龙渊那会就结下了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6天，我化成黑龙正准备遁入海里，预料中的无知奇没来，反倒来了个遮天蔽日的黑影。我一眼认出是大鹏金翅鸟，怒火瞬间上来，当即呼风唤雨增强威势。那鸟一展足有1000米，浑身带着蛮荒气，我能感受到巨大的威胁，越发警惕。它双翅一扇掀起飓风，直接吹散乌云停了雨。我丝毫不惧，一声咆哮就平息了飓风。龙尾一甩卷起冲天海浪拍过去，它翅膀一震把海浪打散。我们交手一招就平手对峙，我清楚自己刚化龙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当场就起劲了，血脉都在沸腾，就算打不过也能过2招啊，那耗尽全力也能打倒他。我接着往下看，对峙半天，大鹏金翅鸟突然开口问我，没灵气复苏的时候是怎么走蛟化龙的？我没答，龙躯紧绷，随时准备动手。他见我不说话，又说南方全是他的领地，让我别侵犯。我见他好像没打算动手，就说我不进南方，要去海域。他听完煽起狂风让我走，我闻言转身就走，想赶紧遁入海里借海势脱身。谁知道我刚转身，他突然提速冲过来，一爪子抓得我龙鳞乱飞，疼得我当场转头反击，一口咬中他的翅膀，可他翅膀硬得很，只能咬伤，根本撕不下来。他反倒啄中我的伤口，
抽走了我的龙筋，我疼得快要疯了，拼死要反击，他却根本不恋战，叼着我龙筋就走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。不恋战，叼着我龙筋就走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，最后无力坠进海里，龙身一痕染红了海面，我气得火冒三丈，这破鸟真就是个阴货，身为神话存在的脸都不要，言而无信是吧？我狗是狗，但不代表我怂，他这么欺负我，我以后肯定要报复回来。模拟里我打不过，等我现实实力远超他的时候，就是他落败之时。我正压着火准备选奖励，突然发现荧幕字幕还在跳，模拟还在继续，我居然还没死。第7天，我没了龙筋动不了，在海面上飘着正绝望呢。吴之奇突然出现，把我拖进深海，我本就重伤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第8天我醒过来，躺在水底，旁边站着吴之奇，我正纳闷他为啥救我，交涉后才知道，他想收我当手下对抗大鹏金翅鸟，带我回来是看我能不能痊愈，要是好不了就把我吃了。我能感觉到生命力在不断流失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。第9天我伤势越来越重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吴之奇说我算是妖中天才，龙族背负诅咒，灵气枯竭的时代还能走蛟化龙。我问他知不知道龙族诅咒的事，他说不知道，只说天地曾经灵气复苏过，中途被人阻止了，那人斩断天下龙脉，硬生生把灵气复苏推后了几百年。龙族诅咒说不定和这事有关。第10天我终于撑不住，不甘的闭上了眼，死了之后弹出3个选项：10天生存经验，10天体魄，死去黑龙的怨气。我没想到多活这几天居然是吴之奇救的，他倒是挺坦率。不过他说的灵气复苏的事，老龟之前跟我提过，洪武年间灵气复苏，刘文博斩的龙脉，难道是为了推迟灵气复苏？难不成明开国帝担心龙族反扑，才用手段让龙不能献祭？我正困惑呢，血脉突然沸腾起来，闪过一段很短的记忆片段，我当场愣住了。明朝覆灭居然和龙族有关，我突然想起个有意思的事，清朝前身本来叫后金，叫后金的时候被明朝摁着揍，说来也怪，改成大清之后就反过来摁着明朝揍了。古代王朝讲究武德更替，元朝改成大清之后就反过来摁着明朝揍了。古代王朝讲究武德更替，元朝属金，明朝成火德火克金，清朝成水德，刚好克火，水对应的可不就是龙吗？龙本来就会呼风唤雨，清朝部族旗帜还是五爪龙的图案，说不定就是龙族要报复明开国帝，才让后金改名叫大清，借国运暂时躲过龙不可献祭的限制，帮着大清打明朝。反正我得到的记忆片段确实说有龙参与了明朝覆灭，而且明朝后期天灾本来就多，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我看着眼前的湛蓝色荧幕，面前跳出3个奖励选项，分别是10天生存经验，10天体魄，死去黑龙的怨气。我没多犹豫，直接选了第2项10天体魄。这奖励包含我化黑龙后的体魄提升。一阵电流闪过，我只感觉到一丝酥麻，随后就察觉到郊区在不断增长，等异样感消失，我扭头一看，差点惊了，之前才30多米的郊区，现在居然接近100米，想来是我血脉暂时没法提升，奖励就全用在了强化躯体上。力量提升是实打实的，100米长的郊区威力比之前强了不知道多少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小湖已经装不下我了，潜水不养真龙，我得找个更大的江河住，阔湖肯定不行，动静太大容易被人类发现。我开始琢磨往哪挪窝，西边 K 山太危险，清源就够我头疼的，北边情况未知，肯定也有神话生物站着，犯不上浪费模拟点去探。南边水脉是吴之奇的地盘，我没必要跟他死磕，算来算去只有东边最合适。那头金乌虽然厉害，但我不主动靠太近，他就不会主动攻击，比那阴损的大鹏金翅鸟靠谱多了。打定主意，我扭头一口吞了旁边的巨灵草，提示跳出来，获得53点模拟点，虽然不多，也够我模拟好几次的。我打算这次先去东边找合适的安居地，再往南走郊，那路线我熟，没什么风险。等下次碰到大鹏金翅鸟，我还能先用渭城画像赢他一把。我窝在湖底的石头上，望着面前的荧幕开启模拟，模拟开启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当前剩余446。模拟第1天，我身处湖泊中，用胶尾卷起画卷和黑色羽毛，临走犹豫了下，连沉睡的老龟也一起带走，没管岸边的小梅花鹿，我招来倾盆大雨，腾云驾雾离开。接下来几天我一路往东走，所过之处雨势惊人，多地闹起水灾，人类动用仪器查原因，被我轻易隐匿身形躲了过去。第9天，我碰到一条直通大海的大型江河，听岸边人说这是 H 江，我当场愣了，这不是传说里 H 江水神吴之奇的老家，他就是被金乌赶到南边的。我跑到这来，会不会遭金乌攻击？我莫名有点紧张，继续往下看模拟。第10天，我把羽毛、画卷还有老龟放在 H 江上游的巨石上，刚要巡视，黑羽毛突然闪起红光，这是靠近金乌才会有的反应，再不阻止金乌就要察觉赶来了。迫于无奈，我一口把黑羽毛吞了。没想到预想里的烈火焚身没出现，反倒一阵饱腹感。我完全没料到这情况，上次吞黑羽毛我直接被烧死了，现在居然没事。我很快反应过来，是我现在实力够强，100米郊区血脉无限接近龙，还有龙之天赋，自然扛得住。第11天，我开始巡视 H 江上游，释放龙威宣示地盘，找了半天都没见到别的高阶妖。第12天才搞清楚原因，河底黄泥下沉着座铸铁水牛，我一靠近，铁牛就传来阵阵金光，不过只有微弱的震慑作用，根本伤不到我。我瞬间认出这是镇河铁牛。古人按5行说法，牛属土能克水，大禹治水时每治一条河就沉1座，用来压河水里的妖血。这玩意对旁人有用，对我可没用。我交尾一拍，直接把镇河铁牛拍碎，再也散不出金光，才返回巨石栖息。第13天，我感觉化龙气机越来越浓，开始呼风唤雨逼退两岸人类，准备走蛟化龙。第14天，水势足够，我驾驭着 H 江水势往南走，熟练绕开熟悉的小村落，直接入海。第18天，我感知到雷劫到来，主动冲出海面渡劫，成功退下郊区，化作一条长达1000米的黑龙。我有点诧异，之前化龙才数百米长，看来是蛟龙时期基础打得够牢，化龙后才更强。我化作黑龙后没走，用羽势
遮了身形，卷好画卷静静等着。没一会儿，一道遮天蔽日的黑影朝着我飞了过来。湖底，我窝在石头上看模拟。第18天，一道遮天蔽日的黑影朝我飞来，不出我所料，是大鹏金翅鸟。我赶紧用龙尾卷好画卷，避免被发现。大鹏掀起的飓风直接吹散了云层。他开口问我是怎么画龙的，我充耳不闻。他又说南边是他的领地，让我立刻离开。我嘴上答应着，转身就走。下一秒，我突然发难，龙尾一甩就把画卷朝他丢了过去。画卷展开，露出魏征画像，数十道金光接连射向大鹏。大鹏瞬间中招惨叫，凌雨乱飞，暗色浸透海面。画像打完一击变得残破不堪，径直坠进了海里。看到这，我心情无比舒畅。这大鹏之前杀了我无数次，还总赢我，这下总算栽了。虽然这一击不至于让他重伤，但也够他受的。我当下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，满眼火热的继续往下看。模拟里大鹏受伤就要逃，我不依不饶追上去。缠斗中，他的鸟会着中我的龙躯，我的龙尾也狠狠拍在了他身上。我力气大，直接把他拍得砸向地面。正要乘胜追击，他双翅突然冒出阵阵金光，转眼就窜上天跑了，速度快到我根本捕捉不到。我看得都愣了。我画龙之后实力可不弱，这大鹏挨了2下居然还能跑这么快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没了大鹏阻拦我顺利画龙，我本来还以为自己要去称霸南边，结果接下来的模拟内容直接给我整懵了。第19天，我放着大海不去，反倒回了 H 水栖息。说比起未知的大海，还是熟悉的 H 水更适合苟着。接下来10多天我啥也没干，天天闷在 H 水上游蛰伏，哪怕察觉到灵气复苏也没管，一门心思提升实力。第41天，我听见 H 水两岸的百姓哭诉，才知道之前我走教毁了不少庄稼，现在又遇上大旱，庄稼都快枯死了，这是跟我脱不了干系。我思索片刻就呼风唤雨，给两岸降了充足的雨水，结果第2天居然又旱了，我只能再降1次雨。谁知道第3天旱情更严重，连 H 水水位都降了不少，这下我彻底上心，降完雨就盯着岸上的动静。第44天，我终于找着了根源，附近山谷里有只怪鸟，长着人一样的脸，4只眼睛还有人耳，它飞过的地方就会大旱。我冲上去问他为什么搞鬼，他居然挑衅的看了我一眼就跑，速度快的我一时半会都追不上，好不容易追上，我一尾巴就把他拍死了。结果抬头就看见一轮小太阳悬在跟前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强烈的红光就把我焚烧殆尽，我直接死了。看完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怪鸟是想去虎吞狼，故意引我去碰金乌，想借金乌的手杀我，结果没料到我速度够快，先把它宰了。我倒是好奇这怪鸟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湖底里，我绞尽脑汁琢磨那怪鸟的来头，长着人脸，4只眼还有一对人耳，所过之处全是大旱。很快我就猜出来，这是传说里的鱼鸟，相传它一出现必然天下大旱，古时某朝它现身过，那年整个夏天滴雨未下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原来是神话里的存在，有着速度和脑子也不奇怪。我暗自警惕，以后得多小心这类神话生物，也觉得自己还是不够稳健，早知道就不该追这鱼鸟。我看着不远处沉睡的老龟感慨，还是得靠老龟啊，论狗还是老龟专业，他要是在肯定会拦着我追。我忍不住想着老龟什么时候才能醒，不过神话存在也分3、6、9等，这鱼太弱，对付人类还行，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。星源也弱，但胜在数量多，像大鹏、金翅鸟、金乌、五只旗这些实力就很强了。我清楚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，我画黑龙的实力至少是中等层次，鱼这类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该选奖励了，我看向这次的3个奖励选项：44天生存经验、44天体魄、黑龙标本，想都不用想选第2项。我想试试44天体魄、黑龙标本，想都不用想选第2项。我想试试蛟龙之躯能成长到什么地步，等没法再成长了再画龙，实力肯定能达到恐怖的程度。我选完奖励，郊区里出现一股微弱的熟悉电流，只让我长了10来米，我有点失望，琢磨是不是蛟龙之路走到头了，该画龙了。没成想我失望的时候，体内力量突然暴涨，飘飘然的，是实力大幅提升了。我都很久没这种感觉了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想提升特别难。看到面板显示当前实力积累4235年，我直接懵了，我原先才3125年，一下子涨了1000多年，我实在想不通。这次模拟也没干啥，就把大鹏金翅鸟打成重伤，击败了鱼鸟，给两岸人类布了场雨，别的也没了。击败神话生物我以前也干过，重伤大鹏是之前的事，真要加实力积累早加了，难不成是给人类布雨加的？虽然觉得离谱，但目前只有这个解释最合理。下次模拟可以专门试试，我没打算继续模拟，实力涨太多得花时间熟悉。熟悉力量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盹，就是老龟没醒，我怕睡过头，可又不得不睡。最后晃了晃焦头，决定还是睡，总不至于睡到灵气复苏之后。我看了眼画卷，黑羽毛和沉睡的老龟，闭上焦眸打盹，精神还绷着，不敢完全放松。我寿命动辄万年起步，真放松了天知道会睡多久。我睡着之后，整个湖泊都安静下来，只有那根黑羽毛散发热量煮的湖水沸腾。我沉睡时无意识散发出龙威，随着我熟悉力量，龙威越来越强。谁知道这股龙威竟然把老龟提前弄醒了，老龟以为有危险，硬生生被心神催醒。他睁眼就看见100米长的黑蛟，直接傻了。这是几千年后了，龙君实力进到了这种程度。我吃了颗果子睡了几千年，老龟直接陷入了沉思。原始森林的湖泊底，我慢慢醒了过来，身上散出的龙威渐渐收敛。我睁开瘆人的蛟眸，这次沉睡后彻底掌控了体内的力量，就是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正无奈呢。一道螺旋桨式的，这次沉睡后彻底掌控了体内的力量，就是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正无奈呢。一道螺旋桨式的黑影咻的从我面前窜过，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老龟。我喊了他一声，老龟看见我立马凑过来，一脸惊惧：龙君您醒了，我睡了1000年啊，外面世界都变天了，整个森林连只老鼠都看不到。我当场就懵了，我睡了1000年，这怎么可能？正混乱呢，面前突然弹出湛蓝色荧幕，本次沉睡10天，共发放模拟点数20，当前剩余66。哦，合着才10天，我顿时无语。问完才知道，老龟是被我的龙威
威唤醒的。见我长到100米郊区，加上森林里没动物，就误以为过了1000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搞错了，你都已经睡了3000年了。说完，我扭着娇躯挪到湖底角落，准备开模拟。我窝在石头上算账，睡了10天，离灵气复苏只剩28天，时间紧得很，得赶紧多模拟提升实力。很快我就定好模拟方向，先画龙揍那杂毛大鹏鸟，再去 H 水给人类部鱼长修为。老龟自己先去 H 水等着就行。我点开模拟面板，消耗8点模拟点，开启模拟，剩余点数58。第一天，我吞下黑色羽毛，卷上画卷，嘱咐老龟带岸边的小梅花鹿去 H 水，随后开始走教画龙。第二天，我呼风唤雨，遇着洪流往南走。第3天，我飞快赶到入海口，避开村子，冲进大海渡劫。一阵黑光过后，化作1000米黑龙。第4天，我在原地等来了大鹏金翅鸟，丢出画卷就上去揍，直接把它打重伤，可还是没拦住它跑了。我看着模拟内容啧舌，这杂毛鸟速度是真快，哪怕重伤我也拦不住。不过本来我也只想揍它一顿出气，没打算杀它。我接着往下看。第5天，我腾云驾雾，用暴雨遮着身形往 H 水赶。第8天，我到了 H 水上游，一尾巴抽碎镇河铁牛，找了一圈没见着老龟，只能往下游找。第9天，我在下游角落找到了老龟，它旁边还跟着那只小梅花鹿，居然能在水里呼吸。老龟说之前吃的古树之果给了它让岸上动物水下呼吸的能力。我看着这段内容，默默转头看向旁边还在发猛的老龟。湖底角落，我卧在那，时不时瞥一眼老龟。我知道这老龟狗，可没想到能狗到这么离谱的程度，吃了古树之果有了新天赋，偏要藏着掖着。这藏舟的法子倒是不错，我都想学，关键时候掏出来，绝对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。我抬着胶头，接着看面前的荧幕。第10天，我带着老龟和能水下呼吸的小梅花鹿返回 H 水上游，散出龙威宣示领地。第11天，我见 H 水两岸久旱，试着布鱼想看看能不能长修为。接下来连续几天我都在感受龙躯变化，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满脑子疑惑，之前布鱼明明长了大量修为，难道真的只有击杀鱼鸟才会长？不对，我之前击杀青猿也没见增幅啊。哦对了，上次布鱼是灵气复苏的时候，现在还没到时候，等灵气复苏说不定就有用了。我算着日子，第28天就是灵气复苏的时间。第28天灵气复苏刚到，我立刻呼风唤雨，控制雨量刚好够庄稼吸收。第29天，老龟来报说小梅花鹿性情暴躁，我知道是灵气复苏的缘故，让老龟帮忙压制，毕竟之前画龙多亏了护着他的那头老虎，我得照顾着点。第30天，我果然感受到修为长了，可才长了3年，我当时就懵了，上次明明长了1000多年啊，这差的也太远了，肯定有哪里不对。接下来几天 H 水两岸反复干旱，我知道是鱼鸟在搞鬼，每次都要布雨救灾，可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它的踪影。第34天，我终于在山谷里堵到了鱼鸟，一尾巴就将它制服，之后两岸再也没闹过旱。第35天，突然有一股力量涌进我龙躯，修为暴涨，我蛟眸都瞪大了，这就是之前那1000多年修为的来源啊！可到底是因为我击杀了鱼鸟，还是因为我救了两岸的百姓？我还没捋明白，就接着往下看。第40天 ，H 水两岸来了好多人，对着 H 水烧香祈福拜水神，我脑子瞬间炸了，是司职。H 水原本的水神吴之奇早就被镇压跑了，现在我占了 H 水，还替百姓布雨除旱魃，做了水神该做的事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修为增幅。我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脑子里瞬间冒出来无数念头，论水神到底该做些什么。我在湖底琢磨 H 水水神的事，模拟还在继续。第41天，我猜到了实力大涨的原因，照旧在 H 水上游进驻。第45天，老龟说服全 H 水的妖类奉我为尊，我成了 H 水霸主。第46天，妖类来请示要不要打上岸扩地盘，我直接压下，让老龟给他们上思想课。第48天，我听见岸上人类说天地大变，妖怪横行，大部分科技都失灵了，我没打算庇护人类。第49天 ，H 水两岸的人类被数十头百年妖屠戮，我无动于衷，毕竟龙族和人类有宿世深仇。第50天，那火妖找上门要抢 H 水地盘，我放龙威阵杀势来头，剩下的四散逃窜。我刚要追，老龟过来劝我，我明悟到心，还是选择在 H 水苟着。我忍不住感叹，老龟是真能劝，苟在 H 水才是最稳妥的。灵气复苏后危机太多，东边的金乌能杀我无数遍，神话存在等级分明，大鹏金翅鸟比金乌弱，我连大鹏都打不过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51天，我发现之前跑掉的那火妖还在附近徘徊，正疑惑呢，大鹏金翅鸟直接冲进了 H 水，我瞬间明白，那些妖是他派来引我出 H 水的，见引不动就自己找上门了。我毫不客气召来全 H 水的水族围攻他，他骂我没王者风范，我也不理，他在水里实力大降，直接被我压制。我正准备杀他，突然一轮大日冲进 H 水，我连同所有 H 水水族还有大鹏金翅鸟瞬间被焚烧殆尽。你死了。本次模拟结束，我达成成就，司职一方，奖励500年修为加司职模板，3个可选奖励分别是51天生存经验、51天体魄、1锅炖。我有点猛，我居然能在 H 水里压着大鹏打，再给点时间说不定真能宰了那杂毛鸟。最后水里压着大鹏打，再给点时间说不定真能宰了那杂毛鸟。最后那大日肯定是金乌来凑热闹，我挺无语的，这大鹏也太聪明了，知道引我出 H 水再动手，还会寻仇，可惜我死都不出去，他算盘打空了。说到底还是我实力不够，要是够强直接宰了他，哪有这么多事。我晃了晃硕大的胶头，收回思绪准备选奖励，看到奖励的瞬间愣住了，我都记不清多久没拿过成就了，之前只有在 L 井的时候拿过一次困龙升天，这次是第2个成就。我看着面前仅我可见的湛蓝色荧幕，上面显示当前司职是 H 水水神，攒满100就能真正当上 H 水水神，攒点数的方法得自己摸索。我一下反应过来，之前实力大涨果然和 H 水水神的身份有关，这一的神权应该是我之
之前不虞己汉鲨鱼鸟换来的，还带了那么多实力加成。要是凑满100的神拳，我得有多强？我越想越激动。湖泊之底，我扭动着庞大的娇躯卧在石头上，琢磨着 H 河水神的事。我明明在模拟里不虞两岸，击杀鱼鸟，把该做的都做了，怎么就只有1%的神拳？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头绪。记忆里的水神大多被欲念放大，我也逃不开这个规律，干脆不想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总能靠模拟找到提升神拳的办法。我突然想起这次的奖励还没选，3个选项分别是51天生存经验、51天体魄，还有1锅炖。我不带犹豫选了第2项。我现在最缺的就是实力。熟悉的电流流过娇躯，带着轻微的麻痹感，力量也跟着缓缓上涨。电流消失后，我睁眼，一股更强大的龙威从身上迸发出来。修为从之前的4235年涨到了4653年，足足提升了418年。我感受着体内的力量很是满足，同时也察觉到自己已经快到蛟的修为极限，走蛟化龙的冲动快压不住了。模拟里我走蛟的成功率是100%，正琢磨着什么时候在现实走蛟，面前的荧幕突然跳了一下，提示有成就奖励500年修为可以领取。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个奖励，突然跳了一下，提示有成就奖励500年修为可以领取。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个奖励，犹豫着问能不能先存着，我怕现在继续提升修为会出问题，想等化龙之后再说。系统回复无法储存，我没得选，只能领取。狂暴的电流瞬间涌来，我意识差点直接昏厥，100米长的娇躯不停往外喷吐灵气，根本吸纳不了这么多。等我醒来看见面板，修为刚好卡在5000年，剩下100多年的修为因为我达到种族极限，直接散没了。我气得焦心都一抽一抽的，这摆明了是逼我赶紧走蛟化龙，不化龙根本没法再提升实力。稳妥起见，我打算先打个盹沉淀下力量，再去走蛟。我把老龟叫过来嘱咐了几句，就准备沉睡。老龟一脸怀疑归声，问我都睡了3000年了，怎么还要睡？我懒得解释，随口说要是3天叫不醒我，就再睡3000年，让他看着办。老龟听完直接沉默了，开始琢磨好久没用的攻击手段，寻思着得打我的薄弱点才能叫醒我。小眼睛滴溜溜的瞄了起来，湖泊之底，一股极强的威压猛地降临，老龟直接被掀飞出去，滚到撞上巨石才停下。4牛鸣的吼声骤然响起，我画的100米黑蛟正怒视着老龟。老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怒气冲冲开口。老龟缩在龟壳里唯唯诺诺。龙君，不是您说让我3天后喊您苏醒，让我看着办的吗？那你也不能这样喊啊！我暴跳如雷。老龟小声辩解，您也没说要怎么喊，现在确实过去3天了。听完这话我没再多说，一尾巴狠狠抽了老龟一顿，就不再计较。他能按时把我叫醒，也算有点本事。我吩咐他，你带着岸边那只小梅花鹿往东去。我才睡了10来天，没过去1000年，别搞砸了。老龟满脑袋问号啊！我才睡了10来天，让我往东去干啥？那梅花鹿又是啥？我懒得解释，去 H 水等我。梅花鹿的事别多问，带着就行。老龟一脸为难，龙君，那梅花鹿实力不够，不能入水道，我带不走啊。我瞪他一眼，用你吃了古树之果觉醒的天赋。老龟直接傻了，自己没说过没施展过的天赋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他只觉得在我面前一点隐私都没有，赶紧应声，又小心翼翼问我要去哪。我扔下2个字，走蛟，转头就往湖面冲。老龟愣在原地，我居然要化龙了，这成长速度也太离谱了。他不敢耽搁，赶紧往岸边游去找梅花鹿。湖泊水面，我冲了出来，100米郊区一半在水里，一半露在外，龙威压得整片森林的空气都稀薄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天，没立刻开始走蛟，先等老龟走远。我心里有数，模拟里走蛟基本100%成功，唯一的变数就是被人类看到，注意点就行。等够时间，我仰头朝天怒吼，牛鸣声震的整个森林都在晃。下一秒，漫天乌云缓缓聚起，转眼就遮天蔽日，无数雷电在云层里窜动，狂风卷着残花落叶乱飞，林子里的动物吓得疯狂逃窜，紧跟着暴雨倾盆而下，打在我娇躯上，舒服得很。走蛟的感觉也越来越强，我没立刻动身，转身潜回湖底，吞了那根黑色羽毛，瞬间一股热流窜遍全身，还得了100点模拟点数。我用尾巴卷上一旁的画卷，想着待会那杂毛鸟赶来，直接阴它。随后再次冲出湖面，我迎着狂风暴雨腾飞，加大呼风唤雨的力度。这场暴雨席卷了方圆上百里，2个小时就把这片盆地森林淹成了蓄水池，比模拟里快了不少。毕竟我现在已经到了蛟龙的实力极限。我看了一眼整片森林，扭动娇躯扎进洪流里，催动天赋引着洪流往南去。南下走蛟，大鹏金翅鸟，你完蛋了！轰隆隆的洪流在南下水道上横行，拦路的东西全被冲垮。我化作100米长的黑蛟藏在洪流里，驾驭这股恐怖水势，如臂使指。我一边南下一边看着周身的水流，第一次真切读懂了水的含义。一滴水若的落地就会被土壤吸收，可无数水滴汇聚起来，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。我心里隐隐有所领悟，但现在走蛟才是正事，立刻收回念头，全心操控洪流。我有5000年修为，速度比模拟时快得多，不到半天就路过了好几座人类城市，估摸着不到1天就能到入海口。修为高就是好，全方面能力都有提升。我望着水道两边被洪流吞噬的树木建筑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只顾往南赶。不多时，面前出现一座古老落后的城市，我没当回事，没有灵气复苏的人类城市对我根本没威胁。我顺着水道驾着洪流冲过去，没刻意搞破坏，也没留情面。水道两侧的建筑全被洪流卷走，正往前走着，我远远看见前方古桥底下挂着柄古剑，是斩龙剑，我可没忘。模拟里第一次走蛟，就是被复苏的斩龙剑斩了，不过现在灵气还没复苏，这剑就是个摆设。我没犹豫，驾着洪流就往古桥冲，要把这拦路的东西冲垮。我一靠近，那斩龙剑就嗡嗡震颤，闪着金光，
要诛我，却根本发动不了攻击。轰隆一声，古桥被洪流直接冲垮，我看都没多看一眼，继续南下。庞大的郊区藏在水里，外面根本察觉不到。大半天后，我在夜色里接近了入海口。一路上人类的泄洪手段根本削弱不了我的洪流，就算有损耗，我呼风唤雨分分钟就能补上。模拟里入海口附近有个小村子，是走郊的最后考验。我放缓速度往前找，果然看见了那座坐落在水道正中央的村子，里面只有些老弱妇孺，田地都荒着。我熟练地改了洪流走向，避开了这座村子。这关是考验蛟龙心性的，化龙的诱惑在前，大多蛟龙都会忍不住冲过去。可我有模拟器，提前知道结果，哪会犯这种错？改道耗了我不少力气，但我有5000年修为，这点消耗根本不算事，剩下的力量足够渡劫。哗啦一声，海量洪流冲进大海，我也跟着进了汪洋。一到海里，我就控制不住的扭动郊区，太舒服了。之前待的湖泊狭窄的要命，现在终于有了自由的感觉。不过我可没飘，大海里未知的东西太多，天知道藏着什么神话存在，我得稳着来，绝对不能阴沟里翻船。我正畅游着，心头突然传来玄妙的感应，该渡劫了。我正畅游着，心头突然传来玄妙的感应，该渡劫了。我半点没犹豫，冲上天空，呼风唤雨，用雨水挡着，免得被人类看见。望着头顶凝聚的雷云，我想起模拟里的渡劫方式，好像这雷劫根本伤不到我，直接冲上去让雷劈完就行。我对着雷云发出牛鸣般的咆哮，扭动郊区直接扎进了雷云里，轰轰轰！雷云像是被挑衅了，无数雷电不管有没有凝聚好，都劈在我身上。可这些雷电扎在我的黑灵上，我居然没觉得有多疼。不是吧？雷劫就这点程度？我还是高看雷劫，低看自己了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这雷劫根本奈何不了我，劈半天连我一片灵都没伤到。没一会儿，雷云像是知道拿我没办法，慢慢散开了。随着雷云消散，我体内涌出庞大的生机，化作道道黑光。我在黑光里开始化龙，四牛吼的悠长神圣声响彻云霄。云层里，一头1000米长的黑龙腾空翻飞，那就是我。我退下郊区化成龙，感受着体内的恐怖力量，忍不住想咆哮。按理我该立刻回水，可我没走，我在等大鹏金翅鸟，就是那个在模拟里杀了我无数次的存在。一想到这，我控制不住抖了下龙躯，用龙尾卷紧了画卷。没一会儿，远处刮来狂暴的风，吹散了我周围的云。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聚精会神盯着前方，地平线尽头，一道遮天蔽日的黑影飞速朝我逼近。没化龙前，我见了他，或许要喊一声巨兽，可现在我也有1000米长，谁还不是个巨兽啊？片刻后，黑影落在我面前，正是大鹏金翅鸟。他刚振翅想先狂风试探我的本事，没成想我早知道他的动作。他翅膀刚扇，我直接发动天赋，龙尾一拍就把狂风平息了。刚到的大鹏金翅鸟当场懵了，这龙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像对我的攻击门清？还有这眼神，我们认识很久吗？大鹏金翅鸟，我看他发懵，知道是动手的好时机。龙尾一甩，把画卷朝他丢过去，同时呼风唤雨借水势强化自身。画卷飞出，瞬间射出数十道金光，结结实实打在没防备的大鹏金翅鸟身。飞出，瞬间射出数十道金光，结结实实打在没防备的大鹏金翅鸟身上。他被金光打中，浑身烧得乌漆嘛黑，发出凄厉惨叫，直直往地面坠。画卷也像受了损，和尚掉进了海里。好机会！我龙眸一凝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现实里跟神话存在交手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一声龙吟换来海中水族朝他攻去，紧跟着整个龙躯窜出去朝他杀去。刚坠地的大鹏金翅鸟很快爬起来，怨毒的瞪了我一眼，翅膀闪起金光。他搞不懂哪里得罪了我，一上来就下狠手，可他也知道现在得跑。我错愕的目光里，他直接化作一道金光冲上天空，转眼就没影了。我当场被惊到，这大鹏金翅鸟的速度也太恐怖了。我之前只在模拟里跟他交手，现实里才见识到他这快的像洞穿空间的速度。我拼尽全力飞都不可能追上，难不成神话存在都有特殊本领？清源有剧毒，勇鸟引大汉，金乌控火焰。大鹏金翅鸟有速度，那我呢？呼风唤雨又不能攻击人，我缺真正的攻击手段啊！跟神话存在对战肉搏就是找死，我必须得有自己的攻击方式。先离开这，被人类看到就完了。我不想阴沟翻船，立刻飞上天空，借暴雨掩护往 H 水赶。战斗结束没多久，人类就注意到了这边，看到大鹏金翅鸟坠地的痕迹，所有人都大惊失色。渔民还说听到了龙的叫声，所有人都猜测是龙和巨型飞禽在打斗。联想到最近频发的怪事，人类都察觉到世界好像在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化。我可管不了这些，全速往 H 水赶。花了1天时间，我终于到了 H 水上空，系统发放了2点模拟点，现在剩170点。我一直靠这个算时间，走郊到海边花了1天，从海边回 H 水又1天，模拟里我走这段路要3天。现在我进阶5000年，速度自然快得多。这就是 H 水吗？我望着下方奔腾的江河，心里一阵躁动。我有 H 水水神1%的神权，看这 H 水天生就有亲切感。我在半空停了半刻，直接潜入 H 水。到了上游，我一尾巴先抽烂郑和铁牛，卧在水底我也没找老龟，只出声报了自己的位置，估计老龟还没到。H 水上游之底，我盯着自己的个人模板，盯着种族内栏看了好久。我现在是角龙，在进化难道能变成应龙，还是别的未知龙种？我完全摸不着头绪，根本没拿到下一步进化的相关信息。要进化到下一阶段还早得很，更别说应龙了，那可是传说里的4大神龙，还是天下河神水神之首。我想起有关应龙的传说，当年皇帝战蚩尤夸父，都是应龙出手斩杀的，说他是战神都不为过。后来皇帝封他当水神之首 ，H 河水神兵一不服来战，被应龙轻轻松松打服，那可是龙族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要是我能进化成应龙，我不敢想那得有多强。可现在连进化方向都没有，属实犯愁。不过我有模拟器，总能摸出规律。真要是成了应龙，碰见吴之奇不得把他吓傻。传说里吴之奇就是被应龙擒拿的。看完个人模板，我不光有盼头，更多是紧迫感。我现在只能搏杀弱小或者虚弱期的神话生物，像吴之奇、金乌那些估计都还在虚弱期，还没恢复真正实力。接下来的模拟方向，得先搞懂怎么提升水神
神权柄。什么是水神？调和风雨管河道我都做到了。我卧在水底琢磨，有的神大爱无疆，有的神作恶多端，到底什么是神？正想着，突然闻到熟悉的气息，我抬眼看穿水面，就看见老龟正探着脑袋，小心翼翼往下瞅。老龟，都来了还愣着干嘛？下来啊！老龟听见声音都懵了，他还纳闷我不是要走礁吗？怎么比他们还快到 H 水？他带着小鹿下到水底，看见我，直接吓傻了。我没搭理他，目光落在被气泡裹着的小鹿身上。当初就是小鹿点醒我，化龙需要灵性，我才庇护他到现在。既然化龙要灵性，那水神是不是要神性？要么大爱，要么作恶。我刚好可以试试能不能靠这个长水神权柄。我心里默念开启模拟，结果吓了一跳。之前开模拟才8点，现在居然要64点，翻了3倍啊！得，刚化龙5000年，认了。消耗64点模拟点后，模拟开启。我之前就知道得等灵气复苏才能拿到水神权柄。我到 H 水花了2天，距离灵气复苏只剩26天。我继续看模拟内容，前20多天我一直待在 H 水沉淀力量。第26天，灵气复苏终于如约而至。我卧在 H 箱上游水底，盯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，灵气复苏了。我想试试用大爱无疆的路子，能不能提升 H 箱水神神权？这次实验成不成，就看现在了。第26天，灵气复苏如约而至。我不管别的，一心验证猜想，当着两岸人类的面冲出 H 箱腾飞，呼风唤雨为两岸不语。第27天 ，H 箱有龙的消息传遍各地，不少人赶来祭拜。可我待在水底却觉得奇怪，根本没感觉到神权提升，实力也卡在了现有1的神权瓶颈。我有点懵，难道大爱无疆没用，还是我做的不够？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。第28天 ，H 箱两岸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还扔了不少仪器找我，我没现身，避开仪器继续调理 H 箱风雨。第29天，我发现有鸟踪迹，立刻出手制服，保住 H 箱两岸没遭旱灾。第30天，没人再扔仪器探测 H 箱，我隐隐觉得不对劲。第31天，我听两岸人说，好多妖怪开始进攻人类城市，不少地方沦陷，大家都奔着 H 箱有龙必诱来扎堆。我觉得这是要招火，只能静观其变。第32天，一股可怕的气息往 H 箱来，我顾不得隐藏，直接冲出水面腾云驾雾，就看见远处来的怪物像牛，白头单眼，还有条蛇尾巴，浑身都是让人厌恶的气息。我一下愣住了，这不是凶兽飞吗？神话里说它过水水铺，过草草死，出现就会闹大灾。上次模拟根本没出现过这东西，难不成是冲 H 箱扎堆的人类来的？我接着看模拟，我犹豫片刻，还是决定拦他。要是放他过来 ，H 箱毁了，附近的人和妖都得死。我在枯树林跟飞大战，险胜之后却被他的灾恶气息缠上，生命力飞速流逝。我飞回 H 箱上空调和风雨，当着无数人和妖的面轰然倒下，到死都没感受到半分神权提升。就在怨气笼罩里闭上了眼，你死了。3个奖励选项弹了出来，32天的生存经验，32天的体魄，泡椒龙爪。我沉默好久，实验方向居然错了，我都以身挡灾怜悯众生了，居然还是换不来半分神权提升。先选奖励吧，32天的体魄对我没用，泡椒龙爪是我自己的爪子做的，想想都膈应。我直接选了第1项，一股记忆涌进来，里面全是跟飞对战的经验。我战力其实比飞高，就是战斗不熟练才险胜，还被他的诡异气息侵蚀了。到底怎么才能提升 H 江水神权柄？神性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打算再继续模拟，没找到答案之前，模拟多少次都是白费功夫。老窝不安何以安天下？我得先把 H 江彻底掌控住再说。现在距离灵气复苏只剩下26天了，我扭动着巨大龙躯在 H 水上游动，满脑子都在想什么是神性。按神话里的说法，神要么慈善怜悯众生，要么凶恶祸乱世间。比如前任 H 水神吴之奇，神话里说他兴风作浪祸害百姓，可之前模拟里他还救过我，谁能说他就是真的穷凶极恶？我游着游着突然瞪圆了龙眸，难不成神性真的不是什么大爱无疆，也不是穷凶极恶，而是凌驾于善恶之上，能控制善恶？不管是古天的女娲，还是凶名在外的吴之奇，都有自己的情绪。善恶哪有绝对？人性太复杂，各种的吴之奇都有自己的情绪。善恶哪有绝对？人性太复杂，各种情绪堆叠，想要靠人性达到神性太难了。我半人半龙，之前走蛟化龙一直以人性为主，那如果换成以龙性为主呢？龙本身就带神性，说不定真能行。我眼睛一亮，往下潜落在巨石上，直接开启了模拟。第7天 ，H 水治理效果显著，你也开始关注 H 水气候，没刻意给人类不语，只做好本职的风雨调度。第17天，老龟察觉你想当 H 水神，偷偷带着众妖建了水下龙府，直接把你推上位，你正式成了 H 水龙府龙君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不是黄袍加身吗？老龟还会玩这套。第25天，你提醒众妖灵气复苏将近，不能耽误 H 水治理。第26天，灵气复苏到来，你瞬间获得 H 水加持 ，H 水神权柄达到4，果然有用。神性说白了就是本性，龙本就有神性，善恶只在一念间，能掌控善恶就是神性。而且 H 水神只属于 H 水，不用为人类为众生，只要管好 H 水就行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。第29天，你在龙府闭关，老龟来报两岸大旱，是鱼鸟作祟，这是暂时不影响 H 水。你派水族妖类去通知鱼鸟离开 H 水范围。第30天，派去的妖被鱼鸟杀了，你大怒冲出 H 水，当着人类的面一尾巴将鱼鸟击杀，转头回了水里。第31天，你感受到 H 水传来的善意，水亲和力大幅提升，水神权柄升到10，怎么没提升能力，反倒加了水亲和力？不过这次以龙性为主，还有老龟辅助，总不至于再去和飞拼命吧？我还挺好奇这次能活多久。我瞪大双龙眸，紧紧盯着面前的荧幕，模拟还在继续。第32天，我待在 H 水上游，天天派属下治理 H 水，岸边聚集的人类越来越多，都是来2天，我待在 H 水上游，天天派属下治理 H 水，岸边聚集的人类越来越多，都是来求我庇护的，我没当回事，只要不碰 H 水，别的我都懒得管。第34天，灵气复苏引发躁动，H 水有妖类镇压，半点事都没有。第36天，岸
岸边人类越聚越多，我知道再下去要出事，可不想管 H 水外的事，依旧没理睬。第37天，飞果然来了，我没打算庇护人类，腾云飞到天上，用龙威震慑飞。明说 H 水是我罩的，他怎么对付人类我不管，但绝对不能碰 H 水分毫。飞停下脚步没走，反而跟我对峙起来。我当时心里一紧，不会又要跟飞打吧？我固然能杀了他，可他也能击杀我。要是魔女死在这儿，也太不值了。我还想看看能活多久呢。我心里不情愿，只能接着看魔女。这一看直接愣住了，我居然没死。对峙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全力出手护卫 H 水 ，H 水突然卷起水流缠上我的龙躯，我得到 H 水加持，水神权柄直接升到了20%，气势瞬间压过飞。他犹豫了一阵子，直接退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返回了 H 水。我满脑袋问号 ，H 水居然会主动加持我。上次我那么讨好他，他理都不理我，权柄还涨到了20%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怀着疑惑接着往下看。第38天，我继续治理 H 水，察觉到待在 H 水附近时，龙躯全属性都会加强，是权柄到20的效果。属下汇报岸边人类越来越多，我让他管好 H 水就行。第41天，我突然感觉到熟悉的气息，是大鹏金翅鸟来找我寻仇了。上次模拟他可没这么快找到我，估计是岸边人类太多太显眼了。我本来想出去跟他搏杀，属下老龟劝了我2句，我倒心回稳，选择待在 H 水里不出去。第42天，大鹏金翅鸟找了几十只妖，打算屠杀岸边人类逼我出去，我根本不在意，吼着跟他说我不可能离开 H 水，有本事他就下来。他急得不行，察觉到我和 H 水绑定，不敢闯进来。接下来几天他一直在上空徘徊，我理都不理，只管治水。第47天，他忍不住要硬闯 H 水，我正带着龙府中妖准备战斗，东边突然飞来一轮大日，大鹏金翅鸟吓得要逃，一道火光后发先至，直接把他烧没了。是金乌来了，我瞬间绷起龙躯，做好拼命的准备，就听见心里传来金乌的声音，让我出去 H 水。我都做好被秒杀的准备了，金乌实力远在我之上，大鹏都被秒了，我肯定打不过。结果他居然没杀我，还叫我出去，这是要干嘛？我好奇心拉满，接着看荧幕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出了 H 水。靠近半空那轮大日时，浑身传来灼烧感，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能扛住。大日里传来金乌的意思，问我愿不愿意归顺他。我知道不答应就是死，当场就同意了。金乌让我镇守 H 水，中央以东都是他的领土，我守好 H 水就行，遇到打不过的他会出手。说完就离开了，我直接看愣了，还有这种剧情？之前碰到金乌我直接就死了，这次居然解锁新剧情了，估计是我有20 H 水权柄的缘故。金乌需要我守 H 水，这样也好，有金乌罩着，说不定我能活更久，还能从他那套点信息。洪武年间的事我搞懂了，可还有好多谜团没解开。灵气为什么会复苏？神话存在以前为什么消失？灵气又为什么会耗尽？我琢磨着，先在金乌底下打工，看看能不能套出信息，反正都是在模拟里，我也无所谓。我卧在 H 水上有水底的石头上，看着模拟内容，从今天开始给金乌打工。荧幕上的字还在跳动。第48天，我一边在 H 水里提升能力，一边治理水患。属下老龟来报，灵气复苏后 H 水诞生了上百只小妖，都归 H 水龙府管辖，我放权让老龟代管琐事，专心提升治水能力。第50天，我治水有功， H 水水神权柄提升到21%，对水的亲和力也跟着上涨。第53天， H 水两岸又聚集了不少人类，我没理睬。第60天，老龟来报说其他地方的妖都奉 K 山妖令攻击人类，没得到庇护，妖都奉 K 山妖令攻击人类，没得到庇护的人见 H 水附近没厮杀，就跑来求庇护，我没在意，继续治水。我一点都不意外，龙族和人类本就有旧仇，我不主动攻击人类就算不错，哪有义务庇护他们？还挺好奇这次模拟能活多久。第61天，我的 H 水水神权柄涨到23%，有 H 水加持，能力提升进度也快了不少。第63天，举家迁来 H 水两岸的人类越来越多。第68天，我察觉到吴之奇正往 H 水靠近，立刻传令龙府中妖警惕，要是他敢抢 H 水，我就跟他开战。谁知道第69天，吴之奇突然像是察觉到什么，飞奔着跑了。片刻后，一轮大日从东方降临，金乌现身说他顺路去西方 K 山，刚好撞见吴之奇，就顺手赶走，还让我好好守着 H 水。我问他为啥不直接杀了吴之奇，他说吴之奇难杀，赶去南方，那边有大妖，早晚能收拾他。我龙眼猛地瞪大，总算明白为啥南方没有金乌。K 山这种级别的绝顶霸主，原来藏着个连金乌都认可的大妖。金乌说完就往西飞，我注意到天上的太阳似乎暗淡了不少。第71天，我正在治水，老龟急报说两岸人类闹起来了。我游出龙府一看才知道，之前金乌降临烧死不少人，人类误以为是我干的，特意来找我算账。我知道人类有不少神异宝物，当即先下手为强冲了上去。谁知道人类掏出个4股的东西敲得震天响，紧接着展开一幅画卷，我刚看清那是大禹画像，直接就被震杀，画像也跟着破旧了不少。模拟提示我死亡，给出4个奖励选项。我看到最后一个大禹画像瞬间没了脾气，死在大禹手里我心服口服，就是太冤了，人明明是金乌杀的，居然算在我头上。我暗自记下教训，以后必须跟人类划清界限。又把目光落在奖励上，一边是带 H 水神权柄的71天体魄，一边是大禹画像 H 水上有水底。我深思熟虑后选了第2项奖励71天的体魄，这里面不光带修为，选了第2项奖励71天的体魄，这里面不光带修为，还有 H 水神权柄。大禹画像虽然厉害，终究是外物消耗品，我更怕拿到手他二话不说先打我。3皇5帝的东西，我向来有多远躲多远，选落到自己身上的实力总归最稳妥。选择2，我刚确认完选择，龙躯里就流过一阵暖流，力量涨了些许，我没在意。最让我惊喜的是对 H 水的亲和感，周围流淌的河水都在跟我共鸣，我能清晰感觉到在
在 H 水里，我的战力会得到极大加持，控水能力也涨了一大截。这就是水的亲和力吗？我还没来得及欣喜，血脉突然阵阵沸腾。我获得了进化应龙的关键信息，想要进化应龙，基础条件就是拥有绝对的水元素控制力。这下我终于有了明确的进化方向。我忍不住琢磨，其他龙族进化是不是也需要对应元素掌控？青龙要木元素，冰蚁也要水元素。想了半天也没头绪，干脆先放下。我现在实力还太弱，想这些没用的，不如先琢磨怎么快速提升实力。我现在的实力对普通妖类来说是天灾级，可对上复苏的神话存在根本不够看，哪怕人家还在虚弱期，真打起来我分分钟要被秒。我转头看向面前的面板，当前修为5368年，涨了300多年修为，再加上 H 水水神权柄的加持，我现在已经能和大鹏金翅鸟打平。要是在 H 水里，我有把握直接碾压甚至留下它。我正盘算接下来的路，想安稳发育，把手里23的 H 水水神权柄升到100%，还打算借金乌的手对付大羽画像。刚要开启模拟试试思路，就弹出提示：开启模拟需128点模拟点数，当前剩余42点，不足开启。模拟点数又翻倍了，应该是我涨了修为的缘故。现在缺模拟点，光吃普通动物根本凑不够，得抓有修为的妖才行。我打算建 H 水龙府治理 H 水，不服的、阻碍我的，正好给我当模拟点数。我抬起庞大的龙头，看向 H 水下游的方向。H 江之底，老龟飘在水里，俩小眼睛瞪得溜圆。头看向 H 水下游的方向。H 江之底，老龟飘在水里，俩小眼睛瞪得溜圆。龙君，您说要收服整个 H 江的妖类？他看着身前庞大的黑龙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自家龙君才化龙多久啊？这就要对 H 江动手了？而且龙君气息半分不稳的痕迹都没有，那若隐若现的龙威压得他都感觉要没命，这也太猛了吧！老龟心里默默吐槽。不错，我要统一整个 H 江，从此以后 H 江由我做主。我已经尽力收敛了龙威。龙君您实力这么强，哪用您亲自去？我去就行，保证让所有妖类都臣服。老龟拍着胸脯打包票，不必，我当然信老龟的能力。模拟里他就是和平收服的 H 江，但我要的可不是和平统一，我得等有不服的妖出手镇压。吞了换模拟点数，那龙君您亲自出手，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不？老龟嘴上这么说，心里都想好待会去拿狗着了。没成想他这话把自己坑了。好，本来还想让你去历练，既然你有心，那就跟我一起吧。我寻思统一 H 江后还要人管理，老龟刚好合适。老龟当场傻了，我这是把自己坑了。我进了 H 江下游，简直像天灾降临，千米长的黑龙往那一站，龙威一放，整个下游都在震，所有妖类看见我当场就臣服了，半点反抗都没有。我那叫一个郁闷，有这龙威在，想当老六都不行。H 江的妖都不反抗，我总不能杀自己属下换点数，最后只能让老龟治理 H 江，派能上岸的妖去附近抓别的妖回来给我吞。H 江的妖我不能动，别处的可没这机会。我回了 H 江上游，卧在石头上还有点郁闷，怎么就这么没骨气，直接就投了呢？算了算了，多点手下管 H 江也挺好。现在还没灵气复苏 ，H 江里妖不多，统共17头，14头是鱼精，剩下的贝壳、蟹、虾各1头，合着虾兵蟹将都齐了。这些妖大多只有100来年道行，据说近些年妖类进阶难上加难，这才是 H 江妖少的原因。时间一天天过，系统荧幕跳出来，我就知道又过了一天。日常发放模拟点数2，当前剩余48，距离灵气复苏还剩25天。我正琢磨派出去的妖有没有抓到别的妖，真没抓到的话，我就得自己出去冒险了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可不想在现实里了。模拟里莽就莽了，现实必须稳。正想着，一只蟹妖哗啦往我这边游过来，拖着一只成精的穿山鼠，道行估计不足100年。龙君，我抓了一头妖回来。蟹妖凑到我跟前邀功，我天生就对水族有绝对统治力，这些小妖都怕我怕得要死。放下吧，怎么就你一个？其他上岸的呢？我随口问。其他妖都在附近山上抓了不少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我老蟹跑得快，先来给龙君报喜。我没客气，嘴微微开了条缝，就把穿山鼠吸进去吞了。吞食93年道行穿山鼠，获得21点模拟点数，21点，还有首次加成，挺不错。我静静等着其他妖回来，这次模拟要128点，我道行再涨，下次怕是要256点。这点数消耗太快，以后模拟的看看能不能摸点宝物回来，不然都不够开模拟的。没一会儿，其他妖也陆续回来了，带了不少不足100年的小妖。H 江附近的妖差不多都被逮空了，好在吞完这些，我的模拟点终于够开模拟了。当前模拟点剩余152 ，H 水上游，我窝在石头上，抬起巨大的龙头盯着面前的荧幕。当前模拟点剩余152，终于凑够足够的模拟点了。我立刻开启了模拟，距离灵气复苏只剩下25天，我必须在这之前攒够能站稳脚跟的力量。开启模拟，我面前的荧幕文字跳动了一下，模拟开启，消耗128点模拟点。当前模拟点剩余24。第一天，你身处 H 水上游之中，决心治理好 H 水，获取更多的 H 水神权。第二天，属下老龟来报，你派遣 H 水妖类捉拿附近山妖的事传开，附近山妖都知道 H 水有头恐怖的恶龙。第三天，你发动动员大会治理 H 水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。第7天，老龟联合 H 水众妖给你建了一座龙府，推举你为 H 水龙府龙君，统辖 H 水。又是这主龙君，统辖 H 水，又是这招。老龟还真是老样子，爱拍马屁海狗，我早就习以为常了。有龙府能帮我更好的治理 H 水，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。我继续看向模拟。第24天，你知道灵气复苏即将到来，当即召集 H 水众妖提前告知情况，让大家不要恐慌。第25天，灵气复苏如期而至 ，H 水众妖想起你之前的话，顿时对你敬若神明。同时，你感知到一股神秘力量加持，对水的亲和力
力大量提升 ，H 水水神权柄提升至30%，居然提升了7%，看来剩下的水神权柄得靠时间慢慢沉淀才能拿到，就是有点耗时间。我有些好奇，要是权柄提升到100%，会有什么变化？第28天，你知道鱼鸟将会到来，提前出击，在 H 水地带之外将其击杀，阻止了大汉入境。你隐匿了身形，没有人类发现你。第30天，你发现 H 水两岸的人类暴增，你从没显露过身形，觉得奇怪，派属下老龟前去了解情况。第31天，老龟回报是附近的山妖泄露了你击杀鱼鸟的消息，人类觉得 H 水有龙壁虎，才聚集而来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我都没在人前出现过，消息居然从妖类口中传出去了，这不是复刻上一次的模拟吗？我都有点怀疑，是不是躲不过被大羽画像击杀的命运了？实在不行，我就跟着金乌跑去 K 山，人类总拿我没办法了吧？第32天，你派遣 H 水之妖上岸驱逐人类，人类不肯退去，只是搬到离河岸更远的地方居住。你不动用武力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让众妖回归继续治理 H 水。第33天，你治水取得卓越功效 ，H 水水神权柄提升至35%，实力和水之亲和力都得到了提升。第36天 ，H 水两岸人类变多，引来了飞，你冲出 H 水拦在飞面前，言明你是 H 水水神，不庇护任何生灵，但 H 水绝不容破坏。飞感受到你身上的龙威，果断离去了。好家伙，以前这玩意还会跟我对峙，现在直接跑路了。以前这玩意还会跟我对峙，现在直接跑路了。我今世不同往日了，当初这只飞还能跟我1换1呢。第38天，你治理 H 水再有攻击，水神权柄提升至40%，对水的亲和力再次提升。第40天，你感知到大鹏金翅鸟的气息，知道它要来了，当即派 H 水之妖去通知两岸人类撤离，免得金乌到来时被波及。模拟里的我还挺聪明，提前撤离人类，金乌来了也烧不到人，人类总没理由抬出大羽画像来镇压我了吧？这下我死不了，后续走向就完全未知了。我好奇的继续看着模拟。第41天，你向大鹏金翅鸟发出叫声，让它别白费心思，你不会离开 H 水。第46天，大鹏金翅鸟急不可待要闯入 H 水，你不慌不忙倒计时，没多久一轮大日从远方而来，你成功拜入金乌麾下治理 H 水。之前撤离的人类没多少损伤，你也放了心专心治水。第47天，两岸人类称你为 H 水守护神，对你敬如神明，经常来祭拜，你对此不闻不问，专心治理 H 水，居然触发了和人类交好的新模拟剧情支线，我还从没试过这种走向，倒要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。第48天 ，H 水两岸人类越来越多，我 H 水守护神的名号传开，我知道再这样下去要出事。深思熟虑后，我派属下老龟去请人类里威望最高的老者进 H 水。第49天，我见到了气泡里的人类老者，两者差距大到我一鼻息就能灭杀他。我告诉老者，除了原先定居的人，其他人不许再踏入 H 水一带。我用龙语传达了意思，老者不敢拒绝，连连答应。我让老龟把他送回了岸上。第50天 ，H 水两岸立起警示线，人类团结起来抗拒外人进入。我没多管，继续治理 H 水，用人类制衡人类确实是好办法。我当场记了下来，要是让 H 水妖去拦人，肯定会起冲突。人类拦人类就简单多了，毕竟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，对付人性就得用人性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57天 ，H 水两岸彻底稳定，我的名号不光人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57天 ，H 水两岸彻底稳定，我的名号不光人类知道，妖类里也传开了，我成了 H 水有名的大妖。第58天，我的 H 水水神权柄提升到了45%，对水的亲和力大幅上涨。第67天，我察觉到吴之奇在附近转悠探查，立刻让 H 水妖遣散两岸人类，人类很快就全部撤离了。第68天，大日降临赶走吴之奇，金乌往西方去了，没有人类伤亡，我松了口气，继续治理 H 水。我巨大的龙躯卧在石头上继续看模拟，这下总没人能杀我了吧？也不知道这次模拟能走到哪一步。我发现解锁新剧情方向帮助更大，能提前知道选了某个选项最后会有什么结果。第71天 ，H 水恢复平静，我一心治理 H 水调和风雨，还误打误撞给不少人类提供了庇护。可我心里总觉得 H 水迟早要出事，盼着金乌能早点回来。第75天，我突然生出危机感，立刻派 H 水妖去附近打探情况。第76天，派出去的妖失去了行踪，我心里越来越不安，但没打算离开 H 水。第78天，一股凶煞的气息出现，我瞬间感受到了生死危机，一抬头就看见一头9头人脸的大蛇正往 H 水来，它吐的异物落地就变成恶臭沼泽，气味飘过的地方生灵直接死亡。这是头真正的凶神，9头大蛇。我愣了愣，没了人类的威胁，怎么还遇上危险了？我来不及多想，紧紧盯着模拟画面。我知道这大蛇是冲着 H 水来的，躲不开。要是让它靠近 ，H 水全的变成沼泽。我被迫冲出 H 水，盘踞在半空和它遥遥对峙。H 水的妖和岸边的人类都在逃窜，只有老龟、蟹妖、虾妖还有小梅花鹿留在我身边，要和我一起迎敌。第79天，9头大蛇到了 H 水外和我对峙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它9个头颅同时出生，呵斥我为何不遵 K 山妖令，不等我回话就直接动手。我们的战斗异常惨烈，整个 H 水都被打穿了。第80天，我战败了，我咬掉了他一个头颅，他也把我斩杀，龙躯倒在沼泽里。临死前，我看见属下们拼死战斗，老龟在关键时刻用龟壳亮起来的光砸伤了9头大蛇，但最后我们还是全死了。我死后大日降临，金乌见 H 水已经消失，什么都没做就往东边去了。你死了，3个奖励选项随即弹出：80天生存经验，80天体魄，香瑶的一个蛇头，还是死了。金乌回来见 H 水没了就直接走了，我倒是毫不意外，我对金乌本来就没什么忠心，他也只是看我有水神权柄，把我当看 H 水的工具龙而已。H 水没了，
我自然就没用了。这次奖励变了，终于不拿我的身体当奖励了。香瑶，我愣了愣 ，H 江上有水底，我卧在嵌在泥里的石块上，抬头看着只有我能看见的荧幕，上面列着3个奖励：80天生存经验，80天体魄。香瑶的一个舌头，我默念：香瑶，终于搞懂杀我的9头大蛇是什么来头。香瑶别名相柳，是水神共工麾下的凶神，蛇身9首，所过之处全是恶臭沼泽。共工战败怒触不周山死后，他还继续作乱，被大禹出手镇杀，溢出的异能化作毒液沼泽，无骨不生。最后还是天神出手，才把沼泽镇压平复。我眼里满是无奈。香瑶这种能跟大禹叫板的凶神，寻常龙族根本打不过，我能咬掉他一个脑袋，已经是战力逆天了。真不是我弱，是对手太强。我总结这次模拟结果，走亲近人类的路线行不通，昆仑妖令是死穴，得想新路子。先领这次的奖励，选2能加修为，提升水亲合力，还能把 H 江水神权柄升到45，选3能拿一大笔模拟点数。我有点犹豫，之前第3选项都是我自己的身体部位，现在是香瑶的倒没什么，可权柄的提升实在让我心动。之前模拟就是因为我抓了不少 H 江附近的妖，名声传出去才引来杀身之祸。选2吧，下次模拟的点数让 H 江的妖去抓剩下的野妖就够了。我眼里闪过森然杀意，模拟里名声传出去没事，现实里我可不想被其他妖知道我的存在，我就要苟着发育，等实力够了再露面。我选了第2项，暖流瞬间涌入龙躯，能清晰感觉到力量增长，周遭 H 江水流激增，像是在朝拜我。好一会儿才平息，等暖流消失，我扭动龙躯感受力量，修为涨了160多年 ，H 江水神权柄也到了45，很快就能升满。2次提升团的修为还没消化，我打算打个盹，不过得先把 H 江的妖喊过来。我发出4牛的龙吼，没一会儿 ，H 江10来头妖连同老龟都赶了过来，一个个被我的龙威压得唯唯诺诺，生怕触怒我。我扫过众妖，之前模拟里跟香瑶大战的时候，大部分妖都跑了，只有蟹妖、虾妖、老龟和梅花鹿留下来陪我死战。忠心没得说，自然要多关照。我下令，从今日起 ，H 江所有妖都上岸，把附近的野妖全抓了。H 江周边除了我们，不准有别的妖存在，这是交给蟹妖、虾妖负责，也算提拔他们。众妖很快散去，只剩老龟留在原地。我问他，我要沉睡1天，除了之前的方法，还有什么能叫醒我？老龟立马应下，龙君放心，办法多的是。H 江上有水底，我一声怒喝响彻水面，盯着面前慌神的老龟。老龟唯唯诺诺，龙君，不是您说只要不用上次那个办法就行了吗？我气得没辙，这老龟藏得太深了。上次模拟里他居然偷袭击伤了凶神香瑶，实力够强，还能帮我打理整个 H 江。老龟被我盯得浑身发毛，就想找借口溜。我赶紧喊住他，等等，朝我用出你最厉害的一招。我实在好奇，他当时砸伤香瑶的招式到底是什么？结果老龟喊着，老龟冲冲冲，耍了半天花活，半刻钟过去，我啥真本事都没看着，直接把这藏舟的老龟赶走了。反正他够忠心就行，我也懒得跟他计较。我卧在水底感受龙躯，刚打了1天盹，力量只沉淀了1点，还是有些虚浮。离灵气复苏只剩24天了，我估摸着派出去的妖应该把附近残余的妖都抓得差不多了。喊来虾妖一问，果然大部分妖都已经被捉回，剩的也正在追捕中。我当即让虾妖把抓来的妖都带过来，一口全吞了。系统提示跳出来，我得了108模拟点，加上之前剩的24点，现在一共132点，刚好够开一次新模拟。之前2次模拟，我分别投奔了金乌，亲近了人族。这次我打算试试跟着往西去的金乌上 K 山看看情况。我消耗128点开启模拟，剩余模拟点只剩4点。模拟一路推进，第24天灵气复苏如期而至，我对水的亲和力暴涨 ，H 江水神权柄直接升到了50%。再靠治理 H 江已经没法继续提升了。我正纳闷呢，就收到了 H 江送来的私语册，能自己定 H 江一带的雨量，完全不受天地约束，这才是实打实的真正 H 江水神。后面的模拟里，我用水龙卷击杀来犯的勇鸟，放任人类在 H 江两岸定居。等到金乌来的时候，直接主动投奔，提出要跟着他去 K 山保驾护航。金乌没拒绝我的请求，我把 H 江事务全权交给老龟，就跟着他出发了。好不容易开出新的模拟剧情路线，我正开心呢。再往下看模拟内容，直接傻了眼。第69天，我跟着金乌往西走，金乌化作大日飞行时，我连忙腾云跟上。谁知道他全力飞行，直接化一道红光，几秒就消失在我视线里，我都看傻了。本来还打算跟着去 K 山，这连影子都摸不着，怎么跟？难怪他当初那么爽快答应让我跟着，合着早就知道我跟不上。我沉默着，想看看这模拟接下来怎么演。第70天，我卯足劲往西赶，还是追不上金乌，沿途全是焦黑废土，好多地方还烧着火。我知道这都是金乌飞过时烧的。第75天，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，正想换道，就看见前方升起一轮大日，原来是金乌在跟人打斗。我好奇什么存在能跟金乌硬碰硬，赶紧往前赶。赶到地方，我直接看傻了，拦着金乌的居然是一群人类，他们个个画着脸谱，手持短棍，边走边敲配合锣鼓，散出的金光凝成光幕，死死把金乌挡在外面。我属实被惊到了，就算金乌是虚弱期，那也是灵气复苏前期的顶级存在啊，居然能被人类拦住。我寻思这难道是能镇邪的民间仪式？不对啊，这类民间仪式来头没金乌大，不可能镇得住他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他们敲的大鼓不是凡物，每敲一下就有恐怖音浪散出，鼓后还隐现着一头单足青牛，是鼓音配合仪式舞才拦住了金乌。第76天，人类眼看就要撑不住了，金乌还精神得很，全力砸着光幕。我都以为人类要挡不住的时候，几个人抬出了一卷没展开的画像，那画像还没开，就散着压抑的气息。金乌看见直接吓得厉叫一声，转身就跑，半分不敢停留。我见状也连忙跟着金乌飞走。我这下终于懂了，上次模拟金乌从西边回来，看见 H 水变成沼泽都没吭声，合着是在这吃瘪了，心情不好才懒得帮我报仇。那股有单足青牛虚影，那不就是传说中的魁牛骨？传说上古时
时期有人取魁牛至古征战，一敲能震500里，搞不好这面就是上古传下来的，能镇住金乌就说得通了。就是那画像到底画的啥？没展开就能把金乌吓跑。我压下好奇接着看模拟，可惜没跟上金乌去 K 山，有点可惜。第77天跟金乌往回飞的时候，他特意放慢速度跟我平齐，我正忐忑呢，他下令让我回去镇压 H 水，顺便攻击附近人类，说人类积累太久，威胁太大，必须先除掉。我松了口气，连忙答应。刚想问点啥，他直接画到红光消失的没影了。第78天我回到 H 水掌权，不想惹事就下令让 H 水水妖上岸驱逐人类，赶不走的再杀。没2天 H 水两岸就清静了，我还挺舒服。第80天我突然感受到西方传来一阵召唤感，抬头就看见西边引现一根撑天巨柱，闪着金光，那不会是传说中 K 山的天地通道吧？真要是天界都出来了，这灵气复苏难度不得直接变成地狱级。我压下乱七八糟的复苏难度不得直接变成地狱级。我压下乱七八糟的心思，正准备返回水底。第81天，一轮大日突然降临，对着我就发起了攻击。我卧在 H 水上游水底，不过这次模拟也不亏，我搞清楚了不少信息。H 水水神权柄到50之后，就没法再靠治水提升了。还有人类的仪式舞，魁牛骨能震慑金乌 ，K 山说不定已经变成了天界和人间的通道。我以后还是会加入金乌麾下求庇护，但必须时刻提防他对我下手。3个奖励我选了第2项，生存经验对我没用，魁牛骨是辅助道具，得搭配人类的仪式才能拦住金乌，我单独拿着没用，还不如提升体魄刷水神权柄。选完之后一股暖流涌过，我的水亲和力大幅提升。H 水水神权柄刚好到了50，紧跟着水流在我面前聚成一本私语册，这东西能让我全权决定 H 水一代的风命，什么时候下多少拳我说了算，根本不用听天庭的指令。H 水就是我的一言堂，我写完未来几年的降雨规划，私语册就化回水流入了 H 水。我琢磨剩下50的权柄该怎么获取，想了半天也没头绪，干脆先放一边。我喊来谢妖虾妖，问他们 H 水附近的妖有没有抓完。虾妖连忙回话说全抓齐了。谢妖却突然吭哧着禀报，之前抓妖碰到个几百年道行的硬茬，是一直藏拙的老龟出手降服的。老龟还特意叮嘱他俩不许往外说。我听完也没跟老龟计较，让俩小妖把抓来的妖都带上来。我全部吞噬完，凑够了129点模拟点，本来足够开下一次模拟，但我打算先暂停。之前的力量还没沉淀完，刚拿到的水神权柄带来的能力也没消化，我打算先打盹休整。这次可不想再让老龟来喊醒我，来的能力也没消化，我打算先打盹休整。这次可不想再让老龟来喊醒我，我有阴影了。H 江上游水底，漆黑中猛地睁开一双瘆人瞳孔，庞大龙威压的水流沸腾，千米长的黑龙刚苏醒，气息压抑的吓人。我醒过来还有点懵，低头看了眼模拟点数，当前剩余159点，之前沉睡的时候是129点，涨了30，一天涨2点。我这一觉居然睡了15天，那距离灵气复苏就只剩9天了。我顿时心头一紧，本来时间就不够，这下更是要赶不及了，得赶紧开模拟才行。我刚要启动模拟，一只蟹妖横着跑了过来，平时宝贝的不行的大钳子都耷拉着，恭恭敬敬喊我龙君，说下游出了变故，要我过去处置。我皱了皱眉，之前的模拟里根本没提过 H 江有变故。文典起见，我先把蟹妖打发走，遇事不决先开模拟总没错。我启动模拟，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31点。模拟里第一天我赶去下游，才知道是老龟带着众妖见了 H 江龙府，要推我当 H 江龙君，我这才知道是白紧张了一场。第9天灵气复苏准时到来，众妖欢呼，我格外平静。第12天鱼鸟路过，我警告他不准破坏 H 江，就放他走了。第25天大鹏金翅鸟在 H 江外徘徊。第30天我靠着倒计时直接灭了大鹏，金乌现身，我当场开口说我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，愿奉他为主，把金乌都整懵了。我连着治理了51天 H 江，水神权柄却半点没涨，我正纳闷呢。第52天吴之奇来了，他没回答我权柄的问题，反倒问我是不是之前在恩海化龙的那条蛟，怎么变强这么快。我没答他的话，双方当场对峙。第53天吴之奇察觉金乌要来，临走前才说我这 H 江水神已经没法再提升权柄，还说金乌不是善类，要跟我合作。我没应声，目送吴之奇走后没多久，金乌就来了，我打了个招呼就看着他往西去了。我盯着模拟内容沉默，我明明只拿到了50%的 H 江权柄，怎么就没法提升了？剩下的一半去哪了？ H 水上游水底，我看着模拟内容陷入沉思。吴之奇说我已经是 H 水水神，可我只有50%的权柄。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吴之奇当年也只拿到了一半权柄，他没系统不知道，可我清楚。还有他最后说金乌不是善类，这点我当然知道。上次我就是无缘无故被金乌杀了的。我压下满脑子疑问，继续看模拟。第57天，你治理 H 水，两岸人类越来越多，你怕出祸患，最后还是决定不惹事，继续安心治水。第62天，一轮大日从远处飞过，传讯让你向人类宣战。你犹豫着，正要下令让 H 水妖族上岸驱逐人类，突然察觉到鱼鸟的气息。上次你已经放过他，不明白他怎么还敢来犯。你冲出 H 水正要动手，却发现他根本没有闯领地的意思。一番交流后，你才知道鱼鸟最近也加入了金乌麾下。他知道你一心只想管好 H 水，要是敷衍金乌进攻人类的命令，很可能会引来金乌震怒。看到这，我瞬间懂了。上次模拟金乌突然杀我，就是因为我当时只驱逐人类没下死手。金乌之前被人类打回东边镇窝火，碰上我阳奉阴违，直接拿我泄愤。原来如此，说起来这鱼鸟倒是不错，之前模拟里我放过他，他
他这次特意来报信，这就是善因接善果啊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，你知道鱼鸟的话帮了你大忙。看他的眼神敌意少了许多。你问他当初为什么来犯 H 水，他说原本住在南方丘陵山，那边出了恐怖的东西，才被迫北上。见 H 水风水好想站下来，被你赶走后辗转就加入了金乌麾下。说完他怕干旱传到 H 水，很快就走了。第63天，你怕敷衍金乌的命令引来杀身之祸，干脆不再收敛，派 H 水妖族向两岸人类宣战，沿岸很快恢复平静。第65天，你看到西边出现巨主，知道是 K 山的动静，没搭理。第66天 ，H 水附近多了不少战斗，原来是人类察觉到东边不断沦陷，已经集结起来防御妖族。你犹豫了许久，还是派了 H 水妖族前去助阵，果然妖族前去助阵，果然活下来了。金乌没再攻击我，我松了口气，继续看模拟。第67天，你一边治理 H 水，一边留意附近战况，一有战斗就派妖族去帮忙。第68天，吴之奇突然来找你，邀你加入他麾下共同统治所有水族，你直接拒绝了。现在吴之奇实力还没到巅峰，说不定都打不过你，谈什么统治水族？吴之奇却说，你待在金乌麾下迟早有危险。K 山通道已经复苏，金乌的扶桑树还没醒，金乌肯定要先想办法复苏扶桑树，但这需要巨量灵气力量，到时候必然会对你们这些手下下手。说完他怕被金乌发现，很快就走了。扶桑树，我看着这段内容陷入沉思。神话里扶桑树是汤古的2棵共生桑树，是10只金乌的居所，也是人天灵3界的连通大门。当初10只金乌齐出为祸人间，大意站在扶桑树上设下9日，又踩断扶桑树枝，3界通道就此损坏，后来才被误传成后羿射日。按吴之奇的说法，金乌要复苏扶桑树需要大量灵气，难不成真会对麾下下手？我想了半天也没个头绪，也不确定这水猴子是不是在骗我，反正先看模拟就行，就算模拟里出事也没关系。我打定主意继续往下看。第68天，东边战乱越来越凶，你照旧待在 H 水里，只偶尔派妖族出去作战，从没露过手。妖族们只知道 H 水有龙，却没人清楚你的实力。第70天，你在 H 水水底突然收到金乌的传讯，让你去东边大山一趟。我看到这心里猛地一紧，来了，我倒要看看那水猴子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H 水上有水底，我紧紧盯着面前的荧幕。水猴子说金乌可能要拿我们复苏扶桑树，我和吴之奇没什么交情，得用模拟验证真假。第70天，我收到金乌传讯，让我去东边大山。第71天，我到地方，那山寸草不生，四处冒火。山顶见到金乌，他一开口就要借我肉身一用，说日后报答龙族。那水猴子居然没骗我，这事是真的，那水猴子居然没骗我，这事是真的，我都死了要报答有什么用？我当即就不屑，我虽然狗，但有人要我命，我肯定反击。果不其然，模拟里我直接开口，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屋下？当场就呼风唤雨。没成想我水亲和力提升后，呼的风势能刮碎山石的罡风，换的雨势能压塌地面的弱水，砸得金乌疼得直叫。我瞬间惊了，原来龙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这样，水亲和力提升，连天赋都跟着变强。我之前跟人打架光靠莽，这不就是法师总想着肉搏吗？简直打开了新的战斗大门。随后金乌疼的凶性大发，吐着火朝我扑来，我躲开火焰土水柱对轰，虽然实力差距大，最后还是死了，但居然能和金乌过上好几招。搁以前我都是被秒的份，原来喷水龙才是王道啊！我这次模拟也不亏，搞清楚了吴之奇想统治所有水族，金乌要复苏扶桑树，我是 H 水水神走不了，短时间也打不过金乌，只能找变数破局。金乌说过南北都有大妖，南方太诡异，有未知的厉害大妖，我决定下次模拟先去北方找变数。这次的3个奖励选项我没模拟点了，选金乌羽毛最划算，赌1把运气。选完居然出了14根金乌羽毛，我怕直接吞整爆了，打算一根一根吃，吞第一根没什么火辣的感觉，居然给了20模拟点，我眼睛一亮，接着一根根吞了起来。东边大山上的金乌看着 H 水方向，莫名露出了奇怪的神色。我抬着龙头看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，311点模拟点，够我模拟2次，倒是不错。本来想接着模拟，突然想起老龟给我整了座 H 水龙府，还等着我去接收。我思考片刻，决定先去入住龙府，再继续模拟。收回念头，扭着巨大龙须往下游去。没一会儿就见到了 H 水龙府，几座宫殿建得颇为宏伟。在 H 水水族乱糟糟的道贺声里，我入住了龙府。H 水龙君的名号也就此定下。我窝在宫殿里，把龙府大小事全交给老龟，特意叮嘱他认真治理 H 水。私语册我也填好了，全交给老龟，特意叮嘱他认真治理 H 水。私语册我也填好了，交给 H 水自行运转。空下来正好能准备模拟。我心里盘算，再开模拟首要得往北探索。H 水交给老龟就行，要是找不到破局变数，迫不得已只能放弃 H 水。毕竟 H 水重要，我活着更重要。模拟里耐莽，现实必须稳。我朝外吼了一声：“老龟，传我命令 ！”H 水水族都不许靠近我这座宫殿。话音刚落，老龟划着水跑到我面前，严肃应道：“谨遵龙君之令，我一定看好，不让任何水族靠近。”我忍不住夸：“不错，下去吧，你倒是越来越有龟丞相的样子了。”老龟疑惑问：“龟丞相是何物？”我没解释，让他先退下。他迷迷糊糊走的时候，还在琢磨龟丞相这名听起来不错，以后要不要让水族这么喊他？我没管老龟的小心思，思索片刻，开口开始模拟。面前荧幕再度出现，系统提示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183点。第1天，你在 H 水上游等待灵气复苏，好解除龙不可陷阱的限制。第9天灵气复苏，你当即把 H 水交给老龟，在两岸人类的惊呼声里冲出 H 水往北去。第11天，你看到人类城市遭大量妖类袭击，北边拆了太多古建筑没了庇护，人类根本挡不住，你没
出手直接走了。第15天你继续往北飞，越想越古怪，东南西都有神话存在传说，偏偏北边很少，碰到的妖也都是只有数百年道行的。第16天你靠近一座人类大城时，突然心里不安，果断转头改道，刚走就听到城里传来妖类的痛嚎，你立马加快速度赶路。第17天你在山上顿悟，第27天醒来觉醒了新天赋，趋吉避凶，遇到危险会本能感到不安躲开。我若有所思，之前好几次模拟里莫名不安，原来是这个天赋的缘故，虽然没攻击性但能保命，谁会嫌天赋多啊？第28天你继续往北，遇到的妖都被你的龙威压得不敢拦路。第29天你碰到一头青蛟被九尾狐狸攻击，直接放龙威将九尾狐击杀，青蛟匍匐在天。你碰到一头青蛟被九尾狐狸攻击，直接放龙威将九尾狐击杀，青蛟匍匐在地不敢动，说九尾狐怪他不遵 K 山妖令才下的手。我想起当初自己还是蛟的时候，也被这九尾狐狸刁难过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同类，可惜没见过其他龙，以念及同族之情帮了青蛟，问他北边大妖在哪，青蛟说再往北有片海，那边有可怕的气息。你闻言立马继续赶路。第30天你全速赶到那片碧海，刚靠近龙区突然僵硬，剧烈的不安涌了上来。我卧在 H 水龙府的宫殿里，盯着面前的荧幕，马上就能看到北方大妖的真面目。等这次探索结束，北方的情况就差不多摸清了。第30天，我全速赶到青蛟说的北面之海，刚靠近，龙区突然僵硬，强烈的不安涌了上来。海面看着平静，却透着危险。我的趋吉避害天赋触发了，我没逃，强忍着不安在空中等着。第31天到第37天，碧海一直风平浪静，半点动静都没有。我知道等不出结果，干脆钻进了碧海。海水对我完全不亲和，我也没在意，继续往前游。碧海半点生机都没有，别说妖，连个水族都看不到，完全是片死寂海域。我愣了愣，随即也觉得合理，毕竟金乌的地盘也是寸草不生，霸主大妖大概都不喜欢领地里有别的活物。我晃了晃龙头，接着看模拟。第40天，我正探索着，耳边忽然传来海底微弱的叫声，我心里的不安反而更重，还是咬着牙往声音源头去了。第41天，那似精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正准备继续往下游，谁知道声音突然暴涨，有东西瞬间逼近，我想都没想扭头就逃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下方一道庞大的黑影涌了上来，我千米长的龙躯在他面前跟小蚯蚓似的，当场就被一口吞了。你死了！眼前弹出4个奖励选项：41天的生存经验，41天的体魄，鲲的一小块皮，天赋趋吉避凶。我盯着第3项奖励，瞬间反应过来，那黑影就是鲲啊！鲲鹏在水为鲲，飞天为鹏，为鲲时体积足有几千里大，实力恐怕比金乌还强。我在金乌面前还能过几招，在他这儿直接被吞，难怪金乌忌惮南北两方的大妖。我皱着眉思索，这鲲没什么野心，一直待在碧海，根本不可能主动找金乌的麻烦，想靠他破局怕是没戏，实在不行，只能去南方找破局的法子。再看奖励选项，值得选的就是鲲的皮和趋吉避凶天赋。我正琢磨着，忽然灵光一闪，我之前怎么忘了？这世上除了大妖，还有人类啊！人类的神异物品强的离谱，上次那幅画像还没展开就吓退了金乌。我要是在模拟里借人类的力量对付金乌，说不定能拿到能克制金乌的宝贝。我面前列着5项天赋：呼风唤雨、鳞甲之长、腾云驾雾、龙威、趋吉避凶。我最终选了趋吉避凶，比起不知用处的鲲皮，天赋显然更实用。选完，我窝在宫殿里琢磨接下来的模拟方向。我想借人类的力量对抗金乌，但又得提防人类。我前身就是人，太清楚人性有多复杂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，我可不会傻乎乎全心跟人类合作。我琢磨着可以试试解锁人类新剧情，之前模拟都在妖类之间，就算偏向人类程度也很浅。我的立场始终站在龙族，模拟不过是变强的实验而已，我还有足够的模拟点数，正打算开新模拟，系统突然跳出来提示，日常发放2点模拟点，当前剩余185点。我愣了愣，居然又过了1天，距离灵气复苏只剩8天了。我不再犹豫，直接消耗128点开启模拟，剩余点数57。第1天我潜伏在 H 水上游，静静等待灵气复苏。第8天灵气复苏 ，H 水众妖欢呼，我不动声色观察着两岸人类。第11天鱼鸟到来，确认它短时间不会影响 H 水，我耐心等着。我很清楚，只有在人类遇到危机时出手，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仰。第13天大旱，两岸人类叫苦不迭，我终于出手呼风唤雨解除旱情，龙威吓跑了鱼鸟，我没多留，直接返回 H 水。两岸人类沸腾，都在惊呼看到了龙。第14天人类纷纷祭祀，求我庇护。我派蟹妖上岸告诉他们，东边的金乌不久后会进攻人类，还把金乌塑造成了十恶不赦的存在。人类吓得惊慌失措，一个劲祈求我庇护。我看到这直接沉默了。我是要借人类力量打金乌，不是要庇护他们。我最多也就跟金乌过2招而已，哪有那本事庇护整个人类？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再派蟹妖，让人类多找些其他同族过来，说金乌会祸乱整个人类世界。第15天祈求我的人类变少了，我继续等着。第17天不少人类赶到 H 水岸边，有人扛着锣鼓旗帜，还有人拿着短棍画着脸谱，我才知道他们跳的是沿海的莺歌舞。之前就是这个舞配合魁牛舞拦住过金乌，可惜单靠莺歌舞根本对付不了金乌。我急着等人类把那些画卷拿出来。第18天人类插好旗帜摆好锣鼓，我正猛着不知道他们要干嘛，就见个老者扔了张布到水里求见我。我冲出 H 水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人类试探我的法子，我要是出来就等于承认自己是 H 水水神。我没生气，直接放出龙威，两岸人类瞬间全都匍匐在地。我默默吐槽人类是真狡猾，当场打定主意，模拟里可以跟人类打交道，现实里绝对不沾。H 水龙府，我看着还在运行的模拟荧幕。第18天，我释放龙威压着两岸人类，没伤他
他们分好。人类老者连忙道歉，说没有恶意，我才罢手。老者想求证东方金乌是不是真的会威胁人类。我本来就想鼓动人类跟金乌开战，自然添油加醋说明情况。老者问我开战会不会帮忙，我犹豫片刻说会，他才放下心。我也从他嘴里知道了不少灵气复苏后人类的情况。我之前只知道人类很多地方沦陷，不少神异物品复苏，具体情况还真不清楚，就认真接着看模拟。原来鹰歌舞、魁牛骨这类东西都很稀少，尤其是画像，每位人物只有一幅能起效。灵气复苏后，人类科技受未知磁场影响大半失效，还遭到大量妖类袭击，不少城市沦陷。老者失效，还遭到大量妖类袭击，不少城市沦陷。老者还无意间提到，整个天地正在变大，发生某种变化。我还好奇，要是我从系统得的奖励画跟现实里的真画碰上，谁才是真的？那场景肯定好玩。我又注意到天地变化的内容，想了想就懂了。金乌、大鹏、金翅鸟那些神话存在开战破坏力极强，现在还都是虚弱期，天地要是不变大，迟早要被打爆。我想明白就接着看模拟。我问老者知不知道灵气复苏的原因，老者说不知道。我返回 H 水后，人类直接把我定为祥瑞，我忍不住感慨，有用就是祥瑞，没用就是邪魔。本来目标是对付金乌，还不忘因跟我仇深似海的大鹏金翅鸟，换现实里我也会这么干。第24天，大鹏金翅鸟准时降临，看到岸边这么多人类，当场发懵。我冲出 H 水跟他对峙，老者直接祭出画像，画像一开就射出无数金光利剑，当场击中发懵的大鹏金翅鸟，他直接坠落下来。我正高兴呢，那画像突然调转箭头朝我射来，我在不甘怨恨的情绪里被击中，死在了 H 水边。你死了，请在以下3项中选择一项作为奖励：24天的生存经验，24天的体魄，烧烤大鹏金翅鸟。我看着结束的模拟沉默了，突然想起上次金乌烧死2岸人类，人类以为是我干的，用大羽画像把我镇压的事，这次看着像意外，谁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这才意识到，用人类对付金乌完全是与虎谋皮，人性太复杂了，善恶两面都极端的很，也难怪人类是天地主角，借人类对付金乌的计划得彻底划掉。金乌要拿我复苏扶桑树，根本没法跟人类统一战线。我思索许久，转头看向南方，实在不行只能去南边探索了。南方虽然神秘，还有未知大妖，人类对付妖，实在不行只能去南边探索了。南方虽然神秘，还有未知大妖，人类对付妖类的传承也更多，但现在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。我确定接下来模拟方向是往南方探索后，扫过3个选项，想都没想直接选3，烧烤大鹏金翅鸟。不是有私人恩怨，主要是缺模拟点数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只一展达千米的烤熟大鹏金翅鸟出现在我面前，引得 H 水族惶恐不已。好在老龟在场稳住了局面，我可不管那么多，张嘴狠狠咬上去，一口扯下鸟腿，嚼吧2下就吞了，味道跟烤鸡差不多。另一边遥远的南方，活的大鹏金翅鸟正展翅翱翔找我报仇。之前我化龙石打伤过它，它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满心怨恨正搜寻呢，突然浑身拔凉，莫名的心悸感涌上来，吓得它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我花了许久，终于把整只大鹏金翅鸟吃完，整整得了3000多点模拟点数，短时间内都不愁没模拟点用了。我咂嘴评价，这大鹏金翅鸟肉质不行，烤太老了，不好吃，吃完浑身舒坦。之前这货简直是我心魔，现在吃完感觉灵魂都在雀跃。本来想打盹休息，可一想到一睡就不知道多少天，我对老龟叫我起床有阴影，索性打消了念头。转念决定召集所有 H 水之妖，跟他们说下灵气复苏的事，提前有个准备。我喊来老龟让他去召集，没一会儿10来只 H 水妖就到了，居然还多了只新的蛙妖，就是我之前入驻 H 水龙府时喊孤寡喊得最大声的那只，居然提前踏上进阶路了。算算还有8天就灵气复苏，这种提前开灵的现象只会越来越多。我跟一众妖物解释清楚灵气复苏的事，虾妖听完咋咋呼呼喊龙君，我就说我那些崽子个个都透着不凡，眼看就要开灵，原来是灵气复苏啊！我听得一愣，感情虾兵蟹将这就有苗头了，再加上老龟，这不妥妥奔着龙王配置去了。我晃了晃龙头，让妖们都退下，就听见他们齐刷刷喊龙君、丞相，我等告退。我当场懵了，丞相是谁？转头就看向老龟，老龟缩着脖子唯唯诺诺，您上次说龟丞相，我觉得好听，就让他们这么喊了，您不会怪我吧？我无奈摆手让他下去，得，龟丞相也安排上了，合着我这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老龟一听立马划着水跑没影了，我懒得管这些糟心事，接下来准备继续模拟，目标探索南方，能不能解决金乌危机就看南方的大妖了。我收敛心神开口，开始模拟吧。眼前立刻弹出荧幕，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3064点，模拟正式开启。开启模拟，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3064点。第1天我待在 H 水龙府，等灵气复苏再探索南方。第8天灵气刚复苏，我立刻离开 H 水往南走。第11天我回到以前住的地方，当初走礁把森林淹成了大湖，我看了会儿就离开。第17天我继续南下找大妖，在一座山上探出龙头，看见一头异兽，它长得像马，头是白的，身上有虎纹，尾巴赤红，叫声像人在唱歌。我一眼认出这是鹿属，神话里的瑞兽，带它的皮毛能子孙满堂，就是战斗力极弱，连我的龙威都扛不住，杀了也换不了模拟点，太亏。我释放龙威压得他匍匐求饶，问他知不知道南方大妖在哪，他说不知道，之前被一股恐怖气息逼得从扭阳山逃到这，我就放了他继续赶路。第19天我腾云驾雾看见大江，天性喜水直接钻进去，顺着水道往南走。第21
71天，我在水里游，突然看见前方有金光，原来已经到了人类城市。河边摆着做功夫雕塑，金光就是从那发出来的，只警示我别作乱，没伤我。我顺利离开。我愣了愣，以前还是教的时候走教遇过功夫，那时候灵气没复苏，他拿我没办法。现在灵气复苏了，居然也不碰我。我很快想明白，功夫是龙生九子之一，算龙族。我现在是角龙，也是龙族，看在同族份上才放我走。第23天我没找到大妖，第24天刚腾云就看见大洪水，里面有蛟的气息，有蛟在走水，居然往西边去，那方向根本到不了海。我知道走蛟是天定结束，没法直接帮，就呼风唤雨涨了点洪水准备走，没成想那蛟突然转方向往南走了，明显有恐怖存在在帮他。我懵了，为啥我当初走蛟没人帮？不对，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当初的雷劫比预想的弱很多，原来不是我到了蛟的极限，是有人暗中帮我。难不成帮我的和帮这头蛟的是同一个，还是龙族？我越想越觉得南方那个没人见过的神秘大妖，搞不好就是龙族的某位大佬。我待在 H 水龙府，看着荧幕里的模拟，陷入思考，南方的龙族会是什么来头？神话里的龙族强的离谱，我实在猜不到。那未知存在真要是龙族的话会是谁？如果对方真是龙族，还愿意帮龙鼠，我这死局不就破了？有他庇护，金乌哪敢杀我？我突然开心起来，看到了破局的希望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25天，我看着洪水往南去，犹豫后腾云跟上，一来给蛟龙保驾护航，二来想找南方未知存在的线索。第28天，我看清那头蛟是几十米长的白蛟。第31天，洪水到了入海口，附近树洞里有只哺乳的狐狸，察觉到洪水居然没逃，一动不动。不对啊，正常动物遇洪水肯定会跑，甚至不少会弃载，这狐狸怎么可能无动于衷？我越想越不对，忽然想起自己之前走蛟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我放的洪水淹了那么多城，那个考验灵性的小村子，怎么可能没人提前通知撤离？除非这些都不是真的。我腾云仔细盯着下方，想验证自己的猜测。白蛟看着哺乳的狐狸，眼露凶性，毫不犹豫驾洪水冲垮大树，把狐狸淹没往海里冲。我盯着看，发现狐狸被淹后没挣扎，直接化成道道金光消失了。果然，这狐狸是假的。之前我走蛟碰到的村子也是假的，都是天地的考验。这白蛟凶性一漏，走蛟已经失败了。我经验丰富，其他蛟只有一次走蛟机会，可我有模拟器，相当于已经走了无数次，跟它完全不一样。果不其然，白蛟入海渡雷劫，跟它完全不一样。果不其然，白蛟入海渡雷劫，直接被劈得溃散，走蛟彻底失败。我无奈摇摇头，那未知存在也帮不了他，只能尽人事听天命。第32天，我正准备离开，忽然察觉到不对劲，转头就看到一道金光朝我袭来，是大鹏金翅鸟。估摸着他在 H 水没找到我，四处搜捕才追到这。我暗催这鸡真小气，当即腾云迎上去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当场打了起来。我呼风唤雨放慢他的飞行速度，又蓄水喷过去，直接把他砸进地里。大鹏金翅鸟疼得厉叫，不敢信我变强这么多。他爬起来想问原因，我压根不搭理，继续猛攻。没一会儿他就撑不住了，阵翼化作金光落荒而逃。我愣了愣，居然纯靠自己的战力把大鹏金翅鸟打跑了。上次交手还是化龙的时候，当时是靠画像才伤了他，这次全是我自己的实力。我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战力比起刚化龙时强了不知道多少，虽说跟顶尖神话还有差距，但打虚弱期的大鹏金翅鸟完全没问题。我心里暗爽，打定主意以后见他一次打一次。第33天，我回南方继续找那未知存在。第35天没找到，倒是碰到不少妖攻击人类，我没打算出手。第37天我进水里玩了一阵，又接着赶路。第38天，我碰到2只勇鸟，才知道勇鸟居然是群居的，我当时就毛骨悚然，一只就能让一地干旱，一群乱飞的话天下都得大旱。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南方大妖的消息，他们说居住地令丘山附近有股极其可怕的气息，所以才集体逃了出来。我问清令丘山的位置就走了。第40天，我赶到令丘山附近，那边正下着大暴雨，我在雨里扭动龙躯正起劲呢，忽然捕捉到一道极强的气息一闪而过，看到荧幕上显示捕捉到强大气息，我窝在宫殿里忍不住甩了甩龙尾，龙尾拍的整个宫殿都震了震，我心里狂喜，终于找到了。之前我还担心这次模拟会无功而返，没想到真找着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南方的未知存在肯定是龙族，就是不知道是神话里的哪一位。不意外的话，南方的未知存在肯定是龙族，就是不知道是神话里的哪一位。接着我继续看模拟内容。第41天，你捕捉到极强气息，欣喜的开始追寻。第42天，你飞到令丘山以东的巨大湖泊上空，不敢置信的看着下方，这湖大到覆没了方圆上百里的山林。你正震撼时，冥冥中有契机指引你入湖，你犹豫片刻便游了进去。刚进湖水，你就感觉到有目光在注视你，却找不到来源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像是被什么力量禁锢了。第43天，你僵持了一整天才恢复动弹，刚松口气就被一股巨力打出湖泊，隐约看见湖底有龙形身影闪过。你正要再进去，一道声音传来，说不许你再进，否则不客气。你正疑惑，那声音又说你已经失败，让你速速离去。看到这我直接懵了，我干啥了就失败让我走？我能确定湖里的就是南方龙族大妖，对方向来偏向龙属，态度友善，不可能无缘无故赶我走。细想才发现那句已经失败了，会不会指的是考验？刚进湖就被束缚，应该就是考验内容，我没通过，对方才不愿意见我。模拟里的我已经失败了，也没啥别的办法，只能等这次模拟结束再重来。反正我有3000模拟点，富得流油，慢慢是总能搞清楚。我没心思再看后面的模拟，一心准备下一次。后面的模拟内容很快走完。第44天我被迫离开湖泊，第45天返回 H 水，之后一直在闭关，直到第71天和要夺我本源的金乌对战，撑了几息就落败了。能在顶尖神话存在金乌手下撑几息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这战绩换到大鹏金翅鸟身上，都能把对方揍得找不着北。接下来就是选奖励，3个选项分别是71天生存经验、71天体魄、金乌羽毛1根。体魄没用，金乌羽毛才值20模拟点也没用，我直接选了第一项生存
存经验，一股记忆瞬间涌入我脑海。71天的经历飞快闪过，这些经验，尤其是战斗经验，对我帮助极大。毕竟现实里我是条没怎么动过手的宅龙，现在我已经从经验里知道了南方龙对我帮助极大。毕竟现实里我是条没怎么动过手的宅龙，现在我已经从经验里知道了南方龙族所在的具体位置，不用再重新找。我当即准备开启新的模拟，去验证那湖底的龙族到底是不是在考验我。H 水龙府开始模拟，我启动新一次模拟，面前升起一道荧幕，模拟开启，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2936点。头8天我待在龙府等灵气复苏，灵气一到，我把龙府交给老龟，直奔南方。第11天就到了巨大湖泊边，冥冥中的契机引我往里冲，一进湖泊我就被无形力量禁锢。我知道这是考验，强压惊惧，拼命挣扎，龙鳞都渗出一痕也没停。第12天终于挣开束缚，浑身是伤，刚感到喜悦，前方出现一道若隐若现的龙影，我直接被轻柔力量送出湖。耳边传来声音说我勉勉强强通过，还说龙之力非在其身，就让我离开。我走的时候好像有道光落我身上，自己却没任何感觉。看到这我都快抓狂了，合着我好不容易闯过考验，连龙的面都没见着就被赶出来了。不对，那道光会不会是奖励？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。第14天我返程的时候碰到大鹏金翅鸟，往常我俩一见面就得打，谁知道这次他看见我居然吓得转头就跑，我追上去打了他一下，他愣是只顾着逃，我根本拦不住。第29天金乌来 H 水，我本来都准备归顺下拜了，没成想金乌看了我一眼直接就走了，根本没提要我归顺的事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这肯定是那道光的缘故，那道光是南方之龙给的，别的生灵能看见我身上的龙的印记，所以大鹏怕我，金乌也给我面子。我正感慨有同族大佬罩着真好，就看到模拟里第33天 H 水两岸突然来了好多不肯归顺金乌的妖，把人类都赶跑了。我让老龟去查探才知道，东边全都臣服金乌了，唯独我这 H 水金乌秋毫不犯，外头都传我实力不弱于金乌，所以妖们都来投奔我。没几天来的妖就有1000多，老龟还偷偷帮我打点好了一切，我稀里糊涂就成了 H 水龙王，势力居然能和金乌分庭抗礼。我看着这模拟结果人都傻了，我啥都没干就成龙王了，这动静闹这么大，金乌能善罢甘休？我瞬间感觉一股危机涌上心头。我窝在怀川龙府宫殿里，看着面前的荧幕陷入沉思，莫名其妙就从怀川龙君被推上位，成了怀川龙王，势力还直接能和金乌分庭抗礼，这也太夸张了。看到荧幕显示是老龟推我上位，我又陷入沉思，一下就猜到老龟是对我十分自信，真觉得我能对抗金乌，可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哪打得过啊？我无奈继续看模拟，总感觉金乌不会看着我这么发展。第40天，我被推上怀川龙王之位，虽十分无奈，也知道得先安抚住两岸众妖，免得他们闹事添麻烦，于是首次以怀川龙王的身份现身怀川之上，引得两岸无数妖类狂热，我看得恨不得把老龟抽死，面上却只能尽力安抚众妖。第41天，我发现怀川两岸的妖类还在不断增加，十分不解，便派已经成了龟丞相的老龟前去调查原因。第42天，老龟回来禀报，说我之前安抚众妖时展露出的强大仁慈，吸引了不少金乌麾下的妖类来投，我如今的势力已经超过金乌，优势在我看得满头问号，还优势在我这分明是被架在火上烤啊！金乌绝不可能忍我势力压过他还怎么复苏扶桑树？这明摆着是逼着金乌来搞我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47天，我正为两岸妖类的事头皮发麻，突然听见怀川两岸的妖竟然在自主商量要进攻金乌势力，夺取整个东边，还算出我能和金乌5开，成功率有70%。我听完人都傻了，还5开？我看是金乌打我5分钟，还能吃5分饱。第56天，坐拥怀川的我麾下妖类众多，俨然成了东边霸主之一。第57天，不知为何怀川之妖和金乌势力的妖打了起来，场面越闹越大，很快数以万计的妖参与了战斗。我看着外面的乱战彻底懵了，本以为就算打起来也是小打小闹，没成想直接首战即决战，错愕间远处一轮大日冲来，落地化作3族金乌，视线直接锁定我瞬间明白这场争斗根本是金乌设计的，就是为了名正言顺杀我。我明悟后不再犹豫，扭动龙须杀向金乌，你死了，请在以下4项中选择一项作为奖励：57天的生存经验，57天的体魄，金乌羽毛3根，一道应龙气息。看着模拟文字我恍然，这金乌还真够聪明的，神话存在果然没一个智商低的。之前大鹏金翅鸟是老阴货，与鸟会借刀杀人，金乌更是心思深沉，看样子南方之龙的气息只能保我不被随意镇杀，只要金乌占了理照样能杀我。我突然反应过来南方之龙的身份，目光瞬间定格在最后一项奖励上，一道应龙气息。我天，应龙！我之前猜过无数次南方之龙的身份，哪料到会是应龙。神话里应龙是公认的天下战神，水神，拜在他手下的全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难怪之前大鹏金翅鸟见了我就跑，金乌也不敢随意动我，原来是应龙留了气息在我身上。南方有应龙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一条，但只要能得到他的真正庇护，金乌就算占理也不敢杀我。想到这我心头火热，应龙应该会给我考验，考验结果越好得到的庇护就越多。这次模拟他只给了一道气息，说明我只勉强通过了考验。他说龙之力非在其身，下次模拟前我得琢磨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我不再多想，果断开口，选择第4项，没有什么比小命更重要。话音落下，一道湛蓝色光芒凭空出现，融入我的龙躯之中。我耳旁隐约传来了龙的叫声 ，H 水龙府。我随意游了几下，没察觉到半点异常。应龙的一道气息已经融入我龙躯，可我半分感觉都没有，就像压根没拿到过这份奖励。但我清楚系统选项绝不会出错，多半是气息融得太深，我感知不到。我打算叫老龟进来试试，看他能不能察觉我身上的应龙气息。
我发出一声似牛吼的叫声，准确传到宫殿外。没一会儿，老龟就急匆出一声似牛吼的叫声，准确传到宫殿外。没一会儿，老龟就急匆匆冲进来，那模样摆明了在表功，说自己是全速赶过来的。我直接无视，这老龟的性子我摸得门清，他露出来的本事起码藏了一半，搞不好藏了2/3，转头就跟你说尽力了。我早把他拿捏得死死的。老龟小心翼翼抬着脑袋问：“龙君唤我有何事？”我龙目落在他身上，老龟，你看我有何变化？闻言，老龟上上下下打量我半天，憋出来一句：“龙君，您变得更加威武了。”我直接让他下去。看来老龟根本察觉不到应龙气息，估计只有神话级的存在才能感受到。老龟走后，我仔细琢磨应龙之前说的“龙之力非在其身”，应该是上次考验我时，我拼着受伤用蛮力冲破禁锢，他才告诫我龙的力量不能拘泥于肉身。可我除了肉身力量，就只有控水的本事啊！我是龙天生会控水，上次提升 H 水神权柄还加了水亲和力，但应龙是掌管天下水系的水神祖宗，在他面前玩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我犹豫半天，还是决定试试，大不了花128点模拟点数。我现在加底后耗得起，我在心里默念开启模拟，湛蓝色荧幕立刻跳了出来，模拟开启，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当前剩余2808。第11天，我回到应龙栖息的湖泊，顺着契机潜入湖中，刚进去就被熟悉的力量禁锢。这次我没印证，冷静感应周围水流，很快水流纷纷和我共鸣，聚在我身边帮我正束缚。我心里清楚是应龙没控水流，不然我根本做不到和湖水共鸣。第12天，我靠水流解开禁锢，正信心满满呢，突然听见一道声音问我为什么身上有他的气息，我脑子瞬间炸了，完全忘了这茬。这要怎么解释？总不能说我上次模拟选了应龙气息吧，不得被他拍死。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没想到应龙没计较，说我控水能力尚可，通过了考验，可以留在湖边随他学艺。我赶紧答应，松了好大一口气，暗自提醒下次选项得三思。我正庆幸能跟在应龙身边学艺，好大一口气，暗自提醒下次选项得三思。我正庆幸能跟在应龙身边学艺，安全有保障了。接着看模拟内容，却直接愣住。第13天，我跟着应龙指引游到湖底，才发现应龙不是实体，是泥土捏成龙形，还长着双翼，气息强却不稳定。他说这只是他的一道力量，人天两界通道没开，他本体进不来。我脑子里攒了一堆疑问，刚要开口问他，我看着模拟内容，忍不住轻轻甩了甩龙尾。应龙没给我解答灵气复苏的疑惑，只说一切都和黑帝有关，就让我安心提升，还要求我以后每天和他对战，用实战的方式提升。黑帝不就是5帝之一的颛顼，神话里的北方天帝，属水德，所以才有黑帝、玄帝的称号。我突然想起，颛顼在位时曾做过绝地天通的事，就是命令手下斩断所有天界通道，从此人神相隔，再也不能互通。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，还得找应龙确认才行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，接下来居然是应龙要揍我，还美其名曰是提升，反正挨打的不是现实里的我反倒有些好奇。第14天，我按要求全力朝应龙攻击，化身喷水龙蓄力喷出极强的水流，结果应龙只一个眼神，水柱瞬间就消失了，我当场愣在原地。之后我天天按要求不停攻击，直到第16天力竭，应龙才停手。第17天我刚恢复点力气，就看见应龙突然望向湖外，过了好久他才收回目光，说刚才有蛟龙走蛟，他出手帮了一把还是失败了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条失败的蛟龙了。我当场就愣住了，我们在最南方的湖泊，他居然能隔空帮到万里之外的走蛟蛟龙，这还只是他的一道力量，本体没法降临都这么恐怖，真要是本体亲临，得强到什么地步？我瞬间就激动起来，我下一步的进化方向就是应龙啊，虽然要花很久的时间，但至少有了明确的方向，能进化成这么强的存在，我越想越期待。之后的日子，我就和应龙反复对战，休息循环，一直到第33天，应龙突然说我悟性不足，让我离开湖泊自己领悟，哪天悟懂了这些天的战斗再回来找他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股无形力量送出了湖泊。我在湖边徘徊了好一阵，发现实在进不去，只能往 H 水方向飞。半路上碰到大鹏金翅鸟，对方下的够呛，我上去抽了他2巴掌就继续赶路。看到这里我直接懵了，合着这段时间的对战提升也是考验，我没悟出来就直接被赶出来了。应龙居然设了这么多考验，我卧在 H 水龙府的宫殿里，龙眼满是迷茫。应龙居然还有考验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。他一直拉着我打斗，只需我出手，耗完我体力就让我休息，恢复了再接着打。模拟里我只看出这些内容，要从这点信息里找考验的门道，这不是故意刁难我吗？我头疼得很，看向还在滚动的模拟内容，上次被金乌坑过一回，这次我留了十足的戒心，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坐视不理。第36天，我回到 H 水重新掌控龙府，没多久一轮大日就降临了。熟悉应龙的气息后，我根本不怕金乌，直接冲出 H 水跟他对峙。我身上沾的应龙气息极浓，金乌肯定不敢动我。果不其然，金乌看了我一眼就转身走了，什么也没做。我回到湖里，召开了 H 水龙府召集令。第37天，我命令 H 水中妖去两岸驻扎，不管人类还是妖类，一律不许进入。敢硬闯的直接视为挑衅，就地格杀。众妖领命离去，半天就肃清了两岸，安静的环境让我格外舒服。第39天，好多妖类想进 H 水求庇护，我全都无动于衷，让属下全拦在外面。我就想靠这法子避开金乌的计谋，两岸没妖我就见不了势力，金乌也就没名正言顺的理由杀我。这招确实管用，我自己都认可，直接不见势力几乎没风险。我倒要看看金乌还能整什么幺蛾子。第41天，没有外来妖能进 H 水，两岸一直安宁，我 H 水龙君的名号反倒传得越来越远，还有传闻说我实力不弱于金乌。第52天，老龟来报，有人类老者在岸外求见，想跟我商量联手对付金乌。我瞬间想起之前的糟心事，想都没想就派人把人赶走了。第61天，我看见金乌往东边飞，一看就知道他去 K 山吃瘪了。我暗自发笑，知道东边马上要陷入战乱，我赶紧下令让属下加强防备。第62天，东边果然到处都是战
战乱，只有我 H 水独善其身，安安稳稳。第63天，老龟又来报，有妖往 H 水跑，身后还跟着追杀的人类，明显是故意往这边引。我瞬间明白，这是金乌的借刀杀人计，想借人类的手杀我，我都觉得好笑。上次我还想借人类的力量杀金乌，结果把自己搭进去，现在居然反过来了。我当即冲天而起，腾云到岸外查看，果然有几只妖往这边冲，后面跟着3个穿青红蓝3色服饰的人类，都手持3叉戟，脸画脸谱，头顶插香，身上缠着带金光的黑气，看着特别奇怪。不过就这3个人，我一口水就能喷死。第64天，那几只妖刚进两岸范围就被我属下拦住，他们还露出了得逞的笑，我直接一口大水球喷过去，当场把这几只妖灭了。我在云里露出巨大的龙头俯视那3个人类，他们身上的黑气瞬间被我的气势吓退，3个人直接倒在了地上。我本来还想问问他们黑气的事，见人都晕了，顿觉无趣，让人把他们丢到远一点的地方。那黑气到底是什么？不光模拟里的我好奇，现实里的我也好奇得很，可惜不知道答案，我只能接着看模拟，看金乌还有什么新招。处理完 H 水的事，我刚回龙府享受安宁，就看见西方冒出 K 山的巨主，我瞬间想到，要是 K 山通道复苏，应龙是不是就能以本体过来了？要是应龙能来，其他顶尖的神话存在会不会也跟着降临？本来悠闲的我，瞬间变得忧心忡忡。H 水龙府里，我卧在宫殿看着模拟内容，不由陷入沉思。神话里 K 山是天帝在人间的都城，也是连接天人2界的通道，人能借此通天，神能借此下界。要是 K 山通道真的复苏了，金乌为啥还要急着复苏扶桑树？那东西也能连接天地啊！金乌为啥还要急着复苏扶桑树？那东西也能连接天地啊！神话里天地帝俊和羲和生的10日就是10只金乌，他要是急着开通道让天帝回来，帮 K 山加快复苏不就完了？犯不上折腾扶桑树，我实在想不通。接着看后续模拟。第66天 ，H 水两岸依旧安宁，东边的战乱半点波及不到这儿。第67天，吴之奇突然出现在 H 水外，我一露面，原本友善的他立马变得凶神恶煞，跟有深仇大恨似的。我一琢磨就懂了，我身上有应龙的气息，当年应龙擒了吴之奇，他这是把仇算我头上了，这不纯欺软怕硬吗？我有应龙气息又不是真的应龙，冲我发火有啥用？真晦气！我一点不慌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我早不是刚化龙的那条小龙了，现在碰到大鹏金翅鸟都敢上去抽2巴掌，更别说被大鹏撵着跑的吴之奇了。我继续往下看模拟，怒火上头的吴之奇直接朝我攻过来，我丝毫不惧，一口大水球直接给他砸清醒了。吴之奇受了不轻的伤，转头就跑，我犹豫了下没追。第68天，东边战乱开始减少，我有点意外，还是打定主意守好 H 水。第70天，东边战乱彻底平息，我诧异的很，派手底下老龟去打探，老龟回来报说，东边的妖类突然全消失了，大半地盘都被人类占了。我听完就猜，这事儿10有8九是金乌干的，把妖都当肥料用来复苏扶桑树了。第72天，我待在 H 水龙府里，暗自警惕东边的金乌，怕他来犯。第73天，我正卧在宫殿里，突然看见西南方向冒出来一道青色巨主，和上次 K 山复苏的场景一模一样，我猛地愣住了。扶桑树还没复苏呢，怎么又有别的东西要复苏？神话里能连接天地的就那几个 ：K 山、剑木、扶桑、不周山。西南方向正好是传说中剑木所在的多广之野，难不成是剑木神树要复苏？我也不敢确定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74天，西南的青色光柱消失，我正琢磨这是啥玩意儿呢，手下小妖来报说人类突然进攻 H 水，已经我正琢磨这是啥玩意儿呢，手下小妖来报说人类突然进攻 H 水，已经死了不少妖了。我又气又猛，好好的人类来犯我 H 水干嘛？我先派小妖上阵，自己在后面观察。第75天，人类正式到了 H 水边上，我一眼就看见之前那3个穿3色衣服、头顶插香、画着脸谱拿3叉戟的人，身后跟着大批人类，这3个身上缠着黑气和金光。H 水妖靠近就被压制，被3叉戟刺中，直接就死。我看着手下妖被屠戮，知道小妖们拦不住，当即冲出去拦在人类面前，龙威一放，那3个领头的直接被震死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正准备呼风唤雨，人类突然拿出那幅我见了就绝望的画像，一展开就飞出道金光，直接把我打成重伤。我濒死之际，看见人类冲上来收集我的异液，隐约听见他们说要阻止扶桑树出现，随后我就没了意识。模拟结束，跳出来3个奖励选项：75天的生存经验，75天的体魄，吴之奇的猴毛3根。我看着模拟结局有点猛，死在那幅画像手上我能理解，毕竟金乌都打不过那玩意儿，可我死的也太冤了吧！这些人类打过来就是为了收集我的异液，他们要拿我的异液阻止扶桑树复苏。H 水龙府，我卧在宫殿里思索，这次模拟我没跟人类结仇，他们却耗费珍贵的画像力量来杀我，目的大概率是我的龙源，要用来阻止金乌复苏扶桑树。就因为这个我在模拟里死了，说不甘心是假的。下次模拟的对人类多提防着点。我整理这次模拟的收获，应龙有多重考验，源头指向颛顼，还有疑似剑木神树复苏，人类要阻拦扶桑神树复苏。接着我看向3个模拟奖励：75天生存经验，75天体魄，吴之奇的猴毛3根，猴毛对我帮助不大，体魄加的修为也不多，生存经验才是最有用的。我得靠这个猜应龙的下一个考验是什么。我直接选了第1项，不多时大量记忆涌入脑海，跟亲身经历过一样。我重点翻找应龙让我攻击的那段记忆，翻来覆去看了好久，愣是没看出门道。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悟性太低了，就这么看了一整天，直到系统发日常点数的提示响起，我才回过神。距离灵气复苏只剩7天了，再耗下去就是浪费时间。我忽然反应过来，应龙根本不是在躲我的攻击，是在教我怎么用水。这考验就是要我自己悟透这点才能通过。我忍不住吐槽，应龙直接说不就完了，非得搞这么刁钻的考验。我打算下次模拟直接用模拟点对，省得自己瞎琢磨，还能顺便查查人类为啥要阻止扶桑树复苏。按照之前的信息，灵气复苏的根源在黑帝颛顼绝地天通后，天神一直想回下界，大明初年那次灵气复苏被明先祖压了回去，
龙族也因此跟人类反目。现在灵气已经复苏，K 山、剑木通道都开了，人类还拦着扶桑树复苏，我实在想不通有啥用。4000多年有颛顼，几百年前有名先祖，近代也有能人。早些年的修行禁令封死了不少妖的路 ，H 水的妖就是受害者，但那都是灵气没复苏的时候才管用啊。我卧在 H 水龙府，准备开启模拟。这次的模拟方向很明确，首先得通过应龙的考验，才能提升自身实力，还要提防应龙搞新的考验。另外，人类画像的事我也得想办法应对，那玩意太古怪，搞不好是三皇五帝大义的气息寄存在里面。距离灵气复苏只剩7天，提升实力才是当务之急。我默念开启模拟，面前立刻升起一道荧幕，模拟开启，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2680点。第10天，我按应龙指引进入令丘山东边的湖泊，刚进去就有禁锢感，我熟练控水解开，刚脱困就看到应龙站在面前，他一脸怀疑龙生，不敢信我解禁锢这么快，愣了好久才说我通过考验，可以跟着他休息。我懵了，应龙居然不好奇我身上有他的气息。模拟还在继续，我忍不住问出疑惑，应龙反倒很诧异，说我控水天赋这么高，有进化成应龙的潜质，身上有应龙气息有什么奇怪的？第11天，我跟着应龙在湖底休息，闲聊时提了人类画像的事，应龙闻言让我不用担心，说画像极其稀少，寻常存在根本碰不到。我人傻了，寻常碰不到，那我碰着的魏征、大禹、大义画像算什么？合着我自带巅峰气运，出场就得打高端局。我越想越觉得有东西在针对我，我接着问碰到画像怎么摧毁？应龙说画像牵扯太大毁不了，被我缠的没办法才告诉我，主动释放身上的应龙气息就能让画像不攻击我，唯独碰到黑帝颛顼的画像得赶紧跑，应龙气息对他没用。我跟着他学会了主动释放和收敛应龙气息，我瞬间松了口气，这下不怕画像了，就是为啥颛顼例外，合着他不给应龙面子。我没多想，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。第13天，应龙让我攻击他，我出手的水球快打到他的时候，湖水主动过来挡了攻击，我一下就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应龙的防御，是湖水自发护着他。应龙还暗叹我悟性高，灵气断绝后居然还有这么妖孽的龙。第14天，我彻底搞懂了，应龙对水的亲和力远高于我，所以湖水会自发护着他。我立刻动用 H 水神的司职之气分化湖水，呼风唤雨朝他打过去，应龙一尾巴就把攻击平复了，还告诉我进化应龙要以水之道为主。我应了下来，我看完就知道第2道考验过了，就是不知道应龙会不会又搞出第3道考验，这货的考验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吗？真是防不胜防。第15天起，应龙就让我在湖泊里感悟水之道。第16天我就发现我对水的亲和力在缓慢提升，是应龙在暗中帮忙。第27天我觉得悟的差不多了，跟应龙说水至静则柔，滋润万物，至动则刚，排山倒海。应龙却说不够，还纳闷我悟性怎么时高时低。我心里好笑，那能不忽高忽低吗？我全靠模拟器啊，悟性不够，模拟来凑。我盯着模拟内容，等着看应龙接下来的安排。第37天，应龙再次考核我，还是不满意，直说我这等领悟根本没法进化应龙。第39天，我正在领悟根本没法进化应龙。第39天，我正在湖里感悟，看见应龙往岸上游，就跟着过去了。岸边站着个身形4人、长着豹尾的存在，周身还缠着9种神秘气体。应龙当场呵斥他，不好好守着罗姆山来这干嘛？那人没答，反倒质问应龙为什么要提前复苏剑木神术。我这才知道，之前模拟里的绿色光柱就是剑木，这人叫长城。我当场愣住，我知道神话里的长圣是罗姆山山神，朽德之气所化，向来亲近人类。我有点懵，剑木复苏居然是应龙搞的，他就一道力量化身，能干出这么多事。模拟还在继续，岸边剑拔弩张，长城本来想动手，最后还是转身走了。应龙带我回了湖泊，让我接着感悟，说等我进化成天地间第2条应龙，自然会知道所有内情。第48天我还是没悟透，应龙直接让我离开湖泊，去南方历练。他说南方还有其他大妖，让我不要掉以轻心。我只能照做。我看完这段有点懵，4方大佬里南方不就是应龙吗？怎么还有别的大妖？能被应龙认可的大妖，实力肯定不弱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来头。接着往下看模拟，我在南方找了大半个月都没找到大妖的踪迹，直到第65天，我看见远处云层围着不散的烟雾，我发动天赋换来水族去打探，很快就得到消息，那片地方有人类在举办隆重的祭祀仪式，烟雾就是人气汇聚成的。我刚好奇他们祭祀的是谁，趋吉避凶的天赋突然发动，我心里瞬间涌起强烈的不安。我卧在 H 水龙府的宫殿里，盯着面前湛蓝色的荧幕陷入沉思。远处有大量人类聚集，像是在祭祀。灵气复苏的当下，人类本就扛不住妖类攻击，不可能平白无故聚这么多人祭祀先人，肯定另有原因。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祭的是什么，哪怕搭上这次模拟都行。不过模拟已经启动，去不去查看全看模拟里的我。按我的性子，那莽龙指定得凑上去。接着我继续看模拟内容。第66天，我压下不安凑过去查看，腾云驾雾往人气最旺的地方去，特意放慢速度。压下不安凑过去查看，腾云驾雾往人气最旺的地方去，特意放慢速度，格外谨慎。第67天，我藏在云层里往下看，下方有座巨大祭坛，数以万计的人类围着举行仪式。祭坛最上方的香炉前供着一幅画像，我刚要细看，远处飞来只五彩羽毛，长得像鸡的鸟要驱逐我。那鸟带着玄妙气息，我释放龙威跟它对峙，感觉它比我稍强一点，但我也不是赢不了。我刚准备动手，远处飘来一大片黑云，我的趋吉避凶天赋瞬间预警，等黑云飘近才看清，那根本不是云，是铺天盖地的鸟，里面还有不少实力强悍的异鸟，气场叠加起来我都震撼，只能先暂避锋芒。走之前我深深看了眼祭坛上的画像，旁边刻着小字少昊，是5帝之一的白帝少昊。我愣了一下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模拟里碰到5帝的画像。这次模拟我拿到了控制应龙气息的法子，应龙气息能挡人类画像的攻击，唯独对黑帝颛顼没用。我又琢磨起那只像鸡的彩鸟，突然反应过来，那搞不好是凤凰。凤凰本来就是鸡形五彩羽，但凤凰就算是百鸟
之长，也不可能叫来这么多厉害的鹰鸟，多半是白帝少昊的画像捣的鬼。我想起少昊的传说，他出生时有五色凤鸟降临，长大之后更是任鸟类为官，说他是百鸟之王都不为过。五帝之一的画像能招来百鸟，确实不奇怪。我收回心神，继续看模拟。第68天，我没走，在附近徘徊，想看看祭祀少昊会出什么异象。第69天，我等着的时候，撞见大鹏金翅鸟，冲上去抽了他2龙尾就回来。刚好人类祭祀结束散场，拿白帝画像的人往西南方向去了。我猜他们是不是要阻止剑木神树复苏？没跟画像，随便找了一对祭祀过的人类跟着看动静。第70天，我发现跟着的这队人在捕杀各种不同的动物。第72天，西南方向升起青色光柱，剑木神树复苏了。我跟着的那队人脸色大变，急匆匆往东边跑，不捕杀动物了。第73天，青色光柱消失，我在南方闲逛，发现之前参与祭祀不捕杀动物了。第73天，青色光柱消失，我在南方闲逛，发现之前参与祭祀的人类队伍都从森林里出来，齐刷刷往东边去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西南的剑木拦不住，他们这是换下个目标栏。这些人祭祀完少昊就跟有指引似的，难不成白帝少昊还活着，甚至五帝有可能都没死。我待在 H 水里，盯着只有自己能看见的模拟荧幕。这次模拟里人类的举动让我有了猜想，人类祭祀白帝少昊后就有了明确行动方向，等西南的剑木神树复苏，他们直接改道往东走。上次模拟里这群人就来过东边杀我，我还听过他们讨论要阻止扶桑树复苏。我越想越觉得白帝少昊可能还活着，是他给人类示警，让人类先拦剑木复苏。可剑木复苏和应龙有关，根本拦不住，人类才转而去拦扶桑树。奇了怪了，为啥非要拦这些通道复苏 ？K 山和剑木都通了，再拦有啥用？难不成要所有通道聚齐才能真正连接天地？我压下疑惑，继续看模拟，想知道人类最后能不能拦住扶桑树。第74天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跟上这群往东的人类。腾云驾雾引了龙行跟在后面。第75天，人类停在东南一带找东西，我看金队伍里有3个穿3色衣，头顶插香，画着脸谱，拿3叉戟的人。我立刻反应过来，他们要对付妖类。偷听才知道，前面和敌有头蛟在闭关，他们是来斩蛟的。斩蛟，我若有所思，应该是我一直没回 H 水，人类找不到龙，才降格找蛟下手。这3人的仪式是南方沿海的，关江手传承。斩妖时要请增损2将降神，不过这东西对付刚进阶的妖还行，对付我们这种神话级的根本没用。之前模拟里我龙威一阵就给震没了。我继续往下看模拟。第76天，人类先派3个关将手探路，往河里撒了东西后，天降狂风暴雨想逼退他们，可人类早有防备，根本不退。河里的蛟被逼现身，才20米长，刚进阶不久，被3人打得连连后退，想钻河底逃跑。人类早防着这招，把2座镇河铁牛丢进河里，金光牛丢进河里，金光直接堵死了蛟的退路，蛟撑不住就要被杀。我当即呼风唤雨，准备救下这头蛟。看到这，我巨大的龙头都抬了起来。之前我每次和人类对上基本都是死，这次可不一样。之前人类能杀我全靠画像，现在除了黑帝的画像，其他的对我都没用。他们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。我接着往下看，想知道人类还有什么招数。我呼风唤雨的天赋比较强得多，招来的风雨重创了不少人类。我现出身形护住蛟，人类见我是真龙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旁边的蛟也立刻匍匐在地臣服。我正准备接着出手，几个人类拿出了白帝少昊的画像，我一点都不慌。等他们打开画像放出金光，我直接释放应龙气息，身后浮现出背生双翅的应龙虚影。少昊的画像碰到应龙虚影，震了几下直接合上，人类吓得转身就跑。我追上去想抢画像，却被突然出现的长城拦住了。第77天，我和长胜的对峙结束，他没说话直接走了，我也没追。我能感觉到长城比我强，他没杀我，应该是忌惮我身上的应龙气息。我愣了愣，记忆里长胜是瑞兽，本来以为战力一般，现在看来除了低级神话生物，其他的都不好对付。我到底还是实力不够。说起来，我是从蛇进化来的野龙，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够强了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78天，我休整完准备走，那头褐色的蛟匍匐在地，问能不能追随我。我告诉他，要是能化龙，就去 H 水找我，还提醒他收敛凶性，之后就离开了。第79天，我正打算回南方，忽然发现天上的太阳暗了不少，没几息就彻底消失，天一下子全黑了。没过多久，西边升起12轮形状各异的月亮，东边也升起1轮大日，出现了日月同辉的异象。我仔细一看，那大日是东边的金乌，那12轮月亮是12个女性身影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这是帝俊和长息的12个月亮女儿啊，她们和金乌是亲兄妹。我一直和金乌势同水火，以后对付金乌，要是他们一起上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瞬间感觉他们一起上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瞬间感觉接下来的难度又翻了倍。我在 H 水龙府抬着黑龙头陷入沉思。模拟里第79天12月亮复苏，我要是对付金乌，就得先面对12轮月亮加金乌，往后拖说不定还会冒出来其他金乌，甚至天帝帝俊的3个妻子，或是帝俊本人。一想到这我就有点慌，可金乌要杀我，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吧。我狗蛋不怂，金乌欺负我，和大鹏金翅鸟有啥区别？金乌有来头，搞得我没有一样。龙族那些强的龙属也不怕金乌吧？再不济我还有模拟器。我很快定了心神，早晚要把金乌当成大鹏金翅鸟一样揍，打不死也得胖揍一顿。接着我重新看向还在运行的模拟。第80天日月同辉异象消失，我收敛念头往南边去。第83天我到了一片山脉，察觉到17道4龙飞龙的古怪气息，正想施展天赋鳞甲之长把对方唤出来。17道龙影先飞了过来，这些东西长着100米龙身，却是鸟的脑袋。17道气息合起来我都打不过。
我正准备交涉，对方直接对我发起了攻击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没仇没怨的。同为龙属，为啥上来就打？不对，龙身鸟首。我猛地想起一个名字，龙身鸟首神。南边贵山和七无山之间的17座山峰山神，都是龙身鸟首的模样，属于瑞兽。可为什么要攻击我？我摸不着头脑，只能继续看模拟。接下来的模拟里，我招架不住17头龙身鸟首神的围攻，很快就受了伤，连逃都逃不掉。打着打着，凤凰还带着一堆异鸟过来加入战局，我很快力竭。临死前好像听到了应龙的咆哮，可我撑不住了，最后直接倒地。你死了。系统跳出3个奖励选项：83天生存经验，83天体魄，凤凰的一根灵羽。这次居然是死在莫名其妙的群殴里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这里面绝对有算计。能指挥动凤凰的南部城市白帝少号，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掐了。我这点分量还够不上少号那个层级，那会不会是长城？长胜是祥瑞亲近人类，我这次那个层级，那会不会是长城？长胜是祥瑞亲近人类，我这次模拟里站在人类对立面，还靠着应龙气息和白帝少号画像刚过一波，说不定他觉得我对人类有威胁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龙身鸟首神、凤凰、长胜都是亲近人类的祥瑞，而我这次模拟里刚好对人类产生了威胁，还跟应龙走得近，可不就被当成大患要除掉吗？我隐约想通了关键，神话也是分阵营的，有亲近人类的，就有和人类为敌的。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在复刻当年的神话格局。K 山、金乌、香瑶是和人类敌对的，长城、凤凰、龙身鸟首神是帮人类的，人神关系这么复杂，也难怪当初黑帝专需要搞绝地天通了。我待在 H 水龙府的宫殿里，收敛了诸多念头。神话阵营的事不是我现在该操心的。模拟刚结束，我得琢磨选哪个奖励。3个选项分别是83天的生存经验、83天的体魄、凤凰的一根灵羽。第3个我暂时不缺模拟点，可以放弃。倒是前2个让我有点纠结。第1项里有我模拟临死前悟出的进化应龙的心得，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。第2项有实力境界，还有水亲和力提升，对战力帮助很大。但这玩意下次模拟去应龙那边还能刷，比起来还是第1项更重要。我选定第1项的瞬间，大量记忆走马灯似的涌入脑海，我足足花了好几个时辰才把所有感悟消化完。这不单单是进化应龙的感悟，更是对水的本质的领悟。我这才搞懂五行之水分阴阳，阳水人水汹涌霸道，应龙就是人水领悟的天花板。阴水鬼水无声无息，暗藏杀机。想进化应龙，走鬼水路线的成功率比跟应龙卷人水高得多。毕竟世间不可能同时存在2条阳水进化的应龙。进化难 ，H 水水神权柄的提升也难。我很清楚，我最大的依仗就是模拟器，还有7天灵气复苏。我必须尽快拥有叫板金乌的实力，不然真要被他抓去献祭扶桑树。我本来想打个盹歇歇，可一想到只剩6天就坐不住，正准备开启新的模拟扶桑树。我本来想打个盹歇歇，可一想到只剩6天就坐不住，正准备开启新的模拟。龙府外头突然吵吵闹闹的，蛙妖的叫声格外显眼。我忍住火气把老龟喊了进来，老龟一脸陶醉，摆明了还沉迷在龟丞相的名头里，给我整个挺无语。我问他外面闹什么，他说 H 水妖类在比武争第一，现在谢妖赢了，大伙都喊他谢将军。我当时就懵了，龟丞相有了，现在又来个谢将军，以后虾妖成精了可不就是虾兵？合着这是给我凑齐龙宫班底呢。我沉默着把老龟赶出去，压下乱七八糟的心思开启了模拟。这次模拟消耗128点模拟点，剩余2552点。第10天我赶到令丘山以东的湖泊，直接打破了应龙设下的禁锢。应龙看到我的瞬间，整张尼龙脸都写满了震惊，问我是怎么做到的。我只说控水能力和洞察力够强就行。他听完当场陷入了沉思。第11天应龙带我到湖底，准备进行下一项考验。我先开口问他，人类手里画像里的人是不是还活着？应龙很惊讶我知道这事，回答说一部分还在，一部分不在。这么看来白帝少号肯定还活着，其他4弟大概率也在世。灵气复苏本质就是上古人类和神话存在的对抗，光靠刚成精的妖类根本不够砍。幸亏我有模拟器，不然想对抗他们简直是浮游撼数。我盯着还在继续的模拟，估摸着应龙接下来肯定还要为我的悟性震撼。第12天应龙没让我休息，给我安排了第2道考验，让我主动向他发起攻击。这环节我熟得很，我没犹豫直接动用 H 水水神思指，引动部分湖水，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，裹挟着风雨攻势轰然朝应龙撞去。应龙没料到我瞬间摸透考验技巧，猝不及防下狼狈不堪。我一击过后就停手，落回湖里静静看着他。应龙直接陷入了沉思。第13天应龙才回神，留下句话说想不通，灵气断绝后怎么还有这么天资卓越的龙属？说完就让我在湖里参悟，自己走了。我在湖里参悟，果然水的亲和力提升得很快。我当时还琢磨，应龙不会是被我打击到了吧？转念又觉得不可能，毕竟是神话里赫赫有名的存在，我能让他震惊，全靠模拟器提前知道了考验内容罢了。模拟继续，第14天应龙回来，要考验我对水之1道的感悟。我知道这是第3道考验，毫不犹豫把自己的感悟全说了。应龙听完沉思许久，说我有进化成应龙的可能。我赶紧反问怎么才能进化，他只让我接着走下去就懂，还叮嘱我别随便钻研其他元素，不然进化应龙的概率会变小，甚至变成不伦不类的龙。我想起自己的模板提过，领悟五行可以进化成其他龙属，看来走水属性路线进化应龙是最稳的路，乱碰别的容易失控。我接着往下看模拟内容，我顺口问应龙，钻研别的元素能不能进化成其他存在，比如烛龙。应龙没接烛龙的话，只让我收了这些心思，以后跟着他参悟早日进化应龙。我当场愣住，跟着应龙参悟，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啊！有应龙罩着，模拟里我死亡的概率肯定大幅降低，毕竟没人敢当着应龙的面杀我吧。我继续看模拟，第15天我跟着应龙参悟，他教我控水作战的法子，我才发现自己之前对水的运用跟小孩过家家似的，大受震撼。之后我一直留在湖里参悟，水亲和力稳步提升。第32天我实在忍不住找应龙问，难道就一直这么干参悟？应龙反问我不该安静参悟吗？我哑口无言。
言，毕竟我有近乎无限的寿命，沉下新参悟早晚能成强者。神话里的存在不都是熬岁月熬出来的？我只能回去接着参悟。第39天，我正在参悟，感知到长城来了，应龙没动，让我出湖去把长胜赶走。我有点懵，这是要练我实战能力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冲出湖。长城果然站在岸边，周身9德之气环绕，一看见我就叫我小龙，让我喊应龙出来。我瞬间怒了，有应龙在后面撑腰，我怕啥？直接掀了大半个湖的水，呼风唤雨，把方圆百里变成我的战场。洪水每一滴水都重如弱水，直接朝长城压过去。长城一点不怕，9道压过去，长城一点不怕，9道德气护体挡住洪水，反过来朝我攻来。他还没碰到我，就被我用应龙教的招式控水流挡住。我俩打了个势均力敌。第40天我们才停手，不分胜负。长城临走前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我刚要回去，应龙突然冒出来看热闹，说我被长城盯上了，让我小心。我没在意，问他长胜为啥来。应龙这次没瞒，说他提前复苏剑木神术会影响人类，长城素来帮人类，这是来讨说法的。我又问为啥要复苏那么多天地通道，有一个不够吗？应龙说天界要跟下界彻底连接，得所有通道都复苏才行，不然大部分天界存在只能降下一道力量而已。我瞬间懂了，之前昆仑山复苏，金乌为啥还要杀我复苏扶桑树？原来要全通道复苏才行，能连天地的就4处，昆仑山、剑木、扶桑，还有不周山。可不周山不是被共工撞断了吗？难道还存在等着复苏？我满肚子疑惑。应龙没再多说，只说我的疑惑大多跟黑帝有关，让我接着参悟。第59天，应龙突然找我说他要走了，去复苏其他通道，让我要么留在湖里参悟，要么出去游历，等我进化成应龙，想知道的都会知道。说完直接没影了，我直接懵了，本来还指望靠着应龙多活些天，这下计划全泡汤了。第60天，我发现应龙走后，湖里参悟再也长不了水亲和力，只能离开。第61天，我慢悠悠往东走，准备回 H 水。第63天，我路过一座山，看见一种形似长毛猿猴、白耳的妖类，气息不强，附近还长着很多像韭菜的蓝色草。我盯着这俩东西想了半天，这白耳猿猴是猩猩，通晓过去但不知道未来；那蓝草是茱萸，吃了能常年不饿。猩猩能通晓过去，是不是能从他嘴里掏出点信息？我好奇的不行，等着看模拟里会不会去碰这猩猩。我窝在怀川龙府的宫殿里，摆着龙躯，抬着黑龙头，盯着面前的荧幕。之前模拟里我性子一向很莽，人类祭祀白帝少昊我都敢去查探，这次遇上气息不强的猩猩，祭祀白帝少昊我都敢去查探，这次遇上气息不强的猩猩，我肯定要去会会。接着看模拟内容。第63天，我腾云去山里见猩猩，他感受到我身上的龙威，吓得转身就逃。我连忙开口说自己没有恶意，他才敢停下。我问他知不知道过去的事，他说寻常人眼里他通晓全部过去，但我要查的内容他只知道部分。我问了一堆问题，他只答了天界和下界分离的事，其余一概不知。我若有所思，这倒正常，他要是真知道所有事才叫恐怖，能拿到天地分离的信息已经不错了，说不定能比我已知的绝地天通挖出更多细节。模拟继续播放。猩猩说早年人类和天界神人关系很好，后来莫名闹僵，白帝少昊当人类领袖后，人神直接开战，之后又出现个更霸道的人类，把异兽和神人都驱逐了，紧跟着天地分离，灵气也开始衰竭。猩猩说完这些，立马溜之大吉。我陷入沉思，这段过往神话里压根没详细记载，倒是刚好能对上颛顼的绝地天通，这猩猩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在往后的模拟里，我吃了能让人不饿的茱萸草，没什么效果，便转头往怀川赶。路上察觉到地面在轻微扩张，应该和通道复苏有关。我回到怀川龙府，属下老龟连忙跟我报备，之前金乌来威逼收服怀川众妖，他为了保全龙府，只能带着大家暂时归降。我没怪他，直接下令宣布怀川龙府从今往后不再归属金乌麾下。第2天，金乌果然找上门，我直接冲出怀川发动司职，怀川冲上云霄，周遭乌云密布。金乌知道我有应龙撑腰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，愣是没动手，直接走了。我逼退金乌的事传开，在怀川的声望直接冲到了顶峰。之后我任命老龟当怀川属神，没想到直接涨了10的怀川水神权柄，现在我手里有60的权柄，对水的亲和力也涨了一大截，总算摸到了权柄提升的方向。模拟还在继续。剑木神术复苏后，金乌又找上门，这次他没动手，反而邀我去东边大山商量事。路上我察觉金乌又找上门，这次他没动手，反而邀我去东边大山商量事。路上我察觉到大鹏金翅鸟的气息，当着金乌的面冲过去揍了他一顿才回来。金乌没提我半路揍鸟的事，直接问我知不知道通道全复苏后，天地会重新连接。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提出要和我合作复苏扶桑树，事后给我满意的酬劳，我当场乐了。金乌这是妥协了，估计是看昆苍山、剑木都陆续复苏急了，再加我有应龙撑腰，自身实力也涨了，没空跟我耍阴招。我没直接答应，问他怎么复苏扶桑树，他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带灵气的东西献祭，比如妖类一采，原本可以去昆苍山拿灵气物资，但是被人类拦住过不去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上次金乌跑去昆苍山是为了拿复苏扶桑树的材料。第74天，我答应和金乌合作复苏扶桑树。我知道金乌不是善茬，心里一直提防着他。金乌说要和我演双簧，他去压榨其他妖类，我扮好人开放领地，把两边仇恨拉满，最后把这些妖类全当扶桑树的养料。这套路我越看越眼熟，上次金乌坑我用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招。我表面不动声色应下，金乌大喜，放我回了 H 水。第75天，外头就传开了 H 水龙君实力不弱金乌的传闻。我按到金乌动作够快，直接下令开放 H 水，接纳所有来投的妖类。没几天，大量被金乌压迫的妖类都来投奔我，两边势力形成对抗，我也被属下推上了 H 水龙王的位置。金乌通知我第79天收网，我早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。大战当天一横遍地，我在着手下在后方观战。突然太阳消失，西边升起12轮月亮，东边大山又冒出来一轮大日，金乌的气息瞬间暴涨了一大截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模拟里的我性子偏莽，肯定要吃亏。果
果不其然，金乌一张口就喷火杀光了所有妖类。我刚松了口气，以为他不会对我动手，他突然就冲到我跟前，一口火焰朝我喷来，我根本没力气反抗。临死前看见又一轮大日冒出来，冲着杀我的金乌厉叫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居然有2只金乌，杀我的是刚复苏的那只。我盯着模拟结果愣了半天，合着应龙气息也不是万能的，人家不给面子我照样死，打铁还是得自身硬。接着看模拟奖励，3个选项我想都没想就选了79天的体魄。第一项的生存经验虽好，但第2项不仅有大量修为积累，还加了10的 H 水神权柄，提升明显大得多。第3项的金乌羽毛我都快攒够织毛衣了，根本没用。选完之后暖流瞬间涌遍全身，我和 H 水的共鸣也更强了，修为直接涨了300多年，就是力量涨得太快有点虚浮，得沉淀一下。最好的沉淀方式就是打盹，但我一睡就容易错过时间，纠结半天，我还是决定叫老龟到底喊我。5天时间过去，我才从睡梦里醒过来，心情格外复杂。我整整睡了5天，老龟用尽办法都没叫醒我，我瞪着眼说不出话，哪能想到自己能睡这么沉。很快我反应过来，应该是300多年的修为增幅太大，我靠5天就沉淀下来，其实算赚了。可还有2天就灵气复苏，时间一下子紧迫起来。我抬着龙头看向老龟，也没心思计较别的。老龟，出去吧，2天后天地灵气复苏，你做好准备。我希望你能变得更强。我本来就打算把 H 水属神的位置交给他，老龟对我来说就像丞相，自然盼着他实力提升。老龟本来缩着脑袋唯唯诺诺，闻言愣了下，连忙点头，多谢龙君恕罪。我急着开模拟，懒得和他掰扯，叮嘱他别忘了管 H 水龙府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我琢磨着接下来的模拟方向 ，H 水不能毁了。79天后有2只金乌，很难对付。南边探索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北边和西边可选。北边是鲲鹏的领地，那家伙强的离谱，就算2只金乌一起上，都可能被他一口吞，绝对去不了。那就只能去西边昆虚山。我以前模拟去过，当时是蛟根本登不上，现在我已经是角龙了，说不定能试试。我迅速定下方向，不过去之前得先找应龙。第54天应龙，第54天应龙就会离开，我得在那之前尽量提升。还要问问进化的事，我到现在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进化应龙。虽然这条路已经走通了，按部就班就能成，但我总还想试试别的进化方向，比如青龙。可我连进化条件都不知道，想不明白我干脆点开个人模板，上面的信息变了不少。现在的评价直接说我假以时日必能进化为应龙，还说我体内有神秘因素，有概率朝未知方向进化。可我还是有点别的心思，不想就这么定死进化方向，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先开模拟再说。这次模拟消耗256点，剩余2306点，模拟点翻倍也在意料之中，毕竟我实力涨了不少。我看向模拟内容，第1天我在 H 水龙府等灵气复苏，第2天灵气复苏，我直接离开 H 水往令丘山去。第4天我到了令丘山以东的湖泊，跟着指引进去轻易解开禁锢。第7天我轻松通过应龙第2道考验，问他进化是不是和5行元素有关，他说元素是进化基础。我又问5行都精通会进化成什么，他让我洗洗睡，说不可能有这种存在。我再问精通什么能进化烛龙，他直接一尾巴把我打下湖底，让我冷静。每次提烛龙应龙都不回答，我也想不明白，总感觉他就只想帮我进化成应龙。第8天我过了第3道考验，应龙开始教我控水方法，让我在湖里参悟控水技巧。我参悟到第29天，对水的亲和力到了瓶颈。应龙沉默好久，说让我走自己的鬼水之道，具体怎么闯得靠我自己。第34天长城来了，应龙派我出战，这次我能压制他，但还是伤不到他。最后长城退走。第54天应龙离开，我也立刻动身往西走。第57天我腾云驾雾赶路，撞见一群怪鸟，长得像喜鹊，赤黑羽毛，2-3米大，4只爪2个脑袋，还有神话气息。这群鸟飞到燃着山火的山上，火居然直接灭了，我瞬间认出来这是雷鸟，有避火的能力。过去宫殿还会刻他们的形象防火，实力和清源、鱼鸟差会刻他们的形象防火，实力和清源、鱼鸟差不多。我本来打算走，下一秒发生的事却让我愣住。第57天，我腾云驾雾，看着下方刚灭完山火的雷鸟要飞走，谁知道一头庞然大物突然冲出来，吞了大半雷鸟，剩下的吓得四散奔逃。我定睛一看，是香瑶的一个头，转眼就把那些雷鸟吃干净了。接着我找到香瑶本体，她正待在沼泽里，9个脑袋伸去不同地方觅食。我完全不怕她，我之前模拟里跟香瑶交过手，那时候打不过她，可现在我战斗力暴涨，未必怕她。何况香瑶多半是虚弱体。我继续看模拟内容，我盯着香瑶的时候，她也看见了我，察觉到我身上的应龙气息，却压根没放在心上。她收回一个脑袋看了我许久，猛地把9个脑袋都聚起，朝我发动攻击。我一点不慌，呼风唤雨把方圆百里化作主场，跟她打了起来。没一会儿香瑶就落了下风，被我压制，连忙后退说自己没恶意，只是感受到应龙气息想切磋。我念着她跟昆仑神山有关，就没再动手。切，香瑶那点心思我还看不出来，分明是打不过才找的借口。真要是我弱，早就成她的猎物了。模拟还在继续。第58天，香瑶养好轻伤，说自己从没跟应龙交过手，好奇才动的手。我刚要说话，她一个脑袋突然冲出去，片刻后叼着一腥味回来，说刚吃了几个路过的人类。她还说现在的人味道比以前差远了，古帝时期的人最好吃，其次是程水德的大一统时代的人。程水德的大一统，那不是水德王朝吗？我满脑子问号。按已知的信息，黑帝绝地天通后，神话就不能降临下界了。香瑶怎么可能在水德王朝吃到人？我盯着荧幕，感觉这次能挖到不少有用的信息。我把疑问说给香瑶听，她9个脑袋都笑了，说人类从来不是铁板一块，黑帝手腕强，后代却不行。她说程水德那时候的人类领袖求长生求疯了，甚至愿意推翻黑帝的规矩，让天界再降临。最后虽然失败了，他也趁机尝到了那个时代的人。这说的不就是水？最后虽然失败了，
他也趁机尝到了那个时代的人。这说的不就是水德帝王吗？为了长生想重连天地，真成了确实能长寿，可世间也会变回人神混杂的模样。我莫名想到黑帝，这货在神话里威慑力是真的强，几乎所有提到他的神话存在，要么忌惮，要么称赞，就连香瑶都随口说他手腕强，古帝多半还活着。要是黑帝再出现，再来一次绝地天通，天界能愿意？我突然好奇的不行，等4条通道全部复苏，天地重连，天界神人、异兽、人类、古帝一起出现，那得是多震撼的大事！模拟到第59天，香瑶说要回昆仑神山，我犹豫了下，问能不能同行，他欣然同意。我们很快到了昆仑神山，哪怕之前见过，我还是被他的巍峨震撼到。香瑶带着我绕来绕去，找到一条山路，刚要登山，我突然闻到大鹏金翅鸟的气息，果断放弃登山，打了个招呼就朝大鹏的方向飞去。第60天，我心情不错的回到昆仑神山，刚到就看见山里冲起一道湛蓝色光柱，我找到之前的登山路，刚飞上去就被一股无形的巨力弹飞，直接退出昆仑神山范围。我愣了会儿才明白，昆仑神山不让我登，我也没强行闯，真硬来怕是要丢命，只能无奈离开。我满脑子问号，为啥昆仑神山不让我进？是因为我身上的应龙气息吗？之前提过剑木神树复苏跟应龙有关，难不成还分派系？剑木那边是应龙的阵营，昆仑神山不是，所以不欢迎带应龙气息的我。我待在 H 合龙府思索 ，K 山现在上不去，西边也没别的地方可去，想再多也没用。模拟里的事我也管不上，还是接着看模拟吧。第62天，我在 K 山附近徘徊好久，还是没找到登山的法子，只能离开。第63天，我刚要走出 K 山范围，一股强悍的气息突然出现，我瞬间驻足，抬头一看，那身影马身人面，长着虎斑还有翅膀，是殷昭。殷昭是正儿八经的天神，还是天帝帝君的属下，专门管天帝在下界的花园，还打过数百次征伐邪神的仗。我心里一沉，帝君的属下专门管天帝在下界的花园，还打过数百次征伐邪神的仗。我心里一沉，这下麻烦了，我根本打不过他，搞不好直接被秒杀。模拟还在继续，我和殷昭对视片刻，他笑说我有胆魄要提携我，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，抓着我尾巴就带走了。我在他手里半分反抗力都没有。第64天，我居然就这么进了 K 山，还被殷昭扔在了天帝的花园里。他说有要事要办，这花园以后归我管，不许任何人进来，也不许有任何破坏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莫名其妙就成了花园管理者。第65天，我回过神，开始打理花园，发现这里的花我从来没见过，在这实力提升速度快了好多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进 K 山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，好歹是新剧情。我安慰自己2句，接着看模拟。第66天，我正在花园提升实力，隐约摸到了点纹道，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看见一群青猿朝花园飞过来。我想起殷昭的嘱咐，立刻腾空释放龙威，把他们逼退。第67天，我接着提升实力，看见东南方升起接天的青色光柱，是剑木神树复苏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摸到的是木属性的门道，对木的亲和力正在提升。我之前一直只有水属性亲和力，突然多了木属性，我有点好奇这会让我进化成什么。接着往下看模拟。第68天，我在花园里提升实力，木属性亲和力长得飞快，周围的花好像都在欢迎我，花枝招展的。第69天，殷昭回来，看见花园完好特别满意，又夸我有天资，能靠花园领悟木属性，还有再进化的可能。我赶紧问他我下次进化的事，他说他不是龙属不知道，但说我领悟木属性肯定没错，让我还是要以水属性为主。我又问他五行都领悟了会进化成什么，他笑着说那我就是下一个天地。第70天，殷昭又走了，我接着在花园提升实力。第71天，我提升实力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花香，搞得我心情烦躁，我强忍着继续提升木属性亲和力。第72天，那花香越来越浓，我不得不停下提升实力去查探，发现香味是从花园伸出来的。我来这之后一直只待在外围，从来没进去过。我在花园入口留下龙威防外人闯，转身就往花园深处走。我看着荧幕满是好奇，天地花园深处到底有什么？我卧在 H 水龙府的宫殿里，盯着面前的荧幕，好奇深入天地花园会碰见什么。神话里天地花园叫地之平埔，是天地在下界的花园，有各种奇珍异兽、仙草灵药。我莫名其妙成了这里的管理者，现在刚好能进去看看。第72天，我深入天地花园，一路碰见不少奇花异草都没停，很快就看见一朵幽暗的花晃来晃去，散着异香。我一看见它灵脉就沸腾，本能驱使我吞了它。我拼命克制，还是没扛住，刚吞下去就像被烈火焚烧，疼得快死的时候，痛感又突然消失了。我正琢磨身体有啥变化，旁边突然冒出来个9尾虎身人面的怪物，二话不说就朝我动手，我根本逃不掉，当场被他的利爪击中落败，我死了。弹出4个奖励选项：72天生存经验，72天体魄，青猿的翅膀，不死神药。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杀我的是陆武，神话里他就是 K 山的守护者，天界正神。我偷吃了花园里的东西，死得不冤，毕竟当时是灵脉冲昏了理智，不是我故意的，我本来都接受死的结果了。一看见奖励选项直接愣住，第4项居然是不死神药，哦，合着我刚才吞的那朵幽暗花就是。我突然想起神话里西王母住在 K 山，手里就有不死神药，嫦娥奔月的药就是从他那来的，难怪陆无要杀我，偷了不死神药，西王母那边没法交代啊。我盯着不死神药的选项眼睛都热了，毫不犹豫选了它。下一秒那朵幽暗的花就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看见它灵脉又开始沸腾，龙躯控制不住的扭动，本能催着我把它吞下去。我硬生生压下烦躁游出宫殿，开玩笑，我可是稳得一批的狗倒流，哪能跟模拟里的莽夫一样随便吃，鬼知道吃了会出啥事，起码得先模拟试试啊。我立刻开启新的模拟，消耗256点模拟点，剩余2050点，第6点模拟点，剩余2050点。第1天我就吞了不死神药，又是烈火焚身的痛感，没多久就消了，只感觉灵脉在慢慢蜕变。第2天灵气复苏，我搞不清身体变化，就动身去令丘山湖泊找应龙，路上龙鳞居然开始掉的地方还不长新的，吓得我赶紧放慢速度。第6天我终于到了湖泊，刚进去就打破了禁
骨。应龙出来看见我掉灵，问我是不是吃了啥好东西，我含糊说吃了件宝物。应龙告诉我这是灵脉蜕变，我本来是蛇进化来的，灵脉驳杂等级低，现在蜕变是好事，只要睡一觉等蜕变完成就不掉灵了。应龙说我要在这睡也行，得先过他2次考验，我很轻松就过了，他答应给我护法，我一睡就睡了51天，醒过来的时候龙鳞全长回来了，浑身都是力气，灵脉里还多了好多记忆。应龙过来夸我说我现在的灵脉已经达到天界神人层次，以后肯定能进化成应龙。我也从记忆里知道，这世间分3类存在，最强的天界神人，比如鹰昭、陆无、应龙，然后是人类，比如武帝，最后是异兽，比如吴之奇、清源这些。我现在灵脉驱除了驳杂，跟神人媲美，下次进化的把握更大了。我在 H 水龙府看着模拟弹出的文字，心中念头翻涌。按我目前掌握的信息，基本是神人与人类的对抗，异兽更像两边的附属，两方阵营都有异兽存在。应龙属于天界神人，我吞完不死神药后，血脉也会提升到神人层次，只是吞药后要沉睡51天，实在麻烦。我暂时没别的解决办法，只能先继续看模拟。第52天，你熟悉变强后的龙躯，掌握新天赋，能大能小，可自由操控身躯大小。第53天，你继续熟悉力量。第54天，应龙要离去复苏剑木神树，我本做好了他离开的准备，没成想他突然邀我同去，我错愕片刻便答应了，跟着他往西南方向走。我愣了愣，这是之前从没出现过的新剧情，难道是我血脉提升已经值得应龙重视了？第55天，我们抵达西血脉提升已经值得应龙重视了。第55天，我们抵达西南平原，我探手往云雾下看，远处河道淌着黑色河水，本来想下去戏水，看了眼旁边泥土龙身的应龙，还是作罢。应龙跟我说明，接下来他要引动灵气复苏剑木，人类会来阻止，让我看到人类拿画像就释放应龙气息，可免被画像攻击。他本想教我怎么释放，我却说已经会了。应龙满脸错愕。第56天，应龙即将开始复苏，再三叮嘱我小心人类画像，要是见着黑帝画像别犹豫，直接逃。我连连答应。第57天，应龙开始复苏，泥土龙躯崩塌成一团水四散开来，平原上的灵气骤然暴涨。第58天，我在云雾里守着，防止有人打扰复苏。第60天，K 山通道复苏，我扫了一眼就收回目光，平原中央已经有绿光若隐若现，我知道那就是剑木神树，继续守着。第62天，数十名人类过来阻止复苏，我直接呼风唤雨掀起洪水冲过去，谁知道他们拿出一幅画像，放出金光把洪水全吸了。我不信邪，正要再发洪水，眼前突然出现一尊凌厉威严的身影，是白帝少昊。我正惊异画像怎么会有这种变化，白帝身影一步跨来，成千上万道金光朝我动射过来，我祭出应龙气息也没用，直接被打成了灰烬。你死了，请在以下3项中选一项作为奖励：62天的生存经验，62天的体魄，天赋能大能小。我看傻眼了，之前明明管用的应龙气息，这次居然没用，这是白帝直接代打吧？也就这个可能了。普通画像没判断力，感受到应龙气息就会停手，可白帝有自主意识，当然能分辨情况直接动手。我琢磨这3个奖励都不算太有用，思索片刻选了第3项，多个天赋总比没有好。选完后信息直接传入我脑海，荧幕弹起天赋介绍：能大能小，龙者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引介藏形，可自由控制龙躯大小。这是辅助型天赋，还是我的呼风唤雨好用？我暗自吐槽了一句，转至龙躯大小。这是辅助型天赋，还是我的呼风唤雨好用？我暗自吐槽了一句，转而开始琢磨不死神药的事。吞了不死神药，实际要沉睡45天，在哪睡比较好？找应龙庇护肯定不行，到时候他肯定要带我去剑魔那一揍，不如直接在 H 水睡。我之前模拟里见过很多次，我离开几十天 H 水都没啥事，反倒我在的时候多灾多难，合着我是灾星附体，就定在 H 水睡吧。不过睡之前得先模拟一次，免得阴沟里翻船。可惜不死神药没法从模拟里刷出来，本来还想给老龟用，现在只能我自己用了。我暗道可惜，立刻开启模拟，模拟开启，消耗256点模拟点，剩余1794点。第一天，我在 H 水龙府嘱咐老龟，要是遇到金乌就率部归降，接着吞下不死神药，烈火焚烧感一闪而逝。我找了片隐蔽的河底区域陷入沉睡。第2天到第26天，我一直在沉睡，期间大鹏金翅鸟路过 ，H 水屏蔽了我的气息，他没发现我。第32天 ，H 水妖类骤增闹出风波，老龟用强硬手段全压下去了。第45天，我苏醒，强大龙威爆发 ，H 水一带的妖类和人类全匍匐在地。我第一时间发现附近盘旋的大鹏金翅鸟，立刻飞过去揍它。我恍然大悟，之前模拟总觉得少点啥，原来少了揍鸟啊！不揍鸟的模拟根本没灵魂。大鹏金翅鸟的速度是真的绝，我血脉蜕变后强了那么多，它居然还能逃掉。不过就得这种抗揍的才有意思。第46天，我心情愉悦返回 H 水，开始大力治理，宣布即日起 H 水一带不许任何人类妖类进入，违者格杀。血脉蜕变后的我战力暴涨，已经不惧怕金乌。第48天，一轮大日降临，金乌来到 H 水外，我直接冲出去腾云驾雾跟他对峙，气势丝毫不弱。金乌大为震惊，显然没想到 H 水会有天界神人存在。我没理他的疑惑，眼中燃起战意，就想试试自己现在的战力能不能媲美金乌。我卧在龙府里愣了愣，金乌居然不愿跟我争斗，还主动退让，这跟他之前霸道的性子完全不一样。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难道是因为我血脉变了？天界神人之间会彼此敬重，对异兽和人类却是另一副态度。我默默记下了这点，我接受了金乌的条件，待在 H 水不掺和他的事。回 H 水后，我专心提升，封老龟为 H 水属神，也没能增加水神权柄。没多久，我的名声越传越广，引来了一群人类，他们想夺我的本源，阻止剑木神树复苏。我呼风唤雨放洪水对付他们，他们拿出一副画像挡下攻击。我正打算耗损画像的力量，这群人居然直接转头就跑，我也没多追。随后我看着模拟剧情继续推进，东边的妖类接连消失，我知道他们都成了金乌复苏扶桑树的痒痒。没几天，东边升起2轮大日，
日，是2只金乌在抢复苏扶桑树的主权，谁复苏对应的通道，就能拿到那处的丝质。等天地重连后，丝质的权力极大，我还没回过神，2只金乌突然齐齐朝我发难，我根本挡不住，直接被击杀了。看到这结局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他们是怕我也来抢丝质，才联手灭口。这下我也理清了眼下的局势，4大通道昆仑山、剑木、扶桑树、不周山，对应4个丝质，天界神人都在抢，人类拼命阻止通道复苏，异兽则是两边摇摆。这4个丝质虽然诱人，但我现在还没资格染指，首要任务还是得变强。3个奖励选项我选了第2项，82年的体魄。一股暖流过后，我的实力涨了几十年，还有2天就是灵气复苏，我打算先等等。随后我一声低吼，召集 H 水的妖类，免得到时候出乱子。H 水的水族很快聚了过来，老龟和蟹妖站在最前面，小的们还喊他们归丞相谢将军，给我整得挺无语。我跟他们说了2天后灵气复苏的事，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。等他们都领命走了，我带着老龟浮到水面，望着天，等着灵气复苏的到来。没多久之前，我还被锁在锁龙井里当蛟龙，现在已经成了黑龙。等以后血脉蜕变为神人层次，想进化成硬龙就容易多了。